岳林小区灯光昏暗，整个小区内寂静无声。抬头一看，只见家家户户窗外挂着一盏大红灯笼，红灯笼上贴着一张黄色镇鬼符箓。一股邪风吹过，红灯笼便随着这股邪风一起摇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诡异氛围让人看了不禁发瘆。陆家一家人正欢声笑语地坐在一起用餐。陆树山脸色涨红，站起来举着酒杯，哈哈大笑道：“我陆家祖坟一定是冒青烟了，让我儿子转制火系鬼法，评价更是罕见的 A 级。”哈哈！陆树山的儿子陆明与陆妈跟着一起笑了起来。餐桌上，叶盛端坐着，与陆家人显得格格不入。他是养子，自幼便被陆树山收养。相比起陆树山的亲儿子陆明，他在陆家的待遇差了不止一点。叶盛微笑看着陆家一家人庆祝，目光中有着一抹感慨。他其实是一名穿越者，来自一颗蔚蓝星球，莫名其妙便来到了这个诡异世界。没错，这个世界称得上诡异。眼下这个世界竟是与一款游戏《鬼域》相结合，游戏映照进了现实。整个世界鬼物肆虐，阴气森森，终日不见阳光，一到夜晚便无法出门，宅邸也必须有镇鬼符箓镇压才可无恙。走出基地时，便要面对如潮水一般的阴邪鬼物，各种鬼域秘境、鬼域副本、鬼域深渊数不胜数。这个世界的人为了活下来，必须进行转职，然后疯狂升级，强大自己。爸，您老以后就等着享福吧。陆明自信一笑。陆树山闻言开怀大笑，陆妈也是直夸儿子有出息了，他们以后就不必受苦了。哥，今天我们一起转职，还不知道你转了什么职业呢？陆明突然将话题转到了叶盛身上。叶盛的生辰比陆明大了2个月，虽然只是养子，陆明平日里也都是以哥哥相称。闻言，陆树山与陆妈也扭头看了过来，他们光顾着亲儿子了，险些遗忘了这个养子。叶盛与陆明一样，也一起进行了转职。那个我就不说了吧。叶盛沉默了一下，他的职业有些拿不出手。哎，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陆树山声音粗犷，大手一挥，不耐烦道。不过看这个养子的样子，职业应该不怎么样。陆妈道：“小盛，职业好不好不要紧，就算不好，也是可以找一份工作打工的嘛。”哥，你就说吧。陆明目光炯炯盯着叶盛，他神色自得，大有和叶盛较量一下的意思。叶盛见拗不过，便笑了一下，道：“我的职业只是一个道士。”道士？三人闻言都是一愣。陆树山皱眉，道士也不错，不过道士有强有弱，你的职业评级是什么？是呀，小盛，你职业的评级是什么？陆妈也问道。职业评级是了解一个职业强弱的最好标准。眼下这个世界，目前最高的职业评级是 SSS 级，之后是 SS 级、S 级、A 级、B 级、C 级、D 级、E 级、F 级。弟弟陆明的职业是火系鬼法，是类似于法师一类的职业，技能都是鬼术，对鬼怪有着强大的杀伤力。评级是罕见的 A 级，仅次于 S 级，说明他的职业具有强大潜力。这也是陆树山极为高兴的原因。在三人目光中，叶盛叹了口气，只好说道：“那个只是 D 级。道士职业其实也极为不俗，但道士也分为很多类，技能往往都带着对鬼物伤害提升。可叶盛的道士只是白板道士，没有任何分类，所以只有 D 级评价，潜力相当之低。D 级这么低？”三人一阵错愕，陆明更是险些笑出声来。他自幼便喜欢与叶盛比较，而且好胜心极强，就连谁先到学校也得和叶盛比一比，每天都得抢先叶盛一步到校才算甘心。此刻听到叶盛的职业只有 D 级评价，远远不如自己，他一颗心顿时放了下来。这么低？陆树山蹙眉，脸色沉了下来，旋即像是下了某种决定，冷声道：“小盛，从明天开始，你便放弃修士这条路吧，老实去找一份工作赚钱。你弟弟今后需要大量修炼资源，你也出一份力。”陆叔，我……叶盛脸色一变，陆树山竟然要他打工供养陆明修炼，这是要他完全放弃前程呀！就这么定了。陆树山也不等叶盛多讲，便直接拍板了，这让叶盛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内心也烧起一股无名之火。自幼他便被陆树山区别对待，有什么好的都是陆明先使用，就连2个人同时生病，也是紧着先将陆明送到医院，将他一个人遗忘在家中，独自一人发烧。现在长大了，竟然还是这样。我先回屋了。叶盛沉默，不管怎么说，陆树山都对他都有养育之恩。去吧。陆树山摆了摆手，重新将重点放在了亲儿子陆明身上。叶盛回到狭窄的小屋中，关上房门后，仍旧能听到陆家一家人的笑声。
显然陆明能转职为 A 级潜力职业，让陆家一家人都很兴奋。这一整晚怕是都睡不着了，我该怎么办？叶盛叹了口气，整个人瘫倒在了床榻上，双眼无神地看着掉漆的房顶。哗！叶盛挥手换出了属性面板。人物：叶盛，职业：道士，职业评级：D级，等级：一转0级，技能：引雷术 LV1，天赋被动，天赋被动觉醒中 99.86%。叶盛扫了一眼，目光落在了最后面的天赋被动，疑惑道：这个天赋被动觉醒中 99.86% 是什么意思？叶盛挠了挠头，有些不明所以。就在他疑惑之际，天赋被动觉醒进度在经过一段时间也顺利达到了 100%。接着脑海中响起了一连串提示音：叮，天赋被动觉醒成功；叮，天赋被动天师之心开启；叮，开启2次转职，恭喜，2次转职完成，新职业为天师。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触发，引雷术自动升级为毁灭级9天神雷。第2章天师，震动联邦的大事。什么？一连串的提示音轰炸，让叶盛发懵，同时感觉信息量有些多，一时消化不了。唰，属性面板重新浮现在叶盛面前，变化也是一目了然。叶盛瞪大眼睛看去，人物：叶盛，职业：天师，职业评级 SSSS 级，等级：一转0级，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这……叶盛扫了一眼属性面板，眼珠子差点惊掉下来。首先注意到的是自己的职业竟然变了，不再是道士，而是变作了天师。而天师的职业评级竟然是恐怖的 SSSS 级。死！看到这个评级，叶盛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清晰记得，这个世界最强职业也才是 SSS 级而已，天师的评级竟然达到恐怖的 SSSS 级，超越了这个世界上最强的职业。与此同时，帝都城一张天道榜单突然变了。天道榜单是一块金色大石，其上记载了100种职业，这些职业一个比一个彪悍，被这张天道榜单排出了名次。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最强的100种职业尽皆位列其上。而此刻，常年岿然不动的天道榜单突然爆发刺目金光，这张榜单竟然刷新了。原本排名第1的 SSS 级职业，被人从第1名挤落到了第2名，而第1名的位置上金光一闪，赫然刻写出了几个烫金大字：第1名，职业天师，评级 SSSS 级。当几笔落成之后，整个天道石碑金光如瀑，帝都城上空更是阴云密布，出现了天地异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动了守卫天道榜单的守卫。啊，天道榜单竟然再次刷新了！一名守卫震惊。不对，刷新的还是第1名，怎么可能？几名守卫震惊了。那排名第1的职业已经霸榜天道榜10余年，从未被动摇过，却在今夜被人挤下去了，这绝对是一件大事，足以登上明天一早的头条新闻。几名守卫瞪大眼睛，向着第1名的位置看去，想要知道是什么职业取代了原来的第1名。天师？什么是天师？几名守卫先是一愣，但紧接着看到职业评级后，几个人瞬间不淡定了。天哪，我眼睛没花吧？ SSSS 级？怎么可能？几人惊呼，宛若见鬼了一样。而此刻，远在鬼山城月林小区的叶盛自然不知道这一变故，仍旧呼吸急促地研究着自己的职业变化。SSSS 级，天师！我的天哪！叶盛不由呻吟一声，险些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冲昏了头。他缓了好久，方才稳住心神，继续向下看去。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这又是什么？叶盛看去，天师之心，所学技能自动升级为毁灭级，什么意思？叶盛扫了一眼，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看到技能竟然变成9天神雷，就瞬间明白了。他原本的技能乃是引雷术，那引雷术他使用过，全力催动也只能从手只发出一道电火花，被当时看到的人无情嘲笑了一番。可现在引雷术竟然换成了9天神雷，毁灭级技能9天神雷 LV1， 道家至高秘术之一，招引9天神雷除秽诛邪，覆盖范围方圆100里，攻击力提升正10000%，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20000%。提示：由引雷术升级而来，由于威能过大，覆盖范围过广，慎用。这……叶盛看了技能介绍，顿时惊为天人。若不是那技能介绍写的分明，他都以为自己眼睛花了。攻击力提升正10000%，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20000%，这也太逆天了。
叶盛整个人都傻了，难怪被称作是毁灭级技能。普通技能攻击力提升正 20% 都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哪有提升正10000%这么夸张？还有，有了这天赋被动天师之心，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自己以后学到的技能都会升级为毁灭级？叶盛神色发怔，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清晨，叶盛顶着2个黑眼圈出现在了餐桌上。昨夜他几乎一夜没合眼，原因无他，只因太兴奋了。任谁拥有这种逆天职业，怕是都会整晚睡不着觉的。吃饭吧。餐桌上，陆树山端着一碗粥喝着，只看了一眼叶盛，便没有太多关注，而是扭头看向一旁的陆妈，问道：“陆明呢？还没起床吗？”陆妈宠溺一笑：“昨夜睡得晚，让他多睡一会儿。”二人话音尚未落下，一道风风火火的身影便从卧室中跑了出来。陆明穿着一身睡衣，脸上带着一抹金色，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道：“大事！发生了大事啊！”陆树山见状，皱眉道：“这是做什么？大惊小怪的。”陆明神色激动，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大声道：“昨夜天道榜单竟然刷新了！天道榜单刷新了！”闻言，陆树山一愣，脸上浮现一抹金色。天道榜单乃是至高规则降下的一块大石，其上铭刻了这个世界最强的100种职业，凡是登榜的职业，个个都是怪胎。天道榜单刷新，代表了这世间再次出现了一个逆天职业，这的确是一件大事。陆树山罕见的严肃了下来，一边喝粥一边好奇问道：“出现了什么职业？排在第几名？”陆明嘴唇颤抖，语出惊人：“天师，排在第一名，将原本的第1名挤下去了。”什么？陆树山震撼，当啷一声，手中的筷子掉落在了桌子上，整个人都呆住了。他原本以为只是100名内又出现一个怪胎职业，没想到却是排名第1被人挤掉了。这绝对是一件海啸般的大事，将震动整个联邦。同样愣住的还有一人，叶盛元本事不关己，正在埋头扒饭，此刻闻言也是傻在了那里。第3章，陆树山的震撼，我刷新了天道榜单。叶盛愣在了那里，昨夜他还真没意识到这一点，可仔细一想便觉得正常。自己的天师职业评级乃是夸张的 SSSS 级，这个世界最强职业也才 SSS 级，自己超过他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登上天道榜单也就没什么意外了。叶盛坐在那里发懵，陆树山与陆明则在激情讨论：天师，这是什么职业？陆树山一脸激动，也觉得这是一件大事。陆明却一脸茫然，摇头道：不知道，从未听说过。陆树山沉吟：这也正常，能登上怪胎榜单的职业，哪一个不是极其特殊？天道榜单同时也被人形象地称呼为怪胎榜单，凡是能上榜的人皆是人中龙凤，每一个职业都极其强大，只要顺利成长起来，最差也是一方巨头级人物，因为其潜力太强大了，几乎能做到同境无敌。评级呢？ SSS 级吗？陆树山又问道。只是问出来后，自己都觉得自己有些白痴，能顶掉原来的第1名，这个天师职业自然是 SSS 级职业，这有什么好问的？却不想陆明摇摇头，不是 SSS 级，不是 SSS 级，怎么可能？陆树山一愣，不是 SSS 级怎么可能挤掉原来的第1名？陆明神色突然激动了起来，不是 SSS 级，而是 SSSS 级，是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第1位 SSSS 级职业。什么？陆树山一听就傻了，整个人头脑轰鸣不已，有被震撼到。SSSS 级，他没想到有人的职业竟然冲破了这个世界的职业上限 SSS 级。陆妈也瞪大了眼睛，天哪，究竟是什么人转职成了这个天师啊？陆树山呻吟，天道榜单只显示职业和职业评级，并不会显示其主人的身份。三人震撼良久，陆树山方才摇了摇头，回过神来，认真看向儿子陆明道：儿子，这些怪胎与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还是关心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说着，陆树山神色严肃道：你既有了 A 级职业，那接下来的目标便是冲击联邦大考，争取考上联邦顶级学府丰都大学。你若能考上丰都大学，便能与这些怪胎同处一所学校。说着，陆树山呼吸都有些急促了。陆妈也是一脸希冀：是啊，小明，这可是联邦顶级学府，汇聚了联邦所有天之骄子，妖孽怪胎，你若能考上，便能光宗耀祖了。陆妈神色同样有些激动，只要是联邦人，就没人再听了丰都大学这种世界顶级大学后不激动的，这绝对是所有年轻一辈的至高追求。那些 SSS 级职业怪胎们同样也会进入这所大学，我一定能考上。陆明信心满满， A 级职业是有很高概率考上的。
陆树山笑道：“距离联邦大考还有2个月的时间，你要静心准备。”一旁，叶盛听到丰都大学之后，面色也是一脸希冀。考上丰都大学，便可以进入这个世界最顶层的圈子，接触的都是权贵，这无疑可以改变人生。距离联邦大考还有2个月吗？叶盛自语。凭借他的世界第一的职业天师，准备2个月后，定然可以在联邦大考上大放异彩，震惊不少人。届时考上丰都大学应该不是问题。那个，我出去一趟。叶盛开口道，他不打算浪费时间了。细算的话，距离联邦大考都不足2个月了，他需要尽快去提升自己。现在多浪费1秒，联邦大考胜算就低1分。只要实力强大起来，到时候联邦大考将是全民观看。陆树山看到自己表现后，怕是得惊掉下巴吧。去吧，去吧。陆树山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有些不满被叶盛打断。他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亲儿子陆明。不过等叶盛就要出门之际，还是大声喊道：“今天别乱跑，去老实找一份工作。你弟弟马上就要用到修炼资源了。”叶盛闻言身体一滞，接着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这小子，哼！陆树山冷哼了一声。陆明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钟表，哎呀，时间不早了，我今天约了集团导师，要带我去野外升级。去吧，和天风集团相处一定要客气一些。陆树山一笑，知道这是正事。自己儿子陆明转职为 A 级职业后，便被一家集团公司看中了。如果能通过考验，对方便愿意签约陆明。一旦签约，将会提供价值2000万分的修炼资源，资助陆明成长。而陆明需要付出的是为天风集团服务3年。这种好事，陆树山自然乐见其成。要不然，以陆家的条件，根本无法支撑陆明成长。要知道，一旦踏上修士这条路，处处都需要钱。陆妈也道：“小明一定好好表现。”他也担心儿子与天风集团签约不了，那样的话得逼死整个陆家，根本付不起那高昂的修炼资源费用。知道了。陆明一番收拾，也出门去了。这次能否签约对他至关重要，若能签约，就能借助这份资源快速成长，进而在2个月后的联邦大考上大放异彩。叶盛走出陆家后，很快便出了月林小区。月林小区外的街道上，即便是在白天，也有厚重的鬼雾遮拢，来往行人行色匆匆。不少人裹在灰色大衣中，低头赶路，不与陌生人搭腔。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有不少强大鬼物，即便是在白天也可以出行，会扮作活人混在人群中。若是搭上了话，免不了夜间上门。只有强大的修士才不在意这一点，反倒会将鬼物当作刷经验的道具。叶盛一身运动服，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神态轻松。天师这个职业给他带来了强大的底气，可以不惧任何鬼物。在前世，天师本就是各种鬼怪的克星，来到这个诡异世界后，简直如鱼得水。可现在等级还是0级。叶盛双手插兜，在想着下一步目标。眼下当务之急是去提升等级。叶盛思忖道：这个世界每提升1个等级，体内都会滋生出一丝能量，随着等级拔高，体内能量会愈发浑厚。有了能量，便是修士，可以对付得了鬼物了。叶盛感觉了一下体内情况，发现只有一丁点能量流动，若是不仔细感应，都无法感觉得到，太弱了。叶盛摇摇头。这个世界的境界等级有着鲜明的划分，从刚刚转职后的1转0级开始，需要提升100级，到达1转100级之后，才可以进行2转。2转鬼师，3转鬼将，4转鬼宗，5转鬼王，一直到9转100级。而提升等级的方式则是进入野外，或是各种鬼域秘境、鬼域副本、鬼域深渊之中猎杀鬼物。这些鬼物会提供丰厚的经验值，还会爆出各种强力装备。自己去哪呢？叶盛摸了摸下巴，道：先去野外吧。现在就去鬼域秘境，怕是会被强大鬼物生吞活剥掉。还有，刚好去试验一下9天神类这个毁灭级技能。10余分钟后，叶盛离开了鬼山城。鬼山城是一座4面高墙的基地室，城墙之上刻画着各种镇鬼符文，可以确保鬼潮无法大规模进入城市。可一旦离开鬼山城步入野外，便失去了保护，需要面对如潮水一般的鬼物了。只有转职后的修士才敢毫无畏惧地进入野外面对鬼物。鬼云城外阴气森森，到处都是浓郁的鬼物。鬼物中鬼哭鸣嚎，有女鬼凄凄哀id的哭泣声，也有猛鬼在天地间呼啸，更有甚者，有阴兵过境，闲人必退。哇哇！一棵枯树上站着几只鬼鸦，在哇哇地叫着，声音嘶哑，在诡异环境中显得格外瘆人。哗！突然间，一道光芒大亮，几只鬼鸦受到惊吓，扑扇着翅膀飞入高空。等光芒熄灭后，
出现了一道身影，正是离开鬼山城的叶盛。叶盛好奇打量着周围环境，这就是野外？我已经置身鬼云城外了。叶盛挠了挠头，这是人生第一次踏足野外。第4章，鬼山城外的集市。清晨的鬼雾格外的浓厚。叶盛迈步10余分钟后，来到鬼山城门外一处集市。集市笼罩在鬼雾中，透过鬼雾一眼看去，可以看到集市中挂着一盏盏白色灯笼。白色灯笼随风摇动，系在上面的镇魂铃便发出一声声叮铃叮铃的声音。不少修士摆着各种地摊售卖装备、丹药等等器物，也有一名名修士高声呐喊，在寻求组队，欲要进入野外冒险。50级鬼战当肉盾，一身血牛装备抗在第一线，价格公道，只需2000联邦币。需要的拉我入队。一名身材魁梧的大战士环抱着双臂，瓮声呐喊，神色冷漠。叶盛向他看了过去，见他一身气血格外旺盛，应该是与其一身血牛装备有关系。这个世界除了提升等级外，最重要的便是装备了。装备可以提供各种强大的属性力量，为主人增强战力。不过装备价格大多昂贵无比，一般修士根本买不起。75级鬼法带队，带你体验非一般的升级速度，一人1万联邦币，带刷野外2小时，不还价。同意的可火速入队。另一侧，一名身穿法师长袍的男子呐喊，神色孤傲。周围人大多对他投去敬畏目光，不为别的，只因这男子不仅等级极高，高达75级，而且职业是法师。众所周知，法师拥有大面积杀怪能力，升级速度极快，破坏力惊人，常被人尊称为法爷。在修士界，法师的地位普遍要高一些。死！1万联邦币，叶盛却是啧舌。1万联邦币，这都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2个月的生活费了，在这里却只能代刷2个小时。叶盛感慨，谁都知道修炼极耗钱财，这还只是升级一方面的，还不包括购买装备。叶盛看了一眼自身，只有一身廉价运动服，还是在服装店200块买的促销货。至于装备，他是一件没有。比起集市中大多数修士一身5颜6色的装备，他可以说是寒酸至极，一看就是初入修士界的菜鸟。有机会得搞一身装备，装备对战力的提升还是很恐怖的。叶盛摩挲着下巴，现在虽然什么都没有，但他却是信心满满。他拥有世界排名第1的职业天师，而且手中还掌握着一个逆天技能9天神雷，想要崛起并不是太难，超越他们只是时间问题。叶盛扫了一眼集市中的人群，自语道。这时集市突然一阵躁动，不少人抬头望向空中。叶盛好奇，也一并看了过去，便见4道身影竟然御空向着集市飞来。能飞？叶盛先是一惊，可定睛一看便释然了。这4人并非真正的御空飞行，而是队伍中有一名身穿灰色法师袍的女子。这女子乃是一名风系法师，在4人身上套了飞行术，可以让4人短时间内飞行一段距离。是苍冥小队，看样子是又要抓人凑数了。快退，别让他们注意到，被抓了凑数就惨了。是啊，上次被抓去凑数的那个人被丢在荒野深处后就没能再回来，据说是被厉鬼生吞活剥了。随着4人的到来，集市骚乱了起来，人群竟是纷纷向后退去，似乎对这4人极为惧怕。不少正在摆摊的修士也收了摊，撒丫子就跑，极为夸张。小兄弟快走，别被苍冥小队注意到。一名老者见叶盛呆愣在原地，不由拍了拍叶盛的肩膀，提醒道。叶盛奇怪问道，前辈跑什么呀？这4人有这么恐怖吗？那老者一愣，看出叶盛是一个新人，苦笑道，恐怖？岂止是恐怖，这苍冥小队可是一支1转90级的顶级小队，4人皆是1转90级顶级强者，在野外是横行无忌的主儿。还有被他们抓去凑数，可没什么好结果。老者话还没说完，脸色突地的一变，只因那4人竟是朝着他们这一方向而来。见状，老者也顾不得叶盛了，自己一溜烟先跑了。叶盛也打算离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苍冥小队一看就不简单，自己现在初入修士界，还是别招惹的好。可他的动作显然是迟了一步，周围人早已散了个干净，留他一人独自站在那里，变得极为显眼，想不被注意到都难。唰，4道身影落下，围住了叶盛。一名身穿战甲的魁梧男子一把拎起了叶盛的后衣领，哈哈笑道，不错，这次没费什么功夫就拿这小子凑数了。灰袍女子冷漠扫了叶盛一眼，道，别耽搁时间了，进入荒野深处的传送阵需要5人才能启动，我们只有4个，有了这小子就够了。等通过了传送阵，便将这小子丢在那里。嘿嘿，没错。魁梧男子嘿嘿笑道，扫了一眼叶盛道，小子，算你倒霉，就给我们凑个数吧。走。4人交谈一番，接着
灰袍女子直接施法，让几人身体悬空。叶盛同样感觉身体一轻，飞了起来，还没等反应过来，便被4人带着御空离开了集市。这小子怕是凶多吉少了。4人离开后，集市中人群重新返回，远远对着叶盛投去同情的目光。是啊，这小子一旦被丢在荒野深处，凭借一个人回来鬼山城的几率很小。返回鬼山城的一路上可都是厉鬼。片刻之后，叶盛被4人带着踏上了一座八卦阵法。八卦阵法亮着微弱的紫光，由一名苍发老者看守。苍发老者气息凝厚，颇有些深不可测。周老，烦请打开传送阵。灰袍女子付了钱，拱手问安，不敢对苍发老者不敬。人数够了吗？够了，5个人符合传送要求。灰袍女子抢笑道。苍发老者目光一扫，看到的确是5个人。途中还在被魁梧男子拎着的叶盛身上停留了一下，但也并不关注，冷漠的点了点头。别乱动，掉入空间乱流不负责。苍发老者平淡道。接着手掐繁复法诀，启动了八卦阵法。随着苍发老者动作，八卦阵法震动，微弱的紫光暴涨，一下子笼罩住了叶盛5人的身影。等到紫光熄灭后，传送阵上已经空无一人了。第5章，枯坟村落。能被称之为荒野深处，往往距离鬼山城500里以上，是真正的无人区，寂静无声，罕见人迹，只有猛鬼肆虐。是人类的禁区，只有强大修士敢于深入。当然，这种地方也不是没有好处，鬼物等级极高，若是有能力斩杀，爆出高品级装备的几率极高。唰！一片黑山林外，一阵强烈的紫光闪烁。等紫光熄灭后，出现了5道身影，落在了地面上。哈哈，终于到了！魁梧男子秋山哈哈一笑，将手中的叶盛推了出去。叶盛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他头晕目眩，是因为方才的传送斗转星移，刹那穿梭过无尽距离导致。须臾，叶盛状态好了一些，抬头观察周围环境，这就是荒野深处。叶盛目光凝重，对于野外的常识，他还是知道一些的。荒野深处往往距离鬼山城500里外，猛鬼肆虐，极为危险。没想到自己还没怎么着，就被人带到了此等危险之地。死！好冷！叶盛打了一个哆嗦，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阴寒之意。此刻周围天地阴暗，鬼雾迷蒙，阵阵阴气犹如实质倾泻而来。比起鬼山城，这荒野深处的阴气明显要重了10倍以上。阴气裹挟而来时，很容易让人感觉到一股冷意。叶盛知晓，若是长时间待在这种阴气之中，轻则大病一场，重则直接丢了性命。而这时4人在一旁谈笑风生，丝毫不受阴气影响。叶盛不由扭头看了过去，认真打量起4人。4人气息凝厚，站在那里便如一座小山，气血极为旺盛，不愧是一转90级强者。另外，在阴气厚重的环境下，4人身上的装备竟都自动亮起了朦胧金光。叶盛看向那魁梧男子秋山，秋山一身战甲，阴气侵袭而来后，战甲自动溢散出金芒，金灿灿的，让他显得异常神武。叶盛注意到，那金光可以轻松将周围阴气逼开，对他产生不了丝毫影响。还有那灰袍法师女子，一身法师长袍同样亮起金色光芒，就连手中法杖也都金光灿灿，将阴气逼开。其余3人也都不差，身上的装备都散发着金色光芒。黄金级装备。叶盛看到这一幕，目光一缩，装备散发出金色光芒，这代表了其品级乃是黄金级装备。秋山这4人身上没有丝毫杂色，衣水金色，说明4人尽皆穿了一整套黄金级装备，可谓奢华无比。这个世界装备品阶分为白板、青铜、白银、黄金、暗金、传奇、橙色、神话、红色。黄金级装备已是极为罕见，每一件黄金级装备都价值惊人，可以提供强大属性力量，即便只穿戴一件，也可以让主人战力飙升。而眼前秋山4人身上可不止一件黄金装备，而是完整的一整套。若还是套装，那属性就更加爆表了。叶盛看着也是不由心生羡慕，这4人每一个人身上的装备价值怕都不下数百万联邦币。小子，你看什么？秋山嘿嘿一笑，手中黄金大剑插在叶盛面前的地面上，黄金大剑闪烁出来的奢侈金光险些闪瞎了叶盛的眼睛。单单这一柄黄金大剑，因为是武器，价值接近100万联邦币，攻击力极为强悍，灭杀鬼物如砍瓜切菜。灰袍女子则神情冷漠，像是看一只蝼蚁般扫了叶盛一眼，向秋山等人说道：“我们走吧，莫要浪费时间，此人已经没了利用价值。”好，是该启程了。秋山哈哈一笑，将黄金大剑扛在了自己肩膀上。随即，在叶盛目光中，4人套上了飞行术，
眨眼间消失在了浓厚的鬼雾中，只留下了叶盛孤零零一个人站在那里。这是被丢下了？叶盛摩挲着下巴，此刻算是明白了集市上的人为何都要跑了。此地距离鬼山城可是足有500里，想要回去，途中不知要遇到多少猛鬼，没一定战力就要被活生生困死在这里了，根本没活着回去的希望。难怪那些人纷纷逃窜，都害怕被抓了凑数。叶盛冷笑，倒也不甚担心。眼下情况虽是如此，但他的职业天师排名世界第1，可以轻松应付这种场面。接下来该去哪呢？叶盛沉吟，既然来了荒野深处，他倒是不打算离开了。见识了这么多强者，叶盛也急于变得强大起来。抬起手腕，叶盛看向手腕上一枚空间手环，这是联邦免费发放，既有储物功能，也有通讯、地图等功能，很是实用。叶盛打开了电子地图，先是锁定了自己的位置，然后观察周边情况。很快，叶盛的目光便锁定了一处地方——枯坟村落。叶盛点了点头，就去这里吧。距离自己不是太远，是一处鬼物聚集地。打定了主意，叶盛抬头便别了一下方向后，便迈步启程了。10余分钟后，叶盛抵达了枯坟村落，站在外围向内看去。枯坟村落乃是一处废弃村落，到处都是残垣断壁，而且爬满了野草藤蔓，已经很久无人居住了。而整个村落每家每户门前都有一个个坟头。此刻村落内寂静无声，安静的可怕，像是什么都没有。叶盛却不这么认为，越是这种环境，代表了其越是危险。接着他一声轻喝，在眉心一抹，一抹青光闪过。天眼开，天眼术，这是在学校便学会的一种常用法术，不需要职业，人人都会，可以看到一些污秽之物。哗，一枚树眼在叶盛眉心打开，树眼散发青光。接着叶盛便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只见每家每户坟头前都有一名白衣女鬼坐在坟头前哭泣，用幽绿色的鬼火在烧着白纸。而整个寂静无声的村落也变了样子，一抹渗人的幽绿色气息飘荡在空气中，让人看了心底恐惧。叶盛看到这一幕，目光也是不由一缩，这还是他第一次与大批鬼物这般接触。唰，叶盛定睛向一个女鬼看去，眼前立刻显现出白衣女鬼的信息。怪物白衣厉鬼，等级1转52级，第6章天地异象，9天神雷，1转52级，这么强？叶盛目光一扫，面色微凝。1转52级鬼物已经极为强大，一身阴气厚重，极难对付。不愧是荒野深处，随随便便遇到的鬼物都如此强大。叶盛蹙眉，不管了，就在这里试验一下9天神雷吧。叶盛说道。9天神雷拥有恐怖的威能提升，攻击力提升正10000%，特别是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惊人的正20000%，是鬼物的天然克星，伤害力爆表。1转52级鬼物虽然强大，但能否扛得住9天神雷轰击还是另说呢。与此同时，距离枯坟村落100余里外，一片黑山林中阴气森森，不时有鬼影闪过。前辈，真的没危险吗？陆明牙齿打颤，看着黑山林中不时飘过的强大鬼影，有些害怕。在他身侧，一名长须中年人微笑站着。有我在，你怕什么？宗山抚须微笑道，看着陆明一脸害怕神色，略感失望。宗山，天风集团一位2转鬼师级强者，今日被派来带陆明升级，顺便评估一下陆明的潜力是否值得花高价将其签在集团下。我没怕。陆明似乎察觉到了宗山眼中的失望，立刻强自镇定。宗山心中摇了摇头，要不是看陆明乃是罕见的 A 级职业者，他都没耐心和他耗下去。首先心性一关便过不去，惧怕，这在鬼域世界乃是第1大忌，一旦产生这种情绪，就算有再强的力量也发挥不出来。放心，有我在，这荒野深处没有任何鬼物能伤害到你，而且这里怪物等级高，你得到的经验也多，刷起来你等级会飙升的很快，可以迅速度过新手期。宗山自信道，他是强大的2转鬼师级强者，苍冥小队那种1转顶级小队在他面前都不够一手捏的。陆明点头，派遣一位2转鬼师级强者，也就天风集团这种大集团才有这种底气了。走吧，随我进入黑山林。宗山说道，率先迈步向面前的黑山林走去。陆明虽然还是感到有些害怕，但这种情况也只能强打着精神跟在宗山身后进入了黑山林。枯坟村落，叶盛看着鬼气森森的村落，没有迟疑，迈步向着枯坟村落中走去。村落内，整个村落弥漫着灰色鬼雾，每一座残垣断壁的房屋前都有一座枯坟，有白衣女厉鬼坐在坟头前哭泣，声音凄哀，
不停将手里的白纸钱烧到一堆幽绿色鬼火中。白纸钱燃烧时发出的噼啪声，让整个寂静的村落看起来格外瘆人。叶盛面色平静，一步步走入这恐怖的枯坟村落中，心中毫无波澜，没有丝毫畏惧之意。咔嚓，一根枯木枝被叶盛踩断，轻微的声响却立刻惊动了整个枯坟村落内的白衣女厉鬼。他们披头散发，猛地扭头看了过来。身前幽绿色鬼火忽然开始爆燃，升起2米多高。啊啊！尖利的鬼嚎声突然响起。这些白衣女厉鬼看到有闯入者，竟是离开坟头，如同潮水一般向着叶盛涌来。这恐怖一幕换作其他人早已吓尿了，叶盛反倒是肾上腺素飙升，精神状态瞬间进入了空明状态，直接忘却了什么是恐惧。来得好！叶盛一声轻喝，天师敕令，超汝孤魂，多9天神雷。叶盛整个人凌空盘坐而起，手掐复杂法诀，第一次使用出了毁灭级技能9天神雷。轰！下一刻，天地变色，刹那有无穷阴云快速汇聚，短时间内便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阴云，覆盖了方圆100里范围，让整片大地都暗了下来。咔嚓，一道雷霆划过天空，将天地照亮，而这道雷霆竟是金色。9天神雷！此刻叶盛仿若换了一个人，宝相庄严，双眼中不知何时布满了金色雷电。随着他轻喝，只见天空中开始阴云滚滚，狂风大起，无数金色雷电从阴云中涌出，掀起了异常惊人的天地异象。100余里外，一老一少2道身影正在刷级，天空却是突然间暗了下来，阴云密布，阴云中更是有金色雷电闪烁。爷爷，天怎么突然黑了？是要下雨了吗？一名小女孩身穿法师袍，被爷爷带着刷级，此刻吸吮着手指，好奇地抬头看着天空，向爷爷询问。爷爷一头白发，是一名强大的一转70级鬼刺，此刻也是看着这惊人天象，目露惊疑不定之色。怎么看着像是某位大能施法？爷爷强自镇定，转身安慰孙女，不怕，应该不会波及到我们。黑山林距离枯坟村落并不远，宗山带着陆明走入其中后，便开始屠戮鬼物。宗山不愧是2转鬼师级强者，黑山林中强大的鬼物嘶吼着冲上来，都被宗山轻飘飘一掌毙掉。陆明与宗山组队，可以共享到一部分经验。此刻随着宗山屠灭这些高等级鬼物，经验值飞涨，身上开始不停亮起升级白光，进境极快。只短短10余分钟，陆明的等级便从0级飙升到了12级。如此快的升级速度，让陆明笑得合不拢嘴，已经忘却了鬼物的可怕。照这种速度，自己怕是很快就能步入50级，成为一名小高手。陆明得意，让一名2转鬼师级强者带着升级，这种待遇可不是谁都能有。没办法，谁让他是 A 级职业者？就在2人练级时，轰隆隆！忽然，黑山林上空阴云密布，有闷雷声响起，转瞬间天地黑了下来，被阴云遮蔽了。2人下意识抬头看去，咦，这是怎么回事啊？宗山停下手中动作，神色惊诧。只见刚才还好好的天空，此刻已经阴云滚滚，阴云中有一道道金色雷电游走，景象骇人。即便他是2转鬼师级强者，此刻都不由一脸凝重地望着天空。而受到天空金色雷电异象的影响，整个黑山林中的鬼物竟都蛰伏了下来，仿佛遇到了某种天克之物。前辈，这是发生了什么？陆明一脸好奇，抬头看着突然间阴云密布的天空，特别是那些游走在阴云中的金色雷电，更是让他感受到一种煌煌天威。第7章毁天灭地，等级狂飙，怕是有高手在附近啊。宗山眯着眼睛说道。有高手在附近？陆明吃惊，旋即瞪大眼睛。您是说这天象是人为引动的？怎么可能？宗山看着天象，冷笑道，人为引动天象倒也不至于，只有5、6转以上的大能才能做到，应该是什么人使用了禁咒卷轴。宗山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金色雷霆密布的天空，疑惑道，可是这是什么禁咒？为何从未见过？威力应该大不到哪去。他话音未落，下一刻嘴巴便死死闭上了，只因他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金色雷霆在短暂蓄势后，如同雷霆万钧一般从阴云中劈落而下，刹那间笼罩了方圆100里范围，毁灭着下方的一切。这一瞬，仿佛天地都失声了。而此刻，金色雷霆中央，枯坟村落，叶盛手掐法诀，宛若沐浴在了金色雷电之中，周身金色雷电密集劈下，如潮水一般冲上来的白衣厉鬼像是遇到了克星，一道金色雷霆劈中一名白衣厉鬼后，
那白衣厉鬼像是遭受到了10000倍暴击，浑身冒起白烟，竟是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堂堂一转52级厉鬼便瞬间化作了飞灰，伤害值可谓爆表。而金色雷电可不止这一道，覆盖了方圆上百里，只要是这个范围内的鬼物，尽皆在攻击范围内。一时间，方圆100里范围内的鬼物都遭了殃，被金色雷霆攻击。随着灭杀鬼物，叶盛耳畔开始不停响起提示音：恭喜您击杀一转52级白衣厉鬼，获得3568点经验。恭喜您击杀一转76级无头鬼，获得12168点经验。恭喜您击杀一转93级阴瞳鬼，获得32332点经验。恭喜您击杀一转99级阴瞳鬼王，获得124238点经验。恭喜您击杀！无穷的经验像是潮水一般涌来，将叶盛空空荡荡的经验条瞬间填满，提升了1级。提升1级后，经验矿清空，但瞬间又被无穷经验填满，等级再度提升。就这样，叶盛等级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疯狂飙升，身体上不停亮起升级白光。0级，一转14级，一转28级，一转39级。轰！只一个呼吸时间，叶盛等级便冲到了一转50级。一转50级是一道门槛，修士想要冲到一转50级，最起码需要数年之功，期间要经历种种危机，与猛鬼厮杀才行，一个不慎便有可能被鬼巢吞没，连骨头都不剩。可此刻，叶盛也就是一个呼吸时间便到了，提升速度可谓惊世骇俗。可到了一转50级，显然只是刚刚开始。叶盛身上的升级白光仍旧没有停止，依然在疯狂闪烁。一转50级，一转59级，一转60级，一转72级，一转83级。哗！3个呼吸时间后，一道无比赤亮的白光亮起，叶盛的等级冲入了一转90级。叶盛内心震动，自己仅仅用了3个呼吸时间，便提升到了苍冥小队队员的水准。此刻若是再与苍冥小队见面，秋山等人一定会大跌眼镜。到了一转90级，所需升级经验便变得极多了，升1级便相当于之前从0级升到50级的经验总和，需要时间慢慢去熬。苍冥小队中的秋山几人便是如此，到了一转90级，想要提升1级便变得千难万难。可这一点在叶盛这里似乎完全不是问题。9天神雷覆盖了方圆100里范围，击杀的鬼物实在是太多了，一片又一片鬼物倒下，尽皆化作了海量经验在填充叶盛的经验条。到了90级，仍旧像是坐火箭般在提升，一转92级，一转94级，一转96级，一转99级。最终叶盛身体一震，身体之上亮起一道刺目白光，等级轰然晋升到了一转100级，满级了。这一刻叶盛震撼了，自己的升级速度太夸张了，前后也就是10个呼吸便达到了一转100级满级。一转100级，这等强者只要不是进入过于凶险的秘境，副本之中在野外几乎是可以横着走了。再见到苍冥小队，1人便可镇压5人，这毫不夸张。一转100级已经属于一转中巅峰级强者，想要再强，下一步就必须跨入2转鬼师级才行了。2转鬼师级又是一次蜕变，到顶了。叶盛一时间心潮澎湃，像是做梦一样，提升速度太快了，别人需要10数年的积累，自己一瞬就走过了，无法再继续提升了。叶盛目光一扫，9天神雷仍旧在横扫鬼物，但自己的等级却是纹丝未动了。这个世界等级到了100级，有再多的经验也无用了，必须跨入下一个大境界才能继续提升。也就是说，叶盛必须进入2转鬼师之境，才能继续成长。2转鬼师境，先不想了，这个之后再说，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叶盛摇摇头，看向了方圆100里范围，眼睛瞬间红了起来。此刻方圆100里之内各色光柱冲天，这是装备爆出来后映照出的装备光晕会形成光柱，远远便可以看到。越是高品级的装备，光柱就越是赤亮，每一道光柱都代表了一件装备。9天神雷几乎灭杀了方圆100里范围内所有鬼物，自然爆出了大量装备。叶盛放眼看去，那各色光柱中不乏高品级装备，那是金色光柱，代表了一件黄金级装备。叶盛呼吸急促，接着又看，发现其中以青铜光柱最多，青铜光柱便是青铜装备，数量最为密集，其次便是大量白银光柱，也就是白银级装备。黄金光柱少了一些，但也有上百道。甚至让叶盛呼吸急促的是，他竟然看到了不少暗金光柱。暗金光柱，这可代表了暗金级装备。这个世界装备品级分为白板、青铜、白银、黄金、暗金、传奇、橙色、神话、红色，其中黄金级装备已经了不得了，暗金级装备更是珍品中的珍品，
难得一见。苍冥小队够强大了，但是整支小队连一件暗金级装备都没有，可见这种级别的装备何等珍贵。而现在叶盛一眼扫去，看到了10余道暗金光柱熠熠生辉，这可是10余件暗金级装备。发了！叶盛呼吸都略显粗重，接着他也不敢怠慢，如此多装备，恐怕已经惹得附近不少强者眼红了。若是再不收起，怕是会有大麻烦。第8章惊人收获。收！叶盛伸手一招，方圆100里范围内的装备如雨点一般向他飞来，这些装备皆有叶盛印记，可以照引而来。一时间，只见天空中飞来无数装备，密密麻麻铺满了天空。这一幕的确让附近不少强者看红了眼，特别是那无数装备中有10数道暗金色光团，更是让他们呼吸急促，一个个在急速向着这边赶来，想要一看究竟。枯坟村落，叶盛将空间手环打开着，像是布袋一样将飞来的无数装备都入其中。10数个呼吸时间后，等最后一件装备落入空间手环，叶盛松了一口气，低头扫了一眼满满当当的空间手环，嘴角难得露出一抹笑意。如此多装备，绝对是一笔巨富，而且其中还不乏高品级装备，连暗金级装备都有。走！叶盛目光一扫，发现不少强者已经快要赶来，心知再不走怕就走不了了，会陷入无尽的麻烦中。嗖！叶盛不再迟疑，纵身一跃，身影转瞬消失在了远处茫茫鬼雾中。叶盛刚刚离开没多久，数道身影便纵跃而来，一个个气息强大，不乏2转鬼师级强者。抵达之后，冷目扫视着枯坟村落，看到空无一人的枯坟村落，一个个捶胸顿足，知道来晚了一步。唰！其中有2道身影落地，宗山也带着陆明从黑山林那边赶了过来。他是2转鬼师级强者，赶路速度极快，即便单手拎着一个陆明，也丝毫不影响他的速度。看着叶盛离去的方向，宗山却是并未追上去。前辈，不追上去吗？陆明好奇问道。宗山摇头，面色凝重，不知此人深浅，随意追上去会出问题。也是。陆明点头，那神秘强者强得离谱，的确不宜轻易得罪。不过陆明眼中却有着兴奋之色，今日能撞见这等异事，回去之后又有吹嘘的资本了。叶盛听了这种异事，一定会惊叹。陆明嘿嘿一笑，他那个哥哥只是一个没见识的普通人而已，自己讲给他听，怕是能惊掉他下巴。半个小时后，200里外，一座阴火燃烧的山谷中，一尊尊沟牛鬼横躺着。这沟牛鬼生的人身牛头，顶着一对牛角，身高足有3米，每一尊都魁梧的都像是一座小山，每一尊都是1转90级鬼物，极为强大，一般修士根本不敢招惹。加上数量惊人，占据着这沟牛谷是荒野深处的一处禁地，就算是苍冥小队这种顶级小队，碰到沟牛谷这种禁地也得远远绕开，不敢招惹。嗖！这时一道身影纵掠而来，带着强悍气息，沿途横行无忌，竟是丝毫不在意这沟牛谷中成群结队的沟牛鬼。哞！这道身影出现后，立刻惊动了整个沟牛鬼族群，尽皆发出惊天牛哞声。一个个沟牛鬼直立而起后，3米多高的他们宛若一座座小山，给人带来强大的压迫感。轰！那道身影冲来，身穿一身运动服，数尊雄壮的沟牛鬼想要上前阻拦，但令人惊异的是，那数尊沟牛鬼尚未靠近那道身影，便被其隔空一掌打得全身爆裂。此刻若是有外人在场，一定会震惊无比。这可是1转90级强大的鬼物，竟然难挡这身穿运动服身影的一个回合。这只能说明这运动服身影力量之强，远超1转90级沟牛鬼，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数分钟后，那道身影横穿整个沟牛谷，留下了一地尸体。痛快！叶盛杀穿沟牛谷后，不禁哈哈大笑，只觉得痛快无比。现如今他的等级高达1转100级，达到了1转圆满，即便不使用什么技能，一身力量也强横无比，对付1转90级的沟牛鬼绰绰有余，凭借强大的力量就可以将其震死。嗖！片刻之后，一片山林中，叶盛停下了脚步，找了一根粗壮之干盘坐了下来，打算清点一下此次在枯坟村落中的收获。四下无人，叶盛便打开了空间手环。当看到空间手环中堆积如小山一样的装备后，是既开心又头疼。开心自然是有这么多装备是一笔巨富，头疼的是这么多装备自己该如何清点。慢慢来吧。叶盛也没有办法，只好一件件来仔细清点。足足2个小时后，叶盛方才完成这一巨量工作。最终得到的结果是青铜装备1129件，白银装备488件，黄金装备108件，暗金装备则只有12件，但这种高品装备能有12件已经是极为惊人一件事了。
叶盛盘点清楚这次收获后，也是不由深深吸了一口气。装备的爆率其实不高，甚至说极低。一些修士为了一件装备，需要拼死拼活厮杀10数日才能爆出来，不知要经历多少凶险。特别是高品阶装备，那就更是奇珍了。如此一来，大多修士其实能凑一套青铜级装备就算不错了，白银级装备都少。至于黄金装备，属于那种有钱也买不到。市场上每出现一件黄金级装备，都会遭到疯抢，可谓手快有，手慢无。能凑齐一整套黄金级装备的，都是真正的大佬。从这一点便能看出，苍冥小队的实力的确很强。但这些都不是重头戏。叶盛将目光看向了12件暗金装备，深吸了一口气，道：“这12件暗金装备才是重宝。暗金装备每一件都价值数百万，是可以上拍卖行的。自己这次却足足收获了12件，数量惊人。”叶盛不再多想，仔细打量起12件暗金装备。哗！叶盛将12件暗金装备尽数取出，下一刻，12个圆形光团漂浮在了叶盛面前。12个圆形光团有白玉色，有黑色光团，也有紫色光团等等，是12件暗金装备自身散发出来的色泽。在这片黑森林阴暗的光线中，12个光团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叶盛目光扫去，12个光团中都包裹着一件装备，有胸甲，有头冠，也有护臂等等。叶盛一一看去，片刻之后，脸上挂起一抹笑容。运气不错，居然能从12件暗金装备中凑出一整套套装。叶盛目光欣喜。第9章，恐怖的战力提升。套装是成系列的装备，若是凑齐，可以激发出比零散装备更强大的属性。在市场上，若是以套装售卖，价格能翻出上百倍。没办法，想要凑齐一整套套装的难度太大了。即便是白银级套装凑齐都极难，就更遑论暗金级套装了。叶盛看向12道光团中，其中7个光团炎热无比，正是这7个光团是一整套套装。7个光团都呈现白玉色，宛若7团白色的小太阳悬浮在空中，即便只是看一眼，都让人觉得目眩神迷。叶盛看向其中一道白色光团，唰，眼前立刻显现出这件暗金装备的信息：头冠白玉龙冠，等级1转90级可装备，品质暗金，职业悟法系职业，攻击速度正160%，施法速度正170%，暴击率正56%，暴击效果提升正150%，物理穿透正150%，法术穿透正140%，被动效果震慑，鬼物靠近100米内伤害降低5%。说明白玉系列套装之一霞如白玉是一件蕴藏巨大能量的法器，穿戴者战力可得到一次蜕变。获取难度困难，白玉系列死。单单这施法速度就极为惊人，施法速度正170%。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多效果。叶盛只看了一眼，便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暗道不愧是暗金级装备。他看过一件法系黄金级装备，施法速度也才提升正30%而已，可暗金装备几乎是他的6倍。另外，施法速度极为重要。之前他施展9天神雷，足足用了数分钟时间才让金色雷霆劈下，也就是那些鬼物没什么智慧，若是与人交战，这数分钟时间足够让对方杀自己几10次了。最好是能做到顺法。叶盛沉吟。不过有了这施法速度提升正170%，下次使用9天神雷可就快多了。而且这还只是一件头冠，除了头冠还有6件装备呢。套装足有7件，每件装备都有施法速度提升，累加起来就更为夸张了。叶盛面色凝重，之前对装备的态度还可有可无，可现在第一次意识到了装备的重要性。他有毁灭级技能不假，但这施法速度却只有装备能提供。接着叶盛又看向剩余6件白玉系列套装，分别是白玉龙剑、白玉长袍、白玉护臂、白玉护腿、白玉战靴、白玉腰带，加上白玉龙冠，刚好是7件，一整套套装，一件不少。这让叶盛直呼运气逆天，居然能爆出一整套套装。哗！叶盛将其余5件暗金级装备收了起来，只剩下7件白玉暗金装备围绕着自己，宛若周身环绕着7个白色小太阳。每一个白色小太阳中都蕴藏着巨大能量，飞舞间让虚空一阵扭曲。来！叶盛深吸一口气，接着伸手一招，轰！一直环绕着叶盛飞舞的7件白玉暗金装备，其中1件如一发炮弹般飞射向叶盛的身体，接近叶盛后径直穿戴在了叶盛身体上。随着这件白玉暗金装备上身，刹那间叶盛的气息暴涨，轰隆一声轰鸣，
叶盛的气息竟是暴涨了10倍，10倍！叶盛震惊，他现如今已是一转100级强者，一身气息本就强横，但穿戴上一件白玉暗金装备后，气息竟然瞬间再度飙升了10倍。一件暗金装备便能提升10倍，叶盛一脸不可思议，暗金装备的提升幅度实在是太大了，这可是在一转100级的基础上又提升了10倍啊！再来！叶盛伸手一招，再次有一件白玉暗金装备向他飞来，上身之后气息再度暴涨，轰！又是10倍提升，达到了之前一转100级气息的20倍。叶盛眸光大亮，接着一声低喝：“悉数归位！”唰唰唰，剩余的5件白玉暗金装备如一发发炮弹般飞射而来，撞在叶盛身体上，咔咔咔！随着7件白玉暗金装备一一穿戴在了叶盛身体上，叶盛的气息开始暴涨，30倍、40倍、50倍，几乎每一件白玉暗金装备都让叶盛气息暴涨10倍、60倍。到了最后，叶盛的气息轰然间提升到了之前的70倍，普通一转100级强者的70倍力量，这让叶盛周身散发出强横的力量波动。叶盛一脸不可思议，可这还不算完，当第7件装备上身后，套装属性激发，叶盛感到体内能量再度暴涨了30倍，最终达到了惊人的100倍。什么？叶盛震撼，手中白玉长剑展出一剑，这一剑朴实无华，没有任何技能增幅，但白色剑芒横空，撞向不远处一座小山。轰隆一声巨响，100倍于普通一转100级强者的力量，让那座小山在白色剑芒下应声炸裂，山体一半瞬间就被叶盛一剑抹平了。乱石飞剑，叶盛看着这惊人效果，连他自己都啧舌无比，太强了！叶盛发呆。现如今到了一转100级之后，他显然已经脱胎换骨，不再是之前一无所有的菜鸟了。不仅拥有了一身暗金级套装，而且有了超越普通一转100级强者100倍的力量。此刻若是再碰到苍冥小队，可轻易斩杀。叶盛眼中浮现一抹戾气，现在的叶盛太强了，那苍冥小队对于现在的叶盛来说就犹如蝼蚁，一根手指都能捏死。之前若不是自己有强大底牌，无故被带到荒野深处，他绝技是活不下去的。这个仇说什么也得清算，先处理一下其他的事情，将空间手环中的装备卖掉，这可是一笔巨富。叶盛收敛思绪，看向空间手环，此刻的空间手环中挤满了装备，若是不处理掉，再爆出装备就没地方放了，多少是个麻烦。青铜、白银这些装备都可以卖掉，还有黄金装备也没用，还有剩余的5件暗金装备也没用了。叶盛蹙眉，略微思索，自己有一套暗金装备足够了，那5件暗金装备留在自己手里就是废铁，不如卖了换钱实在。一件暗金装备可就价值数百万呢。想到这里，叶盛也不啰嗦，借助空间手环打开了联邦交易平台。空间手环具备多种功能，其中便有这一项。很快，叶盛便联系了一名装备商人。第10章，血赚1亿联邦币。装备商人，顾名思义是专做装备生意的，往往资金雄厚，自己这次装备极多，找他们正合适，无需一件件去卖。哗！空间手环投射出一名装备商人的影像，而另一侧则会投射出叶盛的影像。不过2人的面容都极为模糊，并不会显露真容，不会因为交易得知对方身份，除非双方自愿见面。装备商人出现后，神色颇为随意，淡淡的瞥了叶盛一眼，以为只是小生意。特别是见叶盛年轻，就更笃定了这个想法，觉得叶盛能拿出一件白银级装备就算是不错了。这种得到一件装备便迫不及待出手的年轻人，他见多了。您快着点儿，做完您这单我还有事。装备商人催促。叶盛蹙眉，将一份自己要卖的装备清单发了过去。装备商人起初还不在意，等目光一扫叶盛发过来的清单后，下巴差点惊掉下来。死，这么多！装备商人惊为天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清单。这张清单上有青铜级装备1129件，白银装备488件，黄金装备108件。特别是那108件黄金级装备，即便是见惯了大场面的装备商人都有些流口水了。黄金装备在市面上极为稀缺，有钱也买不到，能一次见到这么多，实属罕见。您要打包卖给我？装备商人一脸呆滞地看向叶盛，眼神中已经流露出一抹谄媚。自然。叶盛蹙眉，嫌他啰嗦，他没时间再去找第2个人。好好好。装备商人连到了3声好字，态度已经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对叶盛变得极为客气起来。像这种大主顾，他100年都难遇一次。装备商人手脚极为麻利，开始估价，最终
估价4600余万。叶盛点头后，装备商人狂喜。至于交货，也极为方便，只需构建出一个微型传送阵，便可将装备传送到对方手里，钱则是会直接划到叶盛账户上，全程都有联邦交易平台背书，没有任何风险。这套交易方式人人都在用，已经极为成熟。当然，构建一个微型传送阵也需要花钱。面对叶盛这种大主顾，装备商人直接自己承担了。先生，合作愉快。交易完成，装备商人淡蓝色的虚拟面孔露出笑容。这一次他收获巨大。叶盛却道：“还有5件暗金装备，你收不收？”什么？装备商人闻言，蓝色影像一个趔趄，不可置信地看向叶盛。没想到叶盛手中还有重宝，暗金装备，这可是真正的一货难求，比起黄金装备还要珍贵无数倍。你收不收？叶盛蹙眉。收，当然收。装备商人看出了叶盛的不耐烦，赶紧结结巴巴地回道：“这次交易的很快，5件暗金级装备，估价6000余万，远超之前上千件装备。”叶盛点头后，交易便达成了。哗！交易完成，装备商人淡蓝色影像消散。不过在离开前，还特意给叶盛留了名片，再三叮嘱，下次若还有这种生意，一定要找他，他可以开高价，1个多亿联邦币。等装备商人离开后，叶盛独自一人呆呆地看着账户上的数字，一脸发呆。他没想到这次收获如此巨大，竟会血赚1亿多联邦币。这种事情放在之前，他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个世界属于强者，叶盛感慨。普通上班族朝9晚5，1个月能赚几千块就算不错了。可修士随随便便一件装备便价值数万，乃至数十万，这让叶盛深切感觉到修士赚钱的容易。呼，不管怎么说，我终是走上了这条路。叶盛长舒一口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关掉了银行账户，叶盛打算起身，却临时被一个消息不停跳跃的群聊吸引了目光。这是一个同学群，准确的说，是叶盛高中同学间建立的一个群聊。看着这同学群，叶盛目光不由恍惚了一下。自从高中毕业后，他便没在群里露过面，不为别的，只因这些高中同学没一个简单的，不是家世背景惊人，便是10余岁便转职成功。这个世界，普通人只能等到18岁自然转职，而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则可以高价买转职道具，人为干预，在18岁之前便完成转职，快人一步。他这帮同学中，家中有钱有势的人不少，有些在8、9岁时便完成了转职。到了现如今，这帮同学中已经不乏高手了。叶盛学生时期仅仅一个普通人，很难融入到高中同学的圈子里，只有极少几个朋友。叶盛看着不停跳动消息的同学群，目光迟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点了进去。现如今，他也踏上修士这条道路，而且修为达到了1转100级，也算有资格与这帮同学平等相交了。同学群中，一群同学正聊得火热，消息不停弹出：“谁救救我啊！困在1转100级已经1年之久，这2转鬼师的雷劫该如何去度啊？”一名男同学在群里面叫苦连天。叶盛扫了一眼，认得这男同学，名为周明，家里条件颇为殷实。叶盛记得周明在15岁时便提前转职了，现在已经是一名1转100级高手，与叶盛一样。接下来想要突破这2转鬼师境，就必须度过雷劫才行。这个世界想要跨越一个大境界，就必须要扛过雷劫，先度一重生死关，也就是雷劫，只有扛过去才能顺利晋升。不过这雷劫极为凶险。叶盛虽然没有度过这雷劫，但听旁人谈起，都是谈劫变色，在渡劫时稍有不慎，便会在雷劫下化为飞灰，是真正要命的劫数，以至于不少1转100级强者一辈子停留在这一境界上，不敢去渡雷劫，变得更强。这周明显然也是心存畏惧之心了。这时有人回了周明的消息：“区区雷劫，简单的很，我有办法。”一名同学打趣道。周明以为他有什么秘法，急忙询问道：“你有什么办法？”第11章，一群变态级同学带来的压力。那同学哈哈一笑：“简单，搞一身暗金级装备，保准你度过雷劫。”一身暗金级装备。周明一听，一张脸立刻耷拉了下来。他若是有一身暗金级装备，早就去渡劫了，哪里还在群里面叫苦？一套暗金级装备至少价值数千万，若是套装就更为惊人了，起码也要1亿联邦币，还得通过关系才能买到。他家虽然殷实，但还没这么奢侈。滚！周明骂骂咧咧，知道这小子是在拿他开涮。这时有同学岔开了话题，八卦道：“听说了吗？前不久野外出现了一名不明高手，据说一招灭掉了方圆100里内的所有鬼物，其中不少 BOSS 级鬼物都被秒掉了。真的假的？一招灭掉方圆100里内所有鬼物？”
有人瞪大眼睛，一脸不信：“吹牛吧？难不成是五转大能？”一群同学叽叽喳喳议论了起来，对这八卦新闻颇感兴趣。提起这个话题的同学拍着胸脯道：“自然是真的，我有视频，是有人偶然间拍到的，发到了秘密论坛中。快将视频发出来瞧瞧，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吹牛？”有人催促。叶盛看着众人突然间换了话题，不由一愣，而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须臾，那同学果真将一段视频发到了群里。叶盛点开去看，等看到视频中的内容后，脸色一变。他的预感果然没错，这段视频正是他在枯坟村落施展9天神雷的影像，而且拍摄之人距离自己颇近，似乎就在枯坟村落10余里外，从一处山坡上进行了拍摄，将整个过程都拍了进去，甚至拍到了枯坟村落中自己凌空盘坐的身影。不过由于距离过远，视频极为模糊，加上金色雷电密集落下，带起强烈震动，让视频抖动个不停，使得影像模糊不清，很难辨认出视频中的人究竟是谁。同学群中，不少同学在看了视频之后都炸开了锅，那小子竟然没有吹牛，都被这一视频震惊到了。我的天，还真是，这是什么技能？漫天金色雷电轰鸣，毁灭方圆100里内一切。杀鸡用牛刀，这么强的法术为何在这种低级地图中施展？那视频中有一道身影，像是穿着一身运动服，这是鬼山城哪位大能？大能穿运动服吗？怎么有点扯？还有大能闲的吗？跑到野外这种低级地图施展这种手段？群里议论纷纷。有人凝重道：“你们谁认识这是什么手段？”不清楚，没见过鬼山城哪位大能会这种惊世雷法。这时一名同学郑刚开口了。不同于周明的一转100级等待着渡雷劫，郑刚是已经渡过雷劫的正牌2转鬼师境强者，在一众同学中地位不浅。他声音淡漠道：“这雷法威能不俗，整个鬼山城我也只认得殷商先生能施展得出来。他一身雷法修为惊世，不会是别人了。”殷商先生？有人神色一滞。这殷商先生乃是一位5转鬼王大能，职业乃是雷系隐藏职业，一身雷法的确超凡脱俗。周明提出质疑，可是视频中的人穿着一身运动服，哪像是殷商先生？啊，也对，不少人一致，周明说的不无道理。就连郑刚闻言都不开口了。叶盛听着众人议论，不由一头大汗。他没想到自己的事情会放在同学群里面议论，还有人拍到了自己的视频。郑刚都开口了。郑刚开口后，叶盛目光微凝。他这一帮同学中，郑刚还是颇为出名的，能成功度过雷劫，成为2转鬼师境强者，说明其职业不凡。当然，郑刚也仅仅是出名而已，因为他这帮同学中最起码有10数位达到2转鬼师境，郑刚也只是其中之一而已。甚至于他这帮同学中有3转鬼将乃至4转鬼宗的强者，当然数量不是太多，但足够惊悚了。特别4转鬼宗强者，即便是在修行界都是极其有身份的人。果然，郑刚开口后，不少2转鬼师境的同学开口加入了议论行列。3转鬼将同学则是没有动静，似乎对这种事不感兴趣。我们班花在不在？这种事情得问他。郑刚嘿笑道。有人附和：是啊，我们这位班花上官影修为深不可测，1年前便已经是4转鬼宗，只有他能接触到5转鬼王大能境强者，这未知高手，他应该知道其来历。一众同学嘿笑。叶盛目光复杂，上官影不仅是他们班的班花，更是校花，而且是鬼山城年轻一辈中有名的天骄，年纪轻轻便已是4转鬼宗境。在学校时，叶盛也只与其交谈过一次话。平日里，这等女神都是高不可攀的存在，不仅颜值高，而且修为境界惊世，就连导师都得敬着。这时，上官影竟然真的开口了，冷声道：“诸位，有时间在这里闲聊，不如抓紧时间准备，等待即将到来的联邦大考吧。考上丰都大学才是王道。”上官影开口，同学群里顿时一阵沉寂。片刻，郑刚附和道：“是啊，大家还是全力准备马上到来的联邦大考吧，这才是最要紧的。”周明叫苦道：“你们都是2转、3转大佬，我这1转100级，怕是有点难了。”郑刚道：“联邦大考看的是潜力以及综合评分，你还是有机会的。”联邦大考吗？哗！叶盛关掉了同学群，不再关注。正如上官影所说，全力准备联邦大考才是王道，其他都是细枝末节。另外，比较起这些同学，他刚刚1转100级升起的那一抹自豪感，立刻便烟消云散了。这帮同学中，即便最弱的周明，都已经和他一样达到了1转100级了，只等着去渡雷劫了。
就更遑论郑刚这种2转鬼师境强者了，足有10数位。除此之外，还有好几位3转鬼将境，以及上官隐这位4转鬼宗。比起他们，自己这小小的成就根本不值一提，没什么好拿出来炫耀的。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他们胜在了一早便转职，有充足时间成长。自己也不差，时间虽然短了一些，但有世界排名第1的职业天使，追上他们是迟早的事。呼，还得加把劲呀！叶盛深吸了一口气，给自己鼓劲打气，将心中那一丝骄傲自满很快便剔除掉了。大家联邦大考上见。叶盛一笑，也不知在联邦大考上与这帮同学见面后，他们会是一种什么表情。想一想便觉得有趣。山林中寂静无声，叶盛收敛思绪，摸着下巴，开始思索下一步计划。接下来要尽快突破2转鬼师境。不过，想要突破2转鬼师境也不是那么容易。叶盛沉吟，脑海中想着突破2转鬼师境的条件。第12章，纵横荒野深处。想要突破至2转鬼师境，需要满足2个条件，一个是找到本职业的转职道具，另一个便是度过雷劫。所谓的转职道具，就是一个引子，必须找到转职道具才能照引来雷劫。叶盛摩挲着下巴道：“转职道具只能从 BOSS 身上报取，运气好的话，很快就可以得到。最难的是渡雷劫，不过自己有一身暗金级套装，渡过1转雷劫应该没有问题。”叶盛沉吟，目光中有着一抹期待。雷劫虽然凶险，可一旦渡过，晋升入下一个大境界，力量将迎来一次暴涨。若是评估，一名初踏2转鬼师境强者的力量是普通1转100级强者的50倍。没错，就是50倍。一名初踏2转鬼师境的强者，可以轻易镇杀一名普通的1转100级强者，二者之间差距极大。就算是数十名1转100级强者一起上，也不是一位初踏2转鬼师境强者的对手。但也有例外，装备是一个极大的变数。像叶盛这种装备了一身暗金级装备的怪胎，虽还是1转100级，但力量已经达到了普通1转100级强者的100倍，比初踏2转鬼师境的50倍还要夸张。当然，这也只是相较于初踏2转鬼师境的强者。若是遇到一位老牌2转鬼师境强者，装备了一身2转黄金级装备，便可碾压叶盛这种装备了一身1转暗金级装备的修士。突破大境界才是王道。叶盛目光灼热，突破2转鬼师境后，装备可换成更为强大的2转装备，2转装备的力量增幅将更为恐怖，远不是1转装备可比。叶盛起身握了握拳道：“不想了，先设法取到转职道具再说。”说完，一个纵跃，身影消失在了茫茫鬼雾中，向着荒野更深处而去，要去寻找 BOSS 级鬼物。数日后，一片毒雾沼泽中，绿色毒雾瘴气犹如实质般汹涌，但在一阵漫天金色神雷的洗礼下，这片毒雾沼泽恢复清明，无数鬼物化为飞灰。毒雾沼泽深处，一尊高达10米的巨型白骨骷髅在金色神雷轰击下散架，轰然倒地，爆出了一地装备。若是有人在此看到这一幕，一定会惊讶无比。这尊10米之巨的巨型白骨骷髅乃是一尊1转100级满级 BOSS， 寻常人根本对付不了，怕是需要上百人合力才有可能将其击杀。现在却是被金色神雷直接秒杀了。哗！叶盛的身影闪身出现，站在沼泽地中看向巨型白骨骷髅爆出的一地装备，还是没有。叶盛目光一扫爆了一地的装备，不由蹙眉。这次灭杀掉 BOSS 之后，仍是没能爆出他想要的转职道具。呼，没想到这么难。叶盛吐出一口浊气，有些意外了。没想到转职道具如此难爆。这数日时间内，他一直在寻找 BOSS 灭杀，期待爆出转职道具去渡雷劫，依仗着超越普通1转100级强者100倍的力量，叶盛纵横于荒野深处几乎没有对手。即便是荒野深处这种最顶级的1转满级 BOSS， 都难以挡下他一轮9天神雷的洗礼。没办法，叶盛现在的力量太夸张了，是普通1转100级强者的100倍，再加上9天神雷恐怖的技能增幅，怕是能达到惊人的200余倍。这让他在这荒野深处就犹如自家后花园一样，来去自如。即便是最顶级的 BOSS 都是秒杀。短短数日时间内，死在叶盛手中的 BOSS 便不下20多尊了。可即便如此，也没能爆出本职业的转职道具。休息一下吧。叶盛皱眉，找了一处黑石盘坐了下来，开始恢复体内的能量。9天神雷的技能增幅极为恐怖，但也不是没有缺点，那就是消耗过于惊人了。每次施展过后，叶盛都会感觉自己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短时间内别想再施展第二次，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虚弱期。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叶盛蹙眉，依仗9天神雷灭杀鬼物倒还罢了，若是与人交战，施展一波9天神雷后便进入虚弱期，
那就只剩下任人宰割的份儿了。这是致命的弱点。这几日他也一直在寻求解决的办法，希望控制九天神雷的攻击范围，以此缩减能量消耗。可九天神雷本就是范围性攻击技能，根本无法控制，一旦施展，便要覆盖方圆百里范围，释放出无穷能量，将他体内能量一下子抽空。叶盛已经尝试了多次，想要缩小覆盖范围，但都失败了。毁灭级技能释放起来容易，但想控制那真是千难万难。叶盛一脸无奈，还是学习一门新技能吧。这九天神雷一时半刻怕是控制不了。叶盛打开空间手环，开始翻找。这几日他爆出了不少技能书，在空间手环一处角落堆放着，都快形成一座小山了。火球术不行，这是火系鬼法的技能，自己一个天师学不了。叶盛将一本火红色技能书扔到一旁，又捡起一本。野蛮冲撞也不行，这是鬼战的技能书，也不能学。叶盛一本本挑着，将不能学的都扔到一旁，直到翻了半座小山，叶盛方才轻疑了一声。咦，道士的技能书？这是一门剑术，降魔剑。叶盛手中捧着一本金黄色技能书，虽是道士技能书，但却显示着可学习。没错了，自己现在虽然是天师，但也是从道士二次转职而来。天师本就是道士中更强横的一种存在嘛，道士的技能书自然能学习了。叶盛目光欣喜，看着手中的技能书降魔剑，侦测到可学习技能降魔剑，是否学习？是否学习？叶盛毫不犹豫，选择了学习这门道士技能降魔剑。叮，降魔剑学习成功。普通技能降魔剑 LV1， 道家普通剑术之一，攻击力提升正 5%， 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 2%。 提示：随着技能等级提升，伤害百分比可逐步提升。这么弱？叶盛只扫了一眼，便不由皱眉。这道士的降魔剑增幅属性可谓普通至极，攻击力也才提升正 5%， 虽有对鬼怪类伤害的提升，但也只有正 2%。 叶盛颇为不满，殊不知这才是大众的正常水平。就在叶盛不满之际，脑海中再次响起了提示音。叮，侦测到新技能，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触发，降魔剑自动升级为毁灭级。第13章新毁灭级技能，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触发，降魔剑自动升级为毁灭级金刚降魔剑。金刚降魔剑，果然天赋被动天师之心又触发了。哈，叶盛面色一喜，就是不知道这新的毁灭级技能金刚降魔剑是何种效果。刷，叶盛迫不及待拉出金刚降魔剑的技能介绍。毁灭级技能金刚降魔剑 LV1， 单体攻击技能，道家顶级降魔剑术之一，攻击力提升正 15000%， 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 25000%。 单体攻击技能，叶盛目光一扫，首先看到是单体攻击技能，心中便是一阵狂喜。单体攻击技能远比范围攻击技能消耗低得多，这无疑直接解决了令他头疼的问题。威能提升也这么强？叶盛看去，倒吸了一口凉气。金刚降魔剑攻击力提升竟然高达正 15000%， 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正 25000%。 相比起道士技能降魔剑的攻击力提升正 5%， 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 2%， 强了已经不只是一节那么简单了，太变态了。叶盛震惊。另外发现，因为金刚降魔剑是单体攻击技能，攻击力增幅还要远高于九天神雷。九天神雷的攻击力提升是正10000%，金刚降魔剑则是达到了更高的正15000%。当然，这也不能说金刚降魔剑就强于九天神雷，只能说二者擅长不同。金刚降魔剑单体威能强横，而九天神雷擅长群攻，也就是范围性攻击，这一点金刚降魔剑是比不了的。哈哈，这下自己可就灵活多了，没了虚弱气。叶盛大笑一声。10余分钟后，叶盛体内的能量恢复了大半，决定继续启程，顺便迫不及待想要试验一下金刚伏魔剑的威能。有了金刚伏魔剑这种单体毁灭级技能，击杀起 BOSS 就更轻松简单了，无需每次都释放大范围的九天神雷，造成极大轰动。去哪里？叶盛打开电子地图，很快锁定了一处地方。无头鬼谷，就这里吧。据说此地有一尊无头鬼王 BOSS， 杀了他，也许能爆出渡劫所需的转职道具。叶盛确定了目标，便起身向着无头鬼谷而去。无头鬼谷位于荒野极深处，整座山谷内鬼火森森，无数无头鬼在山谷中飘来荡去。这无头鬼尽皆是一转90级鬼物，使得整个山谷变得极为危险。可这还是其次，在无头鬼谷深处，还有着一尊一转顶级 BOSS 无头鬼王盘踞着。
这才是让无数修士不敢靠近的真正理由。此刻，无头鬼谷中似乎刚经历了一场大战，不少山壁坍塌，化成了碎石，也有不少白色粉末是无头鬼被杀后化成的白色粉末。而最深处，一尊高达10余米的无头鬼王正愤怒地咆哮着，他来回踱步，巨大的脚掌踩踏在地面上，让整座山谷微微震动。而这尊无头鬼王鬼如其名，其肩膀上竟然没有头颅，只有一副高大雄健的鬼躯，双眼、口鼻竟都生在了胸膛之上，像极了神话传说中的刑天。无头鬼王双眼猩红，硕大的嘴巴中满是獠牙，不时攻击着一个金色蛋壳一样防护罩。那金色防护罩中则有4道身影狼狈盘坐着，依仗着这金色防护罩在苟延残喘。而这金色防护罩也颇为惊人，任凭无头鬼王攻击，短时间内竟都破不了。可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金色防护罩上已经裂痕密布，怕是也支撑不了多久了。金色防护罩一破，这其中4人绝无幸免之理，顷刻间就要被无头鬼王生吞活剥掉，逃都逃不掉。此刻，若是叶盛在场，一定可以认出金色防护罩中的4人。这4人不是别人，正是擒他到荒野深处的苍冥小队。也不知何故，竟被困在了这无头鬼谷中，脱身不得，随时都有生命之危。怎么办？我还不想死。秋山身材魁梧，一身战甲尽皆是黄金级装备，但是此刻却是一脸恐惧，望着踱步在外的无头鬼王，感觉到了末日降临一样。灰袍女子离萤此刻也没了之前的从容之色，她一头秀发凌乱，面色苍白，可以说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看到秋山乱了方寸，强自镇定地骂道：慌什么？总会有办法逃出去的。秋山看着外面的无头鬼王，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偌大的汉子竟是哭嚎了起来。逃？不可能逃出去了，这次是绝境，我们苍冥小队死定了。说着，秋山面色狰狞地看向离萤，骂道：离萤，都怪你，非要来对付这无头鬼王。现在好了，我们一个都活不了。秋山怒吼间就要去掐离萤的脖子，这一幕吓坏了小队中其他2人，急忙将他拦下。秋山虽然被制止了，但这一幕却让灰袍女子离萤面色变得极其难看。等到秋山安静下来，苍冥小队一名队员一脸苦笑道：谁能料到这无头鬼王竟然变异了，竟拥有了普通一转100级强者30倍的力量。一转100级的 BOSS 力量常常是普通一转100级强者的10倍力量，强一些的 BOSS 能达到20倍，能达到30倍的绝对是变异了，极其罕见，遇到之后只有躲的份儿。可就是这般罕见，却被他们撞上了。说起来也冤，这一次苍冥小队可谓是做了万全准备前来对付无头鬼王，偶然机会买到了一枚价值300万的极品镇鬼符，可以削弱无头鬼王的实力，再凭借几人的强大战力可以将其灭杀，爆出好装备。却没想这无头鬼王刚刚完成一次变异，战力达到30倍，即便有极品镇鬼符，几人也不是其对手，这才被困在了无头鬼谷。金光阵盘就要撑不住了。一名队员扫了一眼灰袍女子离萤怀中的一块金色阵盘，目露绝望之色。几人之所以还能活到现在，全依仗了离萤的防护法宝金光阵盘。可现在金光阵盘在无头鬼王一次次的攻击下，已经裂痕密布，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第14章再遇苍冥小队。灰袍女子离萤咬了咬嘴唇，看向手中裂痕密布的金光阵盘，脸色同样难看。轰隆！就在几人绝望之际，无头鬼谷谷口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剧烈轰鸣，随之便是一阵强烈的震动，伴随着大量烟尘从谷口方向飘来，像是有强者抵达了无头鬼谷，正在极其蛮横地冲了进来。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离萤、秋山4人都是一愣，下意识向着谷口方向处看去。隐约间可以看到一道强横身影冲入了无头鬼谷中，正在大开杀戒，随手展出的剑光毫无技巧，却能让一转90级无头鬼瞬间泯灭，气息之强悍，令人啧舌。看到这一幕，秋山最先反应了过来，他眼神中一阵狂喜，惊呼道：有高手闯入了无头鬼谷中，我们有救了。苍冥小队其他2人看到这突如其来的转机，也是兴奋异常，没想到绝境中也能迎来一丝生机。离萤一阵诧异，望向谷口方向，眼睛也是异彩连连，看着那道蛮横的身影闯入无头鬼谷，有些震惊道：究竟是什么高手，竟敢一个人独闯无头鬼谷？苍冥小队其他2人肃然道：此人不凡呐。没错，能轻易斩杀一转90级无头鬼，起码也是一位一转100级圆满境高手，不然不会这么强。2人颇有眼力，看出这闯入无头鬼谷的强者，最起码也是一转100级圆满境强者，不是他们苍冥小队可以相比。秋山瓮声大笑道：
是高手才好啊，这样我们才能借机逃脱出去。没错。苍冥小队其他2人闻言，脸上都是露出了笑容。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叶盛经过半日赶路后，终于抵达了无头鬼谷。到达谷口处后，便直接杀了进来。面对如潮水一般涌来的一转90级无头鬼，叶盛丝毫不以为意，开始屠戮起来。拥有普通一转100级强者100倍力量的他，即便不使用任何技能，随手展出的一剑都能轻易收割一片无头鬼。轻松灭杀了一片冲上来无头鬼后，叶盛目光看向无头鬼谷深处，沉吟道：“此行目标乃是无头鬼王，也不知这畜生被人杀了没有。”好！他话音刚落，一声震耳欲聋的鬼笑声便传来了，伴随滚滚阴气从谷内翻涌而出。还活着！叶盛闻声不禁反喜，辨认出这鬼笑声正是出自那无头鬼王。惊喜之下，叶盛加快了速度向深处赶去。片刻之后，便以极其强横的姿态杀入到了最深处。只是杀入最深处后，叶盛目光一扫，神色很快就是一愣。这无头鬼谷深处，除了那尊10余米之巨的无头鬼王之外，竟然还有其他人。一个金色的防护罩，叶盛目光看去，那金色防护罩布满了裂痕，其中似乎还有4道狼狈身影躲藏着。此刻自己到来后，那4道狼狈身影正满怀希望地看向自己。只不过等叶盛看清4人面容后，整个人都不由愣了一下。苍冥小队，是你们？叶盛发呆，没想到在这里撞到了苍冥小队，而且看样子苍冥小队似乎就要被无头鬼王给生吞活剥了。是你！在叶盛认出4人的同时，4人显然也认出了叶盛。4人同样呆住了。仅仅时隔数日，他们自然没有忘记叶盛的道理。不正是当初那个被他抓来凑数的小子吗？怎么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如此强横的强者？其表现出来的战力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远超他们苍冥小队，这属实不可思议。我不是在做梦吧？秋山发呆，对叶盛印象最深。当初是他一把拎着叶盛的后衣领带上船送阵的。当初叶盛只是一个随手便拎起的菜鸟，这怎么仅仅数日时间就变成一名他难以想象的强者？我一定是在做梦，这太不真实了。秋山狠狠在自己大腿上掐了一把，强烈的剧痛袭来，让他反应过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实的。怎么可能？李颖也呆住了，他也认出了叶盛是当初被他们抓来凑数的小子，可现在怎么就变成如此彪悍的强者了？就连他也只能仰望，这前后变化也太快了些吧。苍冥小队其他2人同样傻了，一定是认错了。2人一起开口说道，觉得只是2个长相相同之人，不然当初一个毫不起眼的菜鸟，哪能短短几日变成高手？这犹如神话一样不真实。没错，一定是认错了。秋山急忙点头，就连黎莹也不由暗自认可这个说法。可紧接着叶盛一句话便破灭了几人心中的侥幸。诸位，别来无恙啊！叶盛开口，满含深意地看向4人，那目光中的神色颇为玩味。4人闻言，刹那五雷轰顶。叶盛这一句话无疑确认了身份，真的是你！黎莹难以置信地看向叶盛，秋山下巴差点掉下来。不是我还能是谁？叶盛摊了摊手，一脸玩味地看着4人。当初4人如拎蝼蚁般将带上了传送阵，现在他已是一转100级圆满境强者，远不是苍冥小队几个一转90级高手可比。那个前辈，都是误会。秋山的求生欲极强，见势不妙，转变极快，竟是开始主动向叶盛服软了。苍冥小队其他2人见状，也是连连叩首哀求。为了活下去，那一点可怜的面子可以直接扔掉。他们虽然不清楚叶盛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强大，但现在叶盛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叶盛目光一扫，看向了一身灰袍的黎莹。黎莹神色倔强，心中的傲气不容许他向叶盛低头。可在秋山3人的哀求下，黎莹脸上的神色变得一阵青一阵白。最终黎莹还是开口了：“前辈，还请救我们出去。”黎莹冲着叶盛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一张俏脸已是臊得通红。当初他有多么瞧不起叶盛，现在就有多么瞧不起自己。第15章金刚降魔剑之威。救你们出去？做什么春秋大梦？叶盛一声冷笑，打算先收拾了无头鬼王，目光向无头鬼王看去。变异了。叶盛一打量，便看出了这尊无头鬼王的气息格外强大。叶盛估算，这尊无头鬼王的战力达到了普通一转100级强者的30倍，而他之前遇到的 BOSS 大多只有10倍，最多20倍而已。好！无头鬼王一声咆哮，大踏步向叶盛冲来。来得好！叶盛目光平淡，
丝毫不将这无头鬼王看在眼里。他的战力远超着无头鬼王，达到了100倍。若是再加上毁灭级技能金刚伏魔剑的增幅，最终战力能达到260倍。没错，就是260倍。除却一身暗金装备的100倍之外，单单毁灭级技能金刚伏魔剑就能再度让叶圣战力飙升160倍，两者相加便是惊人的260倍。260倍对30倍，几乎就是碾压。大地震动，无头鬼王奔跑起来，像是一座小山，牵动整座无头鬼谷发生了小型地震，并伴随大量滚滚阴气如阴云一样向叶圣翻滚而来，气势骇人。见状，叶圣面色毫无波澜，而如此威势下，苍冥小队4人却是不吭声了。叶圣能否救他们，还要看是不是这无头鬼王的对手。若不是，一切都是白搭，要和他们一起死在这无头鬼谷中。哗！叶圣手中白玉长剑陡然亮起了刺目金光，脚下竟是扩散出一面巨大的金刚八卦阵图。阵图中金光汹涌，有繁复玄妙的八卦阵图流转。一瞬间，叶圣脚踩八卦阵图，沐浴金光，加上他一身白袍，刹那显得超凡脱俗。黎莹像是重新认识了叶圣一番，眼睛瞪得老大，这哪里还像是之前的那个菜鸟？好！无头鬼王奔袭速度极快，眨眼便来到了叶圣近前，一声咆哮，屋顶一般的手掌拍来，阴风阵阵，即便只是掌风都能将大石粉碎。轰！叶圣斩出一剑，一剑斩出，无数金刚降魔符文在虚空飞舞，伴随着一道巨大的金色剑芒横空而出，斩向面前的山谷。若是从高空看去，宛若一名白衣剑仙斩出一道巨大金色剑光，淹没了整座山谷。而山谷中，剑光斩下后，无头鬼王首当其冲，小山一样的身躯在接触到剑光的瞬间便开始融化了，接着是手臂，再到双腿一一融化。只眨眼间，这尊拥有30倍战力的 BOSS 竟是直接化作了虚无。轰！一声巨响，剑光在斩杀了无头鬼王之后，余下剑光斩落在了后方山谷中，让整座无头鬼谷剧烈震颤，掀起了漫天烟尘。有无数金刚降魔符文在飞舞，净化着周围的重重鬼物。一时间，整座无头鬼谷中寂静无声。等到烟尘散去后，黎莹4人呆呆地看着被夷为平地的无头鬼谷。秋山一脸呆滞，他看到了什么？一剑！叶圣只用了一剑便斩杀了战力30倍的无头鬼王。黎莹也懵了，他原以为会有一场恶战，却没想到结束的如此突兀。那可是拥有30倍战力的变异 BOSS 啊，他们小队拼尽全力都不是对手，却被叶圣秒杀了，这差距得有多大？黎莹发呆，叶圣的力量层次似乎已经到了他们难以想象的程度。不错，叶圣没有理会4人，而是看着无头鬼王蒸发处咧嘴一笑。金刚伏魔剑的威力让他相当满意，260倍的战力让他成为怪胎中的怪胎，就算是装备一身一转传奇级装备也不过如此了吧。叶圣一笑。另外，若论单体厮杀，金刚伏魔剑远比9天神雷要强，威力大了不止一筹，而且消耗也很小。叶圣感受了一下体内的能量，发现一记金刚伏魔剑只消耗自己大概20%的能量，也就是说自己可以连续斩出5剑。对此，叶圣颇为满意。金刚伏魔剑威能如此强大，他就不信有人能撑过他5剑之威还不死。另一侧，轰！无头鬼王被秒杀之后，装备大爆，尸体处像是下起了装备雨，上百件装备如雨点一般喷涌而来。装备落在地面上后，冲起了各色光柱，照亮了整个寂静的无头鬼谷。一时间五彩缤纷，直接闪瞎了黎莹4人的眼睛。爆了，还是大爆！看着喷涌而出的装备雨，黎莹4人的眼睛刹那都红了。这原本可都是属于他们的啊，现在全都便宜了叶圣。天哪，那是暗金装备！秋山突然瞪大眼睛，看到有数道暗金光柱掉落出来，冲起了惊人的暗金光柱，这让4人呼吸急促。这一刻，就连黎莹的眼睛都红了。他们4人虽然个个都有一身黄金级装备，但始终没能拥有一件暗金装备，这一直都是他们的遗憾。要知道，一件暗金装备可是能够提升10倍战力啊，远比黄金装备强大的多。秋山口水直流，死死盯着那几道暗金光柱，恨不得将其揉进自己的眼睛里。叶圣扫了一眼，却是不以为意。一转暗金装备而已，他早已凑齐了一套，就算爆再多，对他也无用了。轰！突然间，一道橙色璀璨光柱冲霄而起，这道光柱极为惊人，甚至都冲散了天空中的阴云，表现出来惊人的异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叶圣都不由看了过去。什么？传奇级装备？黎莹4人差点咬了舌头，
一脸难以置信。这橙色光柱出现的让众人猝不及防。怎么可能？黎莹失声惊呼，像是做梦一样。这无头鬼王竟然还出了一件传奇级装备！传奇装备？叶盛也愣住了，眼中满是意外之色。没想到自己撞了大运，会出一件传奇级装备。传奇级装备可以提供无与伦比的属性的同时，爆出的几率也太小了，这使其变得无比珍贵。无头鬼王能出一件，这运气只能用红道发紫来形容了。一时间，叶盛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第16章，这小子怕是凶多吉少，自己这运气还真是好到爆表。叶盛感慨一声，叮！这时，一个白色光团滚落了出来，并发出一声清脆的叮声，声音吸引了叶盛目光看去。这一看，叶盛神色大喜，只见那白色光团中是一缕白色羽毛，羽毛洁白无瑕，散发着乳白色光晕。叶盛看到这白色羽毛，竟是比看到传奇装备还要高兴。转职道具终于爆出来了，叶盛哈哈大笑。转职道具，这可是他心心念念之物，这数日时间一直在为此奔波，一旦得到，便可照应雷劫，去突破至二转鬼师境了。而转职道具的光晕皆是白色，借此可以确定这就是转职道具无疑。好好好，叶盛一连到了3声好字，这一次可谓收获颇丰。旋即，在黎营4人羡慕的目光中，叶盛迈步向着这些装备走去。小子，我劝你别动！一声冷笑突然传来，笑声冰寒，充满了捉弄之意。这让叶盛脚步一滞，下意识扭头看去，便见远处山坡上，不知何时已经站了2道身影。这2人负手而立，怪笑着盯着山谷中的叶盛，同时目光则贪婪地看向那道传奇橙色光柱，其目的已经不言而明了，是奔着这件传奇装备而来，是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看到2人，叶盛目光微凝，看出这2人都是二转鬼师境强者。二转鬼师境绝对能进入高手行列了，毕竟是成功度过一次雷劫的强者，在各大集团势力中，二转鬼师竟能轻松担任客卿，年薪上千万。对于任何一个势力来讲，二转鬼师境都是中坚力量。之前弟弟陆明还炫耀称有二转鬼师境强者带他升级，待遇极高。这2人怕是被冲霄而起的橙色光柱吸引而来。叶盛瞥了一眼冲霄的橙色光柱，这光柱即便在100里外也能清晰看到，再凭借二转鬼师境强者的速度，眨眼便到。麻烦！叶盛蹙眉，面对这2人时，他倒也没觉得什么，只是略感有些麻烦而已。他现如今的战力，在施展毁灭级技能金刚降魔剑的情况下，能达到惊人的260倍，而眼前这2人虽是二转鬼师境，但气息似乎只有80倍左右，比起自己的260倍差了不止一筹。虽是二转鬼师境，但一样可信手捏死。是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不远处，黎营4人面面相觑，没想到半路会杀出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这小子遇到了麻烦。秋山小声道。苍冥小队其他2人也点了点头。一时间，3人的目光都活络了起来，不时瞟向不远处爆出的装备。小子，你运气不错。白子良笑容阴鸷，负手而立，随意的上下打量着叶盛。哥，应该是我们运气好才是。一旁白子旭嘿嘿一笑，他已经看出来了，叶盛只是一名一转修士，一转修士面对二转鬼师境强者一点机会都没有，更何况他们足有2位。传奇级装备虽是叶盛爆出来的，但既然被他们撞见了，那么就是他们的了。所以与其说是叶盛运气好，不如说是他们运气好。叶盛根本没机会将东西从他们面前带走。把东西给我们，饶你不死！白子良伸出一张手掌，戏谑地看向叶盛，他这是要明着欺负叶盛境界低了。白子旭眼热，一件传奇级装备，即便是他们这种二转鬼师境强者也得重视。哼！叶盛冷哼，懒得理会2人，转身便要将装备悉数收起。嗖！一道刀光从背后袭来，极为刁钻。叶盛身体横移，避开这道刀光。轰隆一声巨响，远处的大山被刀光斩中，强大的威能让大山崩塌，掀起漫天烟尘。这一手刀光极为阴毒，若不是叶盛躲得还算及时，身体怕是要被斩成2半。白子良收刀，一只手摩挲着刀刃，轻笑道：“小子，我说过，那东西是我们的。”找死！叶盛双眼闪过一抹戾气，而这时异变再生，秋山、黎营4人竟是暴起，趁着叶盛被拖住，以极快速度冲向一堆装备。一人抄起一件装备后，转身便向谷外逃遁，动作行云流水，极为果断。而且4人也极为聪明，并没有选择那件传奇级装备。知道这件装备是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
志在必得之物，不会让他们溜走，只选择了其中较为珍贵的暗金装备。黎莹则不同，竟是选择白色光团。他早已通过叶盛的眼神看出，叶盛对此极为在意，他就是要恶心一下叶盛，将转职道具带走。四人速度极快，毕竟是一转90级高手，抱起之后加上逃遁，前后也只用了不到1秒时间，人影已经逃到了谷外。这一幕让叶盛心底直接升起了一股无名之火，特别是那黎莹，确实恶心到他了，竟然带走了转职道具，这可是他数日时间辛苦得来的，找死！叶盛一声怒喝，声音震动山谷。自踏上修行路之后，他还从未如此动怒过，也从未见过苍冥小队这般无耻之人，前后反复挑战他的底线。叶盛转身打算收起装备追上去，白子良二人见状嘿嘿一笑，就要上前拦下叶盛。小子，我说了，把东西留下。白子良目露嘲讽之色，封住了叶盛的去路。这一刻，这二人的容貌在叶盛眼中一样变得面目可憎。去死！叶盛这一刻彻底没了耐心，双目阴沉，斩出一剑。无头鬼谷外，哈哈，逃出来了！秋山大笑，一脸兴奋，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其他二人也是一脸欣喜，不仅逃出来了，还一人得到一件暗金装备，痛快！哈哈，此行没有白来，那小子怕是要被气死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想起叶盛，二人便是一阵大笑。黎莹看着手中的白色光团，也微笑道：“他能否活下去，还是一说呢？”没错，那可是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这小子凶多吉少。二人附和：“走吧，迟则生变。”黎莹还算谨慎，提醒道。这时，一声剧烈轰鸣从无头鬼谷方向传来，几人下意识扭头看去，接着面色蜡白，看到了令他们绝望一幕。第17章，斩了4个狗东西。在黎莹4人目光中，只见无头鬼谷方向腾起一道巨大的金色剑光，瞬间让整座无头鬼谷崩塌。接着，无头鬼谷中便没了动静，安静的令人害怕。须臾，只见一道白袍身影从无头鬼谷中纵跃而出，不是叶盛，还能是谁？至于白子良那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一点动静都没了。怎么回事？那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呢？秋山4人一脸骇然，这结束的也太快了。叶盛不是应该与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纠缠一番，甚至被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斩杀吗？可怎么转眼间叶盛便跃出了无头鬼谷，反倒是2名二转鬼师境强者没了动静。黎莹眼中浮现起一抹恐惧之色，那2人怕是已经被杀了。什么？秋山骇然，不可置信。黎莹猜的没错，就在方才，叶盛只一剑便秒杀了白子良2人。白子良2人到死都一脸不可置信，天下间竟然还有叶盛这种怪胎，力量达到了260倍。等2人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直接被叶盛一剑给蒸发了。快逃！秋山以及小队2人目露恐惧之色。这一刻，3人真的是害怕了，浑身都在颤抖。特别是看到那道如魔神一般的白袍身影急速追来，一抹绝望在3人眼底升起。这个怪胎连二转鬼师境强者都能灭杀，还有什么是他的对手？唰！可惜叶盛的速度太快了，浑厚的能量在体内运转，即便没有任何身法，也是急速。转眼间便堵住了4人的去路，一脸冰寒的看向4人。饶命！秋山3人直接就跪了，匍匐在地痛哭流涕。完了！黎莹却是一脸绝望，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清楚得很，叶盛不可能放他们离开。死！叶盛含怒出手，一道金色剑光闪过，直接淹没了4人身影，懒得和这4个狗东西浪费唇舌。轰！一剑过后，山林中直接被离出一道长长的沟壑，4人直接就被蒸发了个干干净净，只留下了4枚空间手环。哗！叶盛招手将4枚空间手环收起，一番搜索，在黎莹的空间手环中找到了白色光团，看到转职道具还在，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此行总算没有白费。离开此地吧。叶盛目光四下一扫，纵身一跃，很快消失在了山林间。此去，有了转职道具便能照引雷劫，步入二转鬼师境了。半个小时后，无头鬼谷一道身影急速而来，气息同样是二转鬼师境。轰！身影落在无头鬼谷中，强大的力量让周围地面皲裂而开。这道身影极为强横，直立而起后，看到是一名中年人。中年人一身战甲，身上的装备可谓极为豪奢华丽，每一件装备都散发着暗金色光芒，竟是穿戴了一身暗金级装备，气息如渊般沉厚。不仅如此，这中年人的一身暗金级装备可不是一转装备，而是惊人的2转暗金级装备。
单单这一身装备就能让他战力提升100倍。注意，是相较于2转鬼师境强者的100倍，不是1转强者。比起叶盛不知生猛了多少。叶盛若是在此，怕是即便依仗毁灭级技能金刚伏魔剑，也未必是此人对手。二人的境界相差太大，装备级数也不在一个层次。此刻，白廷玉面色阴沉地打量着无头鬼谷中凌乱的景象。就在方才，他带出来的2名白家子弟白子良、白子旭，生命信号竟然消失了。生命信号的消失，这代表着2人已经身死，不然生命信号绝对不会消失。子良、子旭的生命信号就是在这里消失的。白廷玉脸上积聚的阴云都快滴出水来。他白家2名杰出子弟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给杀了。他白家纵横鬼山城数十年，还从未遇到过这等事。谁不是一听是白家人便要绕道而走？白廷玉一番搜索，果真在一堆乱石中找到一颗头颅。这颗头颅的脸上满是血污，仔细辨认后，白廷玉认出正是白子良的脑袋。白子良表情惊恐，分明是临死前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子良，白廷玉忍不住痛哭。白子良、白子旭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对2人白廷玉给予了厚望。2人也不负所望，年纪轻轻便成功度过了雷劫，是白家年轻一代中的新星，前途无量。可现在一切都成空了。搜魂符，白廷玉收拾悲痛之情，取出一枚满是符文的符箓，阵阵阴气从符箓上溢出。他将一滴鲜血滴在那血色符箓上，接着双手一搓，这张搜魂符便立刻燃烧起了幽绿色鬼火。幽绿色鬼火笼罩住了白子良残余下来的头颅。片刻，白子良头颅上竟浮现出临死前的一幕记忆影像。那影像中可以看到一道白袍身影展出了一剑，这一剑威能浩大，有漫天八卦符文飞舞。接着斩中了画面，画面唰的消失，极为短暂。白廷玉看着影像，面色阴沉。这搜魂符可以将死者生前最后一幕记忆搜索出来，形成画面影像。当然，这有着时间限制，一旦超过1个小时，即便是价值数百万的搜魂符也起不到效果。白子良死去刚刚半个小时，还没有超出这个时间范畴。白袍身影，白廷玉蹙眉，那白袍身影看着极为陌生，可惜有金光遮蔽，此人面容有些模糊，根本看不清楚。不过也没关系，这追踪符可以记录此人的气息。白廷玉再次祭出一枚符箓，追踪符。这枚追踪符漂浮在虚空，微微发光，将周围一切气息收拢了起来，记录进去。若是再遇到记录中的气息，追踪符便会发光，确定追踪之人的身份。而且追踪符可以提供出逃窜之人的大概方向，一旦面朝逃窜之人的方向，追踪符也会发出微光，使人确定追踪的方向。当然，追踪符效果如何要看其品质。白廷玉手中这枚追踪符显然品质是极品，怕是价值上千万了。哼，小子，你逃不掉，我白家的人岂是那般容易杀的？白廷玉眼中浮现一抹戾气。第18章传奇级装备。1日后，荒野极深处，一支5人小队正在谨慎前行。这支5人小队实力极强，每一人都是1转100级圆满境强者。可即便是这种强大小队，在进入荒野极深处后，也得小心谨慎，时刻提防着强大鬼物以及鬼潮的袭来。唰，休息一下吧。小队的队长身材壮硕，停下脚步，他气息略微有些凌乱，长时间的赶路使得体内能量消耗极大。张奎摆了摆手后，便寻了一块黑色大石盘坐了下来，开始恢复体内能量。小队其余4人也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也快支撑不住了。在这荒野极深处，众人的精神始终处于紧绷状态，时间一长便难免让人疲累。队长，我们已经进入荒野极深处半个月了，什么时候回去？4名队员坐下后，其中一名年轻人王宇抱怨道，他快撑不住了。在这半个月时间内，小队灭杀了4尊 BOSS， 应对了2波突如其来的鬼潮，还有一次阴兵过境，差点就陷在其中出不来。其余3人也都看向队长，显然也都有了退走的想法。张奎摸了摸满是胡须的下巴，看了疲累的几人一眼，苦笑道，再过2日，我们便回去吧。他也清楚，若是再不退出荒野极深处，小队可能会出问题。4人闻言都是松了一口气，身体都放松了下来。王宇更是嘿嘿一笑，这次收获了不少高品阶装备，回到鬼山城卖掉，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足够他挥霍一阵子了。想着接下来的奢靡生活，王宇放松了下来。小心，有人！张奎突然暴喝一声，提醒4人。4人刚刚松懈下来的身体立刻又紧绷了起来。嗖！片刻，一道身影从山林中穿出。这道身影面容年轻，气息普通，
虽也是一名一转100级高手，但气息没有任何增幅，就只是普通一转100级高手而已。可我还以为是什么高手。王宇看到来人，不由撇了撇嘴，身体再次放松下来。张奎他们这支小队的5人，每一人气息增幅都在20倍或是30倍，就连最弱的王宇也都气息增幅了10倍，有着一件暗金级装备。眼前年轻人气息没有任何增幅，就是普通一转100级高手。小子，吓我们一跳，不补偿一下吗？王宇见年轻人穿出山林后，便要继续赶路离开，开口让年轻人停下了脚步。年轻人蹙眉，扭头向王宇5人看来。张奎却摆了摆手，笑着冲年轻人拱手道：“误会，阁下自便。”闻言，年轻人点了点头，也不再理会张奎5人，继续纵身一跃，消失在了远处山林中。等到年轻人离开之后，王宇不满地说道：“队长，干嘛放着小子走？多好的敲竹杠机会啊！”张奎呵斥道：“在这荒野极深处，莫要节外生枝。”王宇不以为意，直到自家队长太过谨慎了些。山林中，叶盛赶路，正是方才那名气息普通的年轻人。这伪装手环还真是好用。叶盛一边赶路，一边看向手腕上的一枚金色手环。这枚金色手环正是前不久爆出的传奇级装备，名为伪装者之环，具备非常多的功能属性。首先，这伪装者之环是一枚空间手环，其内空间极大，足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远不是之前联邦免费发放的廉价空间手环可比。有了这么大的空间，叶盛今后便无需再为装备太多放不下而头疼了。其次，这枚伪装者之环还有伪装、隐遁2大神级技能。伪装可以将自身气息伪装成任何一种气息，叶盛尝试过，竟能将自身气息伪装成3转鬼将境强者的气息，再高便不行了，似乎受限于自身等级。方才张奎等人感知到自己只是普通一转100级修士，便是这伪装者之环之功。隐遁就更为离谱，让持有者短暂进入隐遁状态，肉眼无法观测到，气息全部消失，维持3秒。虽只有3秒隐身状态，但却是刺杀神技。3秒时间看似很短，但却足够一名强者将一个人杀几10次了。可惜了，这伪装者之环对于刺客来讲乃是神器，对我嘛，就可有可无了。叶盛摇头，有些失望。不过好歹是一件传奇级装备，价值惊人。距离雷山涧不远了，叶盛确定了一下方向。此行他要前往雷山涧渡劫。这雷山涧环境极其特殊，拥有一种莫名磁场，可以搅乱雷劫，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雷劫威力。很多强者在渡劫时都会寻找这种特殊的天地环境，提升自身渡劫的成功率。雷劫极为凶险，再谨慎都不为过。叶盛宁愿赶路1天到雷山涧，也不去自大的直接渡劫。毕竟是第一次渡劫，毫无经验，还是稳妥一些为好。叶盛稳重道。半个小时后，叶盛终于抵达了雷山涧。雷山涧光秃秃的，山石焦黑，是经常有强者在此渡劫导致。雷劫落下时，会将周围树木植被尽皆化为飞灰。雷山涧中寂静无声，叶盛看到没人，松了一口气。他可不想在渡劫时被人打扰。雷劫本就凶险，若是中途被人搅扰，将是致命的。就在这里吧。叶盛随意找了一块黑色大石盘坐了下来，面色旋即变得严肃，手掌一探，掌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白色光团。白色光团光晕柔和，叶盛定睛看去，只见白色光团中漂浮着一枚白色羽毛，正是从无头鬼王身上爆出来的转职道具。这就是天师的转职道具？叶盛好奇打量，转职道具各有不同，可谓千奇百怪。譬如一位战士，转职道具可能会是一把断掉的长剑，也可能是一柄残破的斧子，什么样子的都有。这白色羽毛也不知有何寓意。叶盛自语，盯着白色羽毛看个不停。算了，不讲了，还是尽快渡劫，踏入2转鬼师境才是王道。想到这里，叶盛深吸一口气。对于2转鬼师境，他向往已久。第19章，一剑斩灭了雷劫。一旦捏碎转职道具，便会开始2转。叶盛盯向手中的白色羽毛，转职其实极为简单，只要等级达到1转100级，再捏碎转职道具，肉身便会开启蜕变过程，向着2转鬼师境进化。但这种生命体由弱变强本就是逆天行，有违天道运行法则，一旦被至高规则感应到，便会降下雷劫，磨灭掉逆天行的生命体，维持天道规则的运转。这便是雷劫的由来。想磨灭我可没那么容易。叶盛一笑，径直捏碎了手中的白色羽毛。白色羽毛碎裂，化作了点点白光，没入叶盛体内。一时间，叶盛的身体被无数白色光点笼罩，而点点白光没入叶盛体内后，也像是帮叶盛消融了某种隔膜。
没了这层隔膜的阻碍，叶盛肉身开始蜕变了，皮肉筋骨在能量的滋养下变得更为强劲，血液如沸腾的岩浆，不停驱除杂质，变得更加纯粹。五脏六腑散发微光，开启了进化。在叶盛肉身蜕变的同时，雷山涧上空劫云开始缓缓汇聚，是至高规则有感，有生命体在进化。劫云越聚越厚，渐渐地变得漆黑如墨，并且遮拢了方圆百里范围，让方圆百里范围的天地都阴暗了下来。随着劫云的出现，万鬼蛰伏，让方圆百里范围内变得一片死寂。轰隆！一声闷雷声从劫云中响起，噼啪！随着闷雷声响起，豆大的雨点从漆黑的劫云中落下，狠狠砸落在雷山涧中。一滴雨珠打落在一截漆黑的枯木上，爆裂成水花，进入周围干裂的土壤中。来了吗？叶盛抬头看向笼罩在自己头顶上方的劫云，感受到了一股浩大的天地之威。雷劫，不知拦下了多少高手不敢去面对他。自己的同学周明便拖延了整整1年时间，始终不敢去渡劫。而此刻，叶盛直面雷劫。来吧！叶盛双目金光大亮，此刻他体内的蜕变正在进行，向着二转鬼师境蜕变。但蜕变还需要时间，一时半刻完成不了。若是中途没有撑过雷劫，身体化为飞灰，一切都将终止。可一旦度过雷劫，跨入二转鬼师境，将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一切都将变得不同。咔嚓！蓦然间，劫云在一阵酝酿后，陡然间降下了第一道天雷。这道天雷蜿蜒如一道粗大巨蟒，出现的瞬间便照亮了整片漆黑的天地。数十里外，有人渡劫。张奎震惊看着突然间漆黑下来的天地，王宇等人也都震撼莫名，齐刷刷起身，顾不得再休息了。几人都是一转100级，对于渡劫自然不陌生。他们接下来想要跨入二转鬼师境，都要度过这一关，对于雷劫都极为敏感。是雷山涧方向。王宇一声惊呼，看向雷山涧方向。是什么人在渡劫？张奎一脸震撼，看着劫云笼罩的雷山涧方向，眼中神色既惊讶又佩服。惊讶的是，居然能碰到有人渡劫，向着更高境界进化；佩服则是谁都知道雷劫极其危险，不是那么好渡的，一旦开启便不能停下。若是没有做好万全准备，那么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身死道消，在雷劫下化为劫灰。正是因为如此危险，不知拦下了多少一转100级强者不敢踏出这一步。就比如张奎5人，几人都是一转100级强者，早已到了可以渡劫的时候，就连转职道具也都一早准备好了。可就是迟迟不敢捏碎转职道具去面对这一刻，始终觉得自己还差了一点，总想着再准备准备。特别是张奎，他已经停留在一转100级5年之久了，一身战力达到了普通一转100级高手30倍。可即便如此，内心的惧意也让他迟迟不敢去面对雷劫，踏入更高境界。这就像是心魔一样，想渡又不敢渡，日日夜夜折磨着张奎。此刻，张奎抬头遥望着雷山涧方向，眼中神色复杂。看到此人敢于直面雷劫，眼中不由闪过一抹钦佩之色。单单这份胆量，就比他强多了。是什么人在渡劫？王宇也一脸震撼地看着。他困在一转100级也1年之久了，不敢去渡劫，也不知此人能不能成功。小队中一人面色凝重道：难。另一人径直摇头，不怎么看好。是啊，难。张奎苦笑道：能成功闯过雷劫的10个能有2个就算不错了。此人虽然有胆量，可结果总会让人认清现实的。是啊，几人感慨，雷劫若是那么好渡，他们早就去渡了。这些年他们已经看到不少同级高手死在雷劫下了，此人也不知能挺过几道雷劫。张奎说道：雷劫共有9道天雷，只有硬扛过9次天雷，劫云才会消散。一旦扛过，渡劫者便成功了，可以踏入二转鬼师境。王宇嘿笑：我看一道都难。轰！这时一道蜿蜒天雷从劫云中冲下，照亮了漆黑的天地，直冲向下方的雷山涧。来了，开始了。张奎几人目光一缩，知道雷劫开始了。很快，雷劫降下后，一道金色剑光随之从雷山涧方向腾起。金色剑光惊世，伴随着漫天八卦符文飞舞，撞向了天雷，竟是选择了硬汉。接着，在张奎几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那威势绝伦的天雷竟是被这道剑光直接斩灭了。没错，就是直接斩灭了。天雷被斩灭之后，连劫云都是一阵寂静，像是在发呆，也没料到有人可以斩灭雷劫。什么？一剑斩灭了雷劫？张奎几人都懵了。他们也算是见识过大场面的人了，可斩灭雷劫这种事还是这辈子第一次见。一般人渡劫都是设法防御，哪有主动进攻的？
这雷山剑中人不仅进攻了，而且还斩灭了第一道雷劫。怎么可能？张奎傻了，第一次见这种渡劫方式。就在几人发懵之际，劫云也像是被触怒了，酝酿片刻之后，第二道天雷轰然落下。这一道天雷威能瞬间暴涨了10数倍，狠狠砸向了雷山剑。第20章，这是什么怪胎？渡劫如喝水。第二道天雷威能浩大，雷劫被斩，仿佛也触怒了劫云。而雷山剑中回应雷劫的又是一道金色剑光腾起，降下的天雷再次被斩灭了，一样显得轻松无比。这一幕差点让张奎几人惊掉了下巴，总感觉这位渡劫之人不像是在渡劫，反倒是在度假。接着第3道天雷，第4道天雷，第5道天雷，都是被雷山剑中的怪物一剑斩灭，每一次都极为轻松。数分钟后，张奎看着接连斩灭了8道天雷的雷山剑方向，一张脸都麻了，只剩下最后一道了。张奎道：那雷山剑中的怪物只要再撑过最后一道天雷，这雷劫便结束了。轰！第9道天雷极为浩荡，雷山剑中的人似乎也变得认真了，一道无比璀璨的金色剑光腾起，这一剑像是使出了全力，撞向第9道天雷。轰！金色剑光如一道金虹，在张奎等人眼中，不可思议的一幕上演了。这一剑不仅斩灭了第9道雷劫，而且还顺势而上，竟将空中的劫云都搅散了。看到这一幕，张奎几人彻底傻了，他们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听说劫云都能被击散的。王宇傻了，在那么一瞬间，他都觉得这雷劫不过如此，就算是换做自己上也一样能行。好在他还没冲昏头脑，知道这是雷山剑中的怪物过度强大才能做到，换作是他，怕是没这么容易。这雷山剑中究竟藏着什么怪物？良久，小队中其余3人方才张口结舌道，有被震撼到。张奎神色肃然，我们去雷山剑瞧瞧，究竟是怎样一位怪胎。说完，张奎也不等几人反应，率先纵跃而去，向着雷山剑赶去。王宇等人一愣，接着也紧随了上去，同样对雷山剑这位猛人有着好奇之心。几人速度极快，毕竟都是一转100级圆满境强者，只用了数分钟时间，便遥遥看到了雷山剑。张奎放慢了速度，有些忌惮地望向雷山剑方向，不敢再急速赶路了。那名怪胎刚渡完劫，此刻怕在酝酿修为，此刻若是冒失冲出去惊扰了对方，他们怕是一个都活不了。王宇几人也是一脸谨慎，跟在张奎身后。若非有着极度的好奇心，他们也不敢来此探查。片刻之后，几人穿出了山林，看向了焦黑一片的雷山剑。特别是王宇瞪大了眼睛，想要见识一下究竟是哪路猛人，渡劫竟然如此轻松。这等人物想必在鬼山城都是极负盛名之辈。透过山林，张奎、王宇等人看到了一片焦黑的雷山剑。雷劫刚刚结束，不少焦黑大石还冒着青烟，地面上无数道细碎雷电游走，没有尽数退去。就在焦黑一片的雷山剑中，几人在一颗大石上看到了一道盘坐着的身影。那身影全身仍旧沐浴雷光，闭着双目在酝酿修为。在他身上，一转修士的气息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羡慕的二转鬼师境的修为气息不断溢散而出。这气息虽是出他二转鬼师境，但的确是二转鬼师境无疑。只是张奎等人在看清盘坐身影的面容后，一个个不由愣住了。这怪胎他们竟然都认识，不，准确的说是见过。就在前不久。怎么会是他？王宇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看着黑色大石上的身影，眼珠子差点惊掉下来。张奎等人也愣住了，黑色大石上的身影他们都见过，就在前不久，这道身影路过了他们的休息地。王宇还打算找茬，被张奎制止，才没有闹出矛盾。王宇见到他还颇为不屑，认为只是一名普通的一转100级修士，可就是这样一个被他们当作普通一转100级的修士，却是一个惊世怪胎，渡雷劫如喝水一般简单。怎么会是他？张奎也懵了，认出了叶盛。他清晰记得前不久见到叶盛时，叶盛都不如他们小队中最弱的王宇，可现在这名普通一转100级修士竟是那惊世怪胎。雷山剑中，叶盛一身雷电噼啪作响，身上溢散着属于二转鬼师境的修为气息。他闭目感受着身体中的变化，内心喜悦，只觉得这一刻的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顺利突破二转鬼师境后，一直困扰着叶盛的那层桎梏终于消失了，身体像是重新放空了一样。如果说之前的身体像是一个已经装满了水的瓶子，无法再容纳更多的能量变得更强，那么现在这个瓶子不仅放空了，而且容量变得极大，是之前的瓶子的10倍容积，可以继续往其中蓄水，积蓄更多的能量，变得更加强大。
这就是二转鬼视境吗？叶盛喜悦，像一个孩子一般。到了二转之后，变化实在太多了，一切都像是重新开始。力量可以再度提升，猎杀怪物可以继续积累经验升级，技能也可以变得更加强大。最重要的是，可以装备二转装备了，这绝对是一项质变。装备太重要了，特别是高品质装备，这一点在一转时已经验证了。而二转装备远比一转装备要强大得多。一身一转暗荆棘装备够强大了吧？提升100倍力量，堪称恐怖。可一身一转暗荆棘装备却未必比得上一件二转黄荆棘装备提供的力量强大，这是层次上的差距，不能以量弥补。二转装备蕴含的能量更多，战力更强。之前叶盛能杀了2名二转鬼失境强者，也实属侥幸。那2人只是出他二转鬼失境，等级不超过2转10级，很多装备还都不能穿戴。只有2转之后，基本的战力提升。也怪2人倒霉，遇到叶盛这种怪胎。一身暗金装备倒还罢了，加上毁灭级技能，增幅达到恐怖的260倍，想活都难。二转装备只有2转以上强者才能穿戴，自己再次有了极大的提升空间。叶盛欣喜道：“刷！”叶盛睁开双目，他早已察觉有人靠近了雷山涧，躲在远处观察着自己。不过晋升二转鬼视境之后，叶盛感知力强大，感知到远处观察他的几人只是几名一转100级修士而已，对自己造成不了什么威胁，便没有理会。第21章悬赏令，捅了大篓子。你们有事？雷山涧中，叶盛睁开双目，冷然看向不远处的5人。这5人他认得，之前在山林中撞见过，怕也是看到了自己这边渡劫的动静，跑来一探究竟的。没什么。闻言，张奎几人神色紧张，急忙摆了摆手。面对叶盛，他们感觉到了强大的压力。只有王宇面色苍白，他之前可是打算找叶盛的麻烦，若不是张奎阻止，他怕已经酿成了大错。这等渡劫如喝水一般的怪胎，招惹了绝无活下去的理由。张奎拱手道：“我等只是前来观礼，恭喜阁下成功渡劫。”一些人在渡劫之时会邀请亲朋好友观礼，叶盛可没有请过他们。离开此地。叶盛声音冷漠，晋升入二转鬼视境后，身上的气质变得愈发的稳重沉厚了。眼前几人他视若蝼蚁，并没有找麻烦的性质。这就走。张奎闻言松了一口气，他看得出来叶盛对他们的轻视，这让他既悲哀又庆幸，内心极为矛盾。悲哀的是自己5人好歹是一转100级圆满境高手，却被叶盛视如蝼蚁；庆幸则是可以活着离开此地。这个世界进入野外后没有律法约束，遵从的是弱肉强食法则，遇到强者能否活下来，全看对方心情。这荒郊野外杀了也便杀了，死了之后尸体都未必能够找到。片刻之后，张奎5人转身遁入了山林，并远远离开。而对叶盛来讲，这5人也只是一个小插曲而已，不值得过多关注。现如今我已是二转鬼失境。叶盛长舒一口气，只觉得这一路还真是颇为不易，也算历经了不少劫难，难怪很多人想要跨越大境界极难。刷！叶盛打开了同学群。这段时间他一直待在荒野深处，不是埋头升级，就是在为了转职道具疯狂猎杀 BOSS， 之后又开始渡劫，一直处于忙碌之中。叶盛都感觉自己快要与外界脱离了联系，成为一个野人了。叶盛又看了一眼其他消息，发现只有陆妈给自己发过一次消息，询问自己这段时间去了哪里，为何一直没有回家。至于陆树山和陆明，不出意外的从未问过自己一句。看到这个，叶盛不免心凉，他这辈子算是体验不到来自亲情的味道了。罢了，好在上一世自己不缺这个。叶盛摇摇头，上一世他的家庭很美满。之后叶盛给陆妈发了一条信息，称自己找到了工作，不过要出差，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回去了。做完这一切，叶盛方才看向打开的同学群，想要借此了解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外界的时事热点，避免真的成了野人。同学群中仍旧是周明最为活跃，他停滞在一转100级已经很久了，在向群内同学请教一些渡劫上的技巧和注意点，疯狂收集着渡劫理论。一些二转鬼失境同学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也是知无不言，教了他不少细节，还真让他学到不少，乐得周明直笑。看到这一幕，叶盛却是笑了笑。比起周明这位理论大神，他已经实践踏出了这一步，成功渡劫，成为了二转鬼失境强者，与一众二转鬼失境同学成为了同等层次的存在。叶盛一笑，不理会这周明，继续看向其他同学聊天，了解时事热点。很快注意到了2名女生正在八卦，白家最近开出了悬赏令案，
悬赏金额竟然高达2亿联邦币，这么高！另一名女生惊讶，2亿悬赏金可是一笔不菲的报酬。周明接过了话题，什么人敢招惹白家，还让白家发出了悬赏令，这倒是奇事了。那女生道，是有人杀了白家2名子弟，直接触怒了白家，据说引得白家不少高层震怒，这才发出了悬赏令，并发话说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挫骨扬灰，是吗？周明吃了一惊，还有人敢杀白家的人？叶盛扫了一眼，略微蹙眉，白家他也了解一些，是鬼山城内一个一流集团势力，集团势力庞大，集团中就连4转鬼宗境强者都有不少位，更有一位5转鬼王境老祖坐镇。整个白家在鬼山城极为霸道，势力涵盖各方各面，无人敢于招惹。平日里谁见到白家人都是只有绕道走的份儿，哪里敢去杀他们的人？对此叶盛摇了摇头，没有理会。白家的层次太高了，是现在的自己接触不上的。他虽然2转鬼失境了，但距离4转鬼宗乃至5转鬼王还远得很。至于白家发出的悬赏令，就更与他没什么关系了。可紧接着叶盛就不淡定了。女生嘻嘻一笑，白家给出了一张画像，说起来这张画像像极了我们曾经的一位同学。是吗？快发出来瞧瞧。周明八卦道，感觉颇为有趣。刷，群里很快发出一张画像，引得不少同学围观，接着一个个面面相觑。那张画像的确像他们一位同学。叶盛目光也扫了过去，一扫之下脸色大变，这张画像中的人竟与他有着7分相似，猛地看去仿佛就是他本人，特别是体态气质都无比接近。怎么会？叶盛面色大变，目光盯着那张画像看个不停，脑海中则不断思索。白家2名年轻子弟。叶盛越想脸色便越是凝重起来，他忽然想起了前不久在无头鬼谷中，他的确杀过2个人，2人都颇为年轻，而且都是2转鬼失境强者，要夺他爆出的传奇级装备，结果被他一剑抹了个干净。他一直没当一回事，可现在看来这2人是白家子弟。叶盛嘴角狠狠抽动了一下，他知道自己怕是捅了大篓子了。种种特征结合，几乎可以断定白家要悬赏之人就是自己，特别是那张画像，一看就是高手根据特征慢慢补充出来的，最终形成了一张与自己7成相似的画像。自己这是与白家结了约？叶盛道，白家的能量有多大，他自是清楚的，而这等庞然大物，绝非现在的自己可以应付得了。第22章，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是叶盛吧？同学群中，嘿，你们还别说，这画像像极了叶盛那小子。周明看了一眼画像后，指着画像哈哈笑道，的确与叶盛有7分相似。不少同学议论，大家都是同学，一起在高中待了3年，彼此都很熟悉了，没有人不出同学的道理。不会真的是叶盛吧？周明揶揄道，一脸怪笑。一名女同学笑道，那可难说哦，毕竟画像上如此相似。是啊，没这样巧合的事情吧？另一名女生也点头道。周明闻言瞪大眼睛道，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是叶盛吧？就凭他？周明神色夸张，在一群同学中，叶盛就和一个路人一样，很难融入他们的圈子。一群同学不吭声了，谁都知道叶盛只是一个普通人，现如今转没转职都不知道。若说白家悬赏的乃是叶盛，打死他们都不信，只是相似而已。郑刚突然冒泡了，扫了一眼画像后笃定道，郑刚乃是一名2转鬼失境强者，在群里说话还是颇有分量的，连他都说不是，那就一定不是了。再者，叶盛猎杀2名2转鬼失境强者，这种事情多少听着有些梦幻。郑刚转移了话题，在群里邀请一些2转鬼失境同学前往幽冥鬼域。见状，周明乖乖不吭声了。这幽冥鬼域乃是一处高等级鬼域，2转鬼物横行，不乏3转乃至4转鬼物，极其危险。1转修士在其中连菜鸟都算不上，最低都需要2转鬼失境才能混得开。有人要一起结伴吗？我们在幽冥城见。郑刚皱眉问道，他一番邀请都被拒绝了，而只有他一人前往幽冥鬼域的话，又不是那么自信。毕竟幽冥鬼域就算是对于2转鬼失境强者都是一处险地，最好能有人结伴。过了片刻，群内2转同学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这让郑刚叹了口气，看来只能他一个人上路了。这时有一位重量级人物登场，是一位3转鬼将境同学蒋浩。蒋浩沉声回复郑刚道，郑刚，你来幽冥城投奔于我，我可罩着你。闻言，郑刚大喜，连声称谢。蒋浩乃是3转鬼将境强者，比他强了不是一星半点。据郑刚了解，
蒋浩在幽冥城混得极为不错，在幽冥阁中身居要职，自己去了幽冥城，有他罩着，便不惧其他人欺辱了。郑刚连声道谢，蒋浩摆手，豪爽道：“大家都是同学，理应相互照应着，无需这般客气。”说罢，蒋浩便退出了群聊。他出现的突兀，离开的也极为利索，让人感慨不愧是三转鬼将境强者。这一帮同学数十人，其实也分圈子。蒋浩这种三转鬼将境强者，自然与其他三转鬼将境同学交往的多，二转鬼失境修士都很难与其说上话。没办法，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以实力说了算。郑刚有了蒋浩的承诺，便欢喜地退出了群聊。另一侧，叶盛得知了与白家结怨，则变得心事重重，也一起退出了群聊。雷山剑中，叶盛退出群聊后，独自一人盘坐于那里，自己无意间居然与白家结怨了。叶盛面色有些阴沉，但思索片刻，却又摇摇头。若是让他再选一次，在无头鬼谷中时，怕是仍旧会出手斩杀那二人。当时二人出手抢夺自己爆出的传奇级装备，没有道理拱手相让。就算知道对方的身份，以叶盛脾气，怕是也不会妥协。算了，招惹了就招惹了，白家又如何？叶盛吐出一口浊气，脸上露出一抹放松笑意。他的性格一向奉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算有了麻烦也不怕，解决了就是。白家虽然强大，但也不是完全无可匹敌。白家有一位五转鬼王境老祖，四转鬼宗境强者都有不少，三转鬼将境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叶盛摸着下巴，想着应对之法。思忖片刻后，叶盛道：“也没别的办法，唯有继续强大自身才是王道。若是能晋升至四转鬼宗境，乃至五转鬼王境，一切问题都将烟消云散。到那时，就算是白家也奈何不了自己。归根结底，还是自己太弱了。”叶盛叹了口气，这个世界弱肉强食，唯有实力才是王道。另外，白家虽强，但自己也不是没有底牌，这个底牌还是恐怖级的。天师，这可是排名世界第一的职业，每一招都是毁灭级技能，可以说同境无敌。一旦跨入四转鬼宗境，这一境界中的人将无人能敌自己。跨入五转鬼王境，白家老祖都得任由自己宰割。叶盛眼中浮现一抹戾气，前世他便是不服输的性子，这一世仍旧是一样。再强的势力都别想让他低头。不过在强大起来之前，还是要低调一些。这伪装者之环倒是先用上了。叶盛低头看向手腕上的传奇级手环，这手环具有伪装能力，既然是伪装，就可以易容。悬赏自己的那张画像虽然只有7分与自己相似，但已经足够给自己带来无穷麻烦了。自己若是就顶着现在这张面容出去，一定会被人认出自己就是画像上那个人，很快就会陷入无尽的麻烦中。叶盛不是不知变通之人，也不是那种耿直到傻到可爱之人。伪装！叶盛一声轻喝，使用了伪装者之环的伪装功能，面容肉眼可见的在变化。须臾，叶盛的容貌便变成了另外一个全新的陌生人。这副面孔，怕就是陆树山、陆明这些极为熟悉自己之人，此刻站在自己面前都认不出自己了，就更别说其他对自己不了解的人了。伪装之后，叶盛轻松了不少。接下来去哪呢？叶盛沉吟，开始思索接下来的目标。现如今度过雷劫后，已经是二转鬼师境，但等级还是2转0级，算是出踏二转鬼师境，得找地方继续升级。叶盛说道：“这没什么好想的，想要解决白家的事，唯有继续变强才行。另外，距离联邦大考也越来越近了，若是能考上丰都大学，白家的事情一样可以解决。丰都大学的学生可不是谁想动都能动的，即便只是丰都大学中的一位普通导师，站出来都是能让整个龟山城震动的人物。还有这些同学，大家联邦大考上见。”被一众同学小视，叶盛心里还是颇不舒服的。第23章鬼木舟偶遇郑刚。数日后，荒野极深处，一道身影正在急速赶路。这道身影宛若一头蛮龙一般，气息强横，以236每秒的速度向前狂飙，沿途带起剧烈的劲风。途中遇到一些鬼物，这道身影都是一冲而过。接着那鬼物便被狠狠撞散，就像是被流星撞上去的一样，瞬间消散。到死都没有想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轰！叶盛的身影猛然停下，随意找了一处大石盘坐下来，恢复体内能量。这数日时间连续赶路，并且维持极高的速度，对体内能量消耗巨大。叶盛喘着粗气，苦笑道：“这样子赶路，还真要被累死。”嘴上抱怨着，但叶盛也没什么好的赶路办法。赶路也只有3种方式而已。第一种便是传送阵，但不是什么地方都有传送阵，而传送阵未必能到达任何地方。第二种则是飞行法宝了。
飞行法宝极擅长距离赶路，修士驾驭之下，只需将体内能量涌入飞行法宝中，飞行法宝便可以急速行进，不仅节省修士体内能量，而且速度极快，转换效率可以说是极高的。可叶盛没有飞行法宝，他也不是没有想过买一件飞行法宝，但飞行法宝价格高昂，他在联邦交易平台上随便一搜索，发现就算是最便宜的飞行法宝都价值5个亿，这让叶盛啧舌。他现在账户上也只有1亿联邦币而已，距离5亿联邦币还差得远，根本买不起。之前叶盛觉得自己拥有1亿联邦币便算是巨富了，可此刻一看，这1亿联邦币还真是少得可怜。到了高境界之后，1亿联邦币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一件2转按荆棘装备都不止1亿联邦币。至于第3种方法，叶盛就更加别想了，便是晋升3转鬼将境了。到了3转鬼将境，由于体内能量极为浩瀚，便可以凭借自身御空飞行了。但叶盛现在只是出他2转鬼师境，距离3转鬼将境还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老实恢复能量，继续赶路吧。大石上，叶盛盘坐着，老实恢复能量，3种办法他是一个都用不上。而他此行的目的乃是幽冥鬼域。叶盛在数日前一番思索，最终决定前往幽冥鬼域，觉得幽冥鬼域是自己接下来最适合的升级之地。幽冥鬼域是一处广袤地狱秘境，比起野外最高1转鬼物，幽冥鬼域中的鬼物极其恐怖。1转100级鬼物在其中只是最低等级鬼物，就连2转鬼物在其中都如潮水一般，算不得什么。3转鬼将级鬼物也都是随处可见，甚至4转鬼宗境、5转鬼王境鬼物都有不少。幽冥鬼域，这是一处极其宏大的秘境，无数势力驻扎其中，鱼龙混杂的同时，也强者如鱼。据叶盛了解，不少同学都在幽冥鬼域，这包括了一批3转鬼将境的同学，蒋浩便是其中之一。甚至于上官颖这位4转鬼宗境校花都在幽冥鬼域中。比起野外那种乡下，幽冥鬼域才是真正的舞台。叶盛感慨，他之前在野外都是小打小闹罢了，幽冥鬼域这种强者如云、势力云集之地才是真正的博弈之地。嗖！这时一道遁光由远及近，以极快的速度在靠近叶盛。叶盛听到动静，抬头看去，轻咦了一声，咦，是一艘飞行法宝。在叶盛目光中，空中飞行着一艘鬼木舟，这鬼木舟是最为常见的飞行法宝，价值5个亿。可即便是最为常见的鬼木舟，赶起路来也远比自己赶路要轻松得多。看着这鬼木舟，叶盛不由心生羡慕，自己若是有一艘就好了，就无需这般哼哧哼哧的苦逼赶路了。天空中，鬼木舟化作一道遁光在高速行进，一道身影盘坐于其中，不断将体内能量输入鬼木舟内，驾驭着这艘鬼木舟飞行。运气还算不错，居然能得到蒋浩的庇护。郑刚一笑，心情略微放松，但紧接着他又皱眉不止。可想要横穿幽冥鬼域抵达幽冥城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郑刚有些头疼。抵达幽冥鬼域后，并不意味着就到了幽冥城，期间还有3000里路才能抵达幽冥鬼域中赫赫有名的幽冥城，而这3000里路途极为凶险。谁都知道幽冥鬼域是一处险地，2转鬼潮在幽冥鬼域中就如家常便饭，偶尔还会撞到3转鬼将级鬼物。郑刚虽是2转鬼师，可遇到3转鬼将级鬼物，一样难以脱身，一个不慎，还有可能就此身陨。想要抵达幽冥城，这3000路途可不好走啊。最好的办法便是与人结伴行，这样相互间才能有一个照应。可自己那帮同学竟然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郑刚无奈道：下方有人。郑刚有感应到下方山林中盘坐着一名铜境高手，在他感知中，这似乎是一名出踏2转鬼师境的高手。虽然不如他2转5师级强大，但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2转鬼师境强者，在这野外可不多见。此人也像是在赶路。郑刚低头看去，紧接着一脸惊诧道：不过看着像是没有飞行法宝啊。郑刚有些奇怪，能晋升2转鬼师境的，一般都身家都不菲，足够买一件飞行法宝来逮捕了。特别是这种长途跋涉，传送阵价格高昂，而飞行法宝就是最为经济的一种赶路方式了。就算是最廉价的鬼木舟都该有一艘。可下方这人似乎穷得要命，一件鬼木舟都没有，盘坐在那里恢复能量，像是一直在依靠自身高速赶路。郑刚看到这一幕，眼珠子一转，心中有了主意。下方这名2转鬼师境强者虽是出他2转，但毕竟是一名2转鬼师境强者，自己若是捎上他一起赶路，到了幽冥鬼域便有了一个照应，可以顺利抵达幽冥城，见到蒋浩这位老同学了。捎上他，想到这里，郑刚便驾驭着鬼木舟向下方山林中落去。第24章，叶盛，同名同姓。
落下来了。叶盛抬头看着那艘路过的鬼木舟，却突然一个调转，竟向着自己飞来，心底不由升起一抹警惕。能拥有鬼木舟的修士，多半都不是简单之辈，最起码一转修士是买不起的。嗖！片刻，鬼木舟速度极快地落到了山林中，掀起一股强大的劲风，将周围树木枝叶吹得哗哗作响。叶盛起身，白玉长剑已经到了手中，面色平静地看向对方。在这野外杀人越货乃是常事，该有防备还是要有的。别误会，我没有恶意。鬼木舟中一道声音很快传来，想要消除叶盛的警惕之意。接着，鬼木舟停在了叶盛面前，从上面走下来一道年轻身影。这道年轻身影身穿一身战甲，气息浑厚，的确是一位二转鬼师境强者。随着他走下鬼木舟，叶盛看去，只是这一看，脸上神色便是不由一阵呆滞，因为从这鬼木舟上走下来的身影，他竟然认识郑刚，他高中时期的老同学，一早便晋升入了二转鬼师境，没想到二人在这里撞见了。前不久，叶盛还在群里面看到他发言，说是要去幽冥鬼域，与叶盛目的地一样，没想到在这野外相遇了。叶盛眼神一阵呆滞，没想到这妖巧。郑刚走下鬼木舟后，却是没能认出叶盛。此刻的叶盛面容早已伪装成了另外一副全新面孔，与叶盛原来的容貌没有一点关系，连陆树山都认不出来，更何况是郑刚，只将叶盛当做了一个陌生的二转鬼师境高手。在下郑刚，刚刚路过这里，见到阁下便来一见。郑刚面带笑容，察觉到了叶盛的警惕之意，主动拱手见礼。那个叶盛。叶盛回过神来，开口说道，并没有使用其他的化名。面容既然改了，名字便无所谓了。叶盛。郑刚闻言一愣，不由仔细打量起眼前的叶盛。怎么，有问题？叶盛眉毛一挑，故意问道，想要借郑刚之眼验证别人能否认出自己。郑刚打量片刻后，方才摆手解释道，别误会，只是你与我一位同学竟然同名同姓，只是一时愣住了而已。郑刚显然没能认出叶盛，笑着道。叶盛内心汗颜，心道这伪装者之环还真是逆天，郑刚居然没有一丝察觉，根本没有认出自己，那还真是够巧的。叶盛摸了摸鼻子，苦笑道，的确是有些巧。郑刚一笑，他也只是觉得二人名字一样而已，却从来没将两个人往一个人处去想，这也正常。在郑刚记忆中，叶盛只是一个普通人，就算转职了，现如今怕也是一个一转菜鸟，怎么可能是眼前这名拥有二转鬼师境气息的强者？那太不现实了。你这是？叶盛好奇问道。郑刚赶路好好的，突然落下来，见自己必有其目的。叶兄可是打算前往幽冥鬼域？郑刚问道。没错。叶盛点头。郑刚闻言神色一下，便开口解释道，没什么，只是想邀请叶兄一起。郑刚一番解释，道明了自己目的，想要邀请叶盛一起赶路前往幽冥城，这一路上也好有一个照应，毕竟两名二转鬼师境强者走在一起会安全不少。前往幽冥城？叶盛听了过后一阵沉吟，他的目的只是幽冥鬼域，倒没想着去幽冥城。不过郑刚有鬼木舟，与其同行倒也适宜，可以省却自己苦苦赶路之功。若是就这样傻傻赶路，想要抵达幽冥鬼域，怕还得需要7日之久。这么长时间，怕是光赶路就得疲累不已了，哪还有精力杀怪升级？可有了鬼木舟，怕是3日便可抵达，而且一路上也能极为轻松，何乐而不为？去幽冥城也好，刚好去见识一番。想到这里，叶盛抬头看向郑刚，笑道，郑兄，那便叨扰了。闻言，郑刚面色一喜，叶盛这是答应同行了。不叨扰，不叨扰。叶兄请。郑刚急忙在鬼木舟上让出一个位置，请叶盛上来。叶盛也不啰嗦，一个纵跃登上了鬼木舟。片刻之后，鬼木舟重新化成一道遁光御空而起，继续向着幽冥鬼域方向急速而去。有了鬼木舟的帮助，速度自然快了无数倍。3日后，叶盛二人不仅早已进入了幽冥鬼域，而且一路前行，距离幽冥城都不远了。这一路上二人还算顺利，虽然期间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但都顺利度过。叶兄，距离幽冥城只有100余里地了，我们就快要到了。鬼木舟上，郑刚面带微笑，能有惊无险地抵达幽冥城，让他心情格外不错。另外，通过几日相处，郑刚也算了解了一些叶盛的为人，觉得叶盛颇对他胃口，为人很是不错。加上叶盛同为二转鬼师境，便有了相交之心。的确是快到了。叶盛也是神色一松，感觉这幽冥鬼域中的确危险，二转鬼巢随处可见。甚至有一次，远远看到一尊3转鬼降级鬼物，呼啸天地间，阴气阵阵，所过之处飞沙走石，宛若厉鬼横行。
多亏了郑刚经验丰富，迅速将鬼木舟藏于一处山谷中，并开启了鬼木舟上铭刻的敛息阵法，这才没让这尊三转鬼将及鬼物发现他们。不然，若是被发现了，二人怕是想逃都难。三转鬼将及鬼物可是能御空飞行的，速度极快，有鬼木舟也躲避不开。郑刚笑道：“叶兄，你我性情相投，今后在这幽冥城中可一定要相互照应。”叶盛点头回应：“这是自然。”说着，郑刚又无比严肃道：“叶兄，这幽冥城可不比其他地方，其中势力错综复杂，三教九流，强大势力纷纷汇聚。你我抵达幽冥城之后，还是夹着尾巴做人为好，不然得罪了某一大势力，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叶盛笑了笑，不置可否。幽冥城他也了解一些，是幽冥鬼域的核心之地，有上百座城池的势力，高手汇聚于此，是一座千万级人口大城，远不是鬼山城可比。第25章幽冥城。同学讲号。当然，幽冥城中也有鬼山城的势力驻扎，但鬼山城的势力在幽冥城中也不过只是其中一小股势力而已，根本算不上什么。这也是叶盛选择来此的理由之一。鬼山城都算不得什么，白家在幽冥城中就更加无足轻重了。比白家强悍的势力在幽冥城中怕多的是。不过郑刚所言，叶盛还是颇为赞同的。在幽冥城中谨慎行事，这是有必要的。在这等强者云集的大城之中，二转鬼失境也不过是起步而已，三转鬼将近强者数量都极多，也只有四转鬼宗境才能行事肆无忌惮一些。提起四转鬼宗境，叶盛便不由自主又想起了上官隐这位校花间同学。在学生时期，这位可就已经跨入四转鬼宗境了，现如今都不知道何等强大了。想必即便在幽冥城这等大城中，身份地位都一般了。叶兄，此去幽冥城后可有具体去处？郑刚问道。尚无。叶盛摇头，在幽冥城中他是纯新人，谁都不认识，自然也就没了具体去处。郑刚闻言一笑道：“既然如此，不如与我一样加入玄冥阁。”玄冥阁？叶盛一愣，显然不清楚这玄冥阁是什么势力，还是第一次听闻。郑刚解释道：“玄冥阁是幽冥城中一方势力，别小看这玄冥阁，乃是一方一流势力，称得上是庞然大物。与其他集团武馆势力不同的是，玄冥阁管理松散，都是一些散人加入，平日里可以在阁中接取任务，也能与其他强者交易，自由度极高。”郑刚看向叶盛道：“你初到幽冥城，若是无人引荐，加入玄冥阁也有些困难，但有了我引荐之后，可以顺利加入。”说罢，见叶盛还在犹豫，便道：“你毫无身份进入幽冥城，夜间会被城防军驱逐出城，但有了幽冥阁的身份，今后便无需担忧了。”闻言，叶盛只好笑道：“那便麻烦郑兄了。”郑刚哈哈一笑，旋即一脸神秘道：“还有，我一位同学乃是三转鬼将近强者，现如今在玄冥阁中身居要职，我此去便是投靠于他。有了我这位同学罩着，即便在玄冥阁中生活也会颇为滋润。叶兄，你与我一同前去，加入我那位同学麾下，在幽冥城中也算是有一位靠山了，不至于被人欺辱。”叶盛看向他，知道他口中的三转鬼将近同学，应该说的就是蒋浩。之前二人在同学群中的对话，叶盛也看到了。郑刚此行便是去投靠蒋浩。二人说话间，100余里在鬼木舟的急速下，很快就到。远远的一座恢宏至极的巨城便映入了叶盛的眼帘。幽冥城城墙极为雄壮，高达数百米，远远看去就犹如坐落在幽冥鬼域中的一尊巨兽一般。其城墙黝黑，时刻散发着幽光，无数咒法密文刻印在城墙之上，形成繁复阵法，将这座大城打造成如铁桶一般，可以应对任何鬼潮。靠得近了，便看到城墙之上还有一队队身着漆黑制式战甲的军士巡逻。叶盛向这些军士看去，不由吃了一惊。即便是这些军士，竟然都是二转鬼师境强者，他们大部分人的气息都比现在的叶盛要强大得多。这无疑让叶盛更加体会到了幽冥城的不一般。城门前，郑刚收起了鬼木舟，想要进城便不能再驾驭鬼木舟了，若是从城墙上直接飞进去，会被城卫军毫不留情的射杀。那城墙上可还有着一排排强大的劲弩呢，也只有五转鬼王境强者才可以毫无忌惮地从城墙上越过去。叶兄，我们直接去玄冥阁总部见我那位同学如何？进城之后，郑刚径直说道。也好。叶盛点头。郑刚见叶盛没什么意见，便带着叶盛直奔玄冥阁总部而去。玄冥阁总部乃是一栋上百层大厦，玄冥阁也不愧是幽冥城一流势力，大厦占据着幽冥城中市中心位置，极为张扬。进出大厦的人不是西装笔挺，就是美腿短裙，
皆是上流人士。当然，身为玄冥阁总部，这里出入最多的还是强大修士。郑刚、叶盛二人步入大厦，便有专人美女上前服务，欢迎二位前来玄冥阁。郑刚径直道：“我找蒋浩长老，可有预约？”美女侍者听到二人找蒋浩，神态立刻恭敬了不少。有，郑刚说道：“46层，请随我来。”美女侍者躬身道，带着二人登上了电梯。46层极为安静，郑刚与叶盛被带到了一间茶室中，等待了半个小时，都未见到蒋浩人影。郑刚尴尬道：“那个，我同学乃是玄冥阁长老，事务不少，我们再等等。”不急，叶盛笑着道。10余分钟后，茶室外方才响起一道脚步声，向着这边走来。片刻，只见一名与郑刚、叶盛年纪相仿的青年走了进来。青年一头短发，气质如刀锋一般锐利，双眼中有金光闪烁。走入茶室后，叶盛与郑刚一眼便认出正是同学蒋浩。蒋浩！郑刚眼睛一亮，但神态多少有些拘谨，并没有走上前去。现如今这位老同学的身份可今非昔比，乃是玄冥阁一位长老，更是3转鬼将近强者。他只是2转鬼失境，身份与对方相差太大。老同学！蒋浩看到郑刚也是哈哈一笑，他一眼便看出了郑刚的拘谨，主动伸开双臂上前拥抱了一下郑刚。这一抱立刻消融了二人之间的隔阂。蒋浩拍着郑刚肩膀笑道：“你我乃是同学，3年情谊可做不得假，无需与我这般拘谨见外。”那是。郑刚哈哈一笑，放松了不少，感觉出蒋浩变化不大，并且极为看重这份同学情谊，这可殊为难得。这位是？二人一番叙旧，蒋浩这才看向叶盛，见叶盛容貌面生，不由向郑刚询问道。郑刚急忙介绍道：“是路上遇到的一位朋友，与我性情相投，便邀请他一同前来投奔你了。”说起来也巧，这位的名字与我们曾经一位同班同学同名同姓。哦，是吗？蒋浩微笑，看着叶盛有些好奇，究竟是与他哪一位同学同名同姓？第26章，青铜执事，在下叶盛。叶盛拱手道，目光复杂，现在迫于白家压力，还不能暴露身份。叶盛，蒋浩闻言一愣，旋即失笑起来，是那小子啊。对于叶盛，给蒋浩的印象就是此人一身傲骨。学生时期虽只是一名普通人，但从不像他们这些修士同学献媚拉拢关系，这一点与其他同学有极大不同。每天只做自己的事，眼神偶尔变得极为深邃，根本不像是一个年轻人，这让蒋浩一直对叶盛有些好奇。蒋浩不知道的是，叶盛本就是两世为人，社会阅历惊人，心性早已成熟了，还真是够巧的。蒋浩摇头失笑，他看了一眼叶盛，此刻的叶盛面容陌生，并不是他那位同学。剩余时间都是蒋浩与郑刚在叙旧，二人都不再关注叶盛，叶盛也不惊扰二人。半个小时后，蒋浩离开了。他是3转鬼将境强者，在玄冥阁中又身居长老之职，事务极为繁忙，能抽出来半个小时招待二人已是极为不易了。郑刚与叶盛走出茶室，郑刚笑道：“叶兄，方才多有怠慢，还望见谅。方才只顾着与蒋浩叙旧，差点遗忘了一旁还有一个叶盛。无妨，你们老同学相聚，倒是我这个外人给你们添乱了。”叶盛道。郑刚哈哈一笑，拉起叶盛的一只手：“好了，不说了，我带你去注册玄冥阁的身份，有蒋浩这位长老作保，你十拿9稳可以加入玄冥阁。等有了这重身份，你在幽冥城便可以畅行无阻，无需再担忧被城防军赶出城去了。”二人一边说话，一边离开了46层。有了蒋浩作保，叶盛很快便注册了玄冥阁成员的身份，而且成为了一名玄冥阁执事。郑刚拍了拍叶盛的肩膀，笑道：“你是2转鬼失境，与1转修士这些普通成员不同，根据规矩可成为玄冥阁执事。这执事在玄冥阁中有着许多便利，不过由于你只是初踏2转鬼失境，境界还低，也只能是成为一名青铜执事了。”叶盛低头看向手中的一枚青铜令牌，正面铭刻着玄冥阁3个字，反面则有执事2字，代表了叶盛玄冥阁的身份，也代表了在玄冥阁中职务地位。据郑刚所述，这玄冥阁中的执事分为3个级别，分别是青铜执事、白银执事、黄金执事。自己只是最低等的青铜执事，也就比1转修士这位玄冥阁成员强了一些，但也有一定职权，可以调动10名1转玄冥阁成员去执行一些阁内任务。叶盛看向郑刚问道：“郑兄，你现如今是何等级的执事？”“我是白银执事。”郑刚笑道：“等你修为达到2转50级这个门槛时，便可申请成为白银执事。”2转50级？叶盛沉吟，2转50级算是一道小的分水岭，与1转50级一样。
步入50级，算是到达了这一境界的中期。那黄金执事呢？需要什么条件？叶盛抬头问道。郑刚道：自然是2转100级圆满境的强者们才可成为黄金执事。提到黄金执事，郑刚不忘嘱咐了一句：黄金执事们在玄冥阁中的身份可都不低，叶兄你若是撞见了他们，切莫得罪。这个自然。叶盛点头。郑刚道：根据玄冥阁的规矩，叶兄你会被分配到一支小队中。闻言，叶盛蹙眉，他可不想受到约束。小队一般都有5人，让他去与其他4个陌生人成为队友，这是他不愿意的。你先别急，听我说完。见叶盛蹙眉，郑刚解释道：小队也只是在执行玄冥阁任务时才会聚到一起，任务结束后，你若是还愿意和他们在一起，便在一起；若是不愿，完全可以单独行动。玄冥阁毕竟不是什么公益组织，成员必须得有一定贡献才行，这个你要理解。郑刚说道。闻言，叶盛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既然要了玄冥阁这重身份，为其做些贡献也是应当的。天下就没有免费的午餐。郑刚道：放心，执行任务是会有贡献点的，这些贡献点极为珍贵，可以在贡献阁中兑换物品。别小看这贡献阁，只要你贡献点够多，甚至能兑换到2转传奇级装备。还有，你是执事身份，虽然只是最低等的青铜执事，玄冥阁也会给你在幽冥城中安排一套住房。郑刚见叶盛无所谓的模样，不由笑道：你可别小看这一套住房，要知道幽冥城中可谓寸土寸金，简简单单一套住房便价值50多亿联邦币，一般人根本买不起。一套住房50多亿联邦币，叶盛一呆。他现在有1亿联邦币，原本以为买一套幽冥城的住房简单的很，可此刻一听，他那点钱差了不止一点。郑刚苦笑：可不是嘛，这还是偏远角落中的房价，中心位置都是数百亿起步。还有，在幽冥鬼域，联邦币是极为廉价的，硬通货币乃是鬼灵石，修士间交易大多不用联邦币，用的都是鬼灵石。说着，郑刚手掌一翻，掌中已经多出了一枚散发幽光的石头。叶盛低头看去，第一次听闻这鬼灵石，只察觉这鬼灵石中似乎蕴含着极为精纯的能量。见叶盛不解，郑刚继续解释道：鬼灵石作用极多，可以布阵、炼丹、淬炼装备，最重要的是它能提升经验值。提升经验值？叶盛一愣，怎么提升？经验值不都是杀怪的来，怎么能从一块灵石中得来？郑刚认真道：鬼灵石中蕴藏精纯能量，吞吸掉这些能量便会转化为经验值。若是鬼灵石足够，你可以从2转0级一直提升到2转100级圆满境。当然，这个代价就太大了，而且鬼灵石价值高昂，一般没人会这么浪费的。叶盛问出一个极为关心的问题，道：那联邦币岂不是无用了？只能回去鬼山城用。既然幽冥鬼域的修士之间都以鬼灵石交易，联邦币就变得极为鸡肋。第27章异鬼术。郑刚道：也不是，这么说吧，1亿联邦币能兑换100枚鬼灵石。什么？这么廉价？叶盛彻底愣住了，他手中的1亿联邦币瞬间变得不香了。郑刚拍了拍叶盛肩膀：叶兄，今后若还有什么事，尽可以找我。多谢。叶盛道了声谢。2人分别后，叶盛寻到了玄冥阁为他安排的住处，是一处100多平的普通住房，但位置极佳，位处市中心，距离玄冥阁大厦很近。屋子里，叶盛长舒一口气，这只是还是有些好处的，无需像1转玄冥阁成员那般还得自己寻找住所，花高价租房。租的房子还都在幽冥城偏僻角落中，极为不便。夜幕降临，叶盛站在窗前，看向外面幽冥城的繁华景象。幽冥城不愧是1000万级大城，远比鬼山城要繁华得多。到了夜晚，霓虹闪烁，高楼大厦随处可见。不同于鬼山城夜晚的寂静，一到夜晚便无人敢于外出，害怕厉鬼索命。幽冥城的夜晚却喧闹非凡，有着烟火气。整座幽冥城就像是鬼物的禁地，只因其中强大修士太多了。鬼物闯入这种地狱，怕是没走出几米远，就被路过的修士给收拾了。就连强大到4转鬼宗禁鬼物都不敢踏足幽冥城内。接着，叶盛洗了一个热水澡，整夜都睡得很香。到了第2日，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精神重新恢复到了巅峰。叶盛出了门，吃了一个早餐，便坐在一家咖啡馆中品着一杯咖啡，透过落地窗看向外面川流不息的人流。这一刻，叶盛仿佛又脱离了修行界，再次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没了厮杀，感到一抹熟悉的亲切。可看着不远处一面信息大屏，叶盛很快便被拉回到了修士界。只见那信息大屏上不断滚动着一条条招聘信息：招聘保安，条件1转100级修士才可录取，每月1枚鬼灵石；招聘学院导师，最低条件2转鬼师境修士，
每月3枚鬼灵石，招聘信息不断滚动。叶盛看了不由啧舌，这幽冥城果然离谱，一转100级修士只能去做保安工作，虽然待遇很高，每月都有1枚鬼灵石，可怎么看着也像是少奋斗了50年，提前过上了摸鱼生活。算了，不看了，我若是去招聘，也就是能做一位学院导师，每月赚3枚鬼灵石。叶盛收回目光，摇了摇头，自己也该加把劲儿了。这出他2撞鬼事件还真不算什么。叶盛感慨，打开了自己的技能属性面板，毁灭级技能9天神雷 LV1 可升级，道家至高秘术之一，招引9天神雷除秽诛邪，覆盖范围方圆100里，攻击力提升正10000%，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20000%。提示：有引雷术升级而来，由于威能过大，覆盖范围过广，慎用。毁灭级技能金刚降魔剑 LV1 可升级，单体攻击技能道家顶级降魔剑术之一，攻击力提升正15000%，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25000%。叶盛扫了一眼，发现了不同。现在2大毁灭级技能在自己晋升2撞鬼失境后，都标注着可升级提示，这意味着2大毁灭级技能的威能可以继续提升了，变得更为强大。夸张，这就是提升境界后的好处了，让自己全方位都在变得强大。不过2大毁灭级技能想要升级需要熟练度。叶盛看了一眼，在2大毁灭级技能栏下都出现了一个熟练度进度条。现在9天神雷的进度条只有可怜的2%，这可能是与自己之前只使用过1次有关。金刚降魔剑的熟练度进度条则多了一些，达到了12%。金刚降魔剑自己之前使用的频率的确很高，但距离升级到 LV2 级还有着不小的距离。看来只要多使用，熟练度就会提升，并不是太难。也不知2大毁灭级技能提升到 LV2 级后，威能会变得何等地步。叶盛摸着下巴，有些期待。LV1 级的2大毁灭级技能都这般夸张了，再提升1级怕是威能更强。将2大毁灭级技能栏收起，叶盛打开了伪装者之环。之前的空间手环已经退下去了，现在的空间手环换成了伪装者之环，其内空间更大，足有10个足球场那么大，足够叶盛放下很多东西了。后面爆出的东西也都在其中。叶盛打开伪装者之环，开始翻找，也不知爆出新的道士技能书没有。叶盛在一堆技能书中翻找，后来在无头鬼谷中又击杀了不少鬼物，还有一尊无头鬼王，爆出的东西不在少数。当初自己一股脑收起，堆积如山，也没有时间去整理。那些装备已经是其次了，叶盛关心的是有没有能学习的新的技能书。还真有一本。叶盛翻找了足足10余分钟后，还真被他从一堆技能书中找出一本可学习的道士技能书。这是什么技能？异鬼术。叶盛看了一眼手中封面书皮，乃是青黑色的技能书，一脸好奇。普通技能异鬼术，道家御鬼法术之一，可以捕捉厉鬼并意识其作战，捕捉鬼物成功率 3%， 捕捉数量3只。备注：只能捕捉低于自己等级的鬼物。这么差？叶盛扫了一眼，不由撇嘴。且不说捕捉数量只有3只，那只能捕捉低于自己等级的鬼物，就让这一鬼术变得鸡肋无比。低于自己等级的鬼物能有什么用？提供的帮助可以说寥寥无几。升级需要去灭杀更高等级的鬼物，这要是带着低于自己等级的鬼物去杀怪，怕是刚冲上去就被那些厉鬼撕裂了，一点用都没有，太弱了。叶盛摇头，看不上这一鬼术。叮，侦测到新技能异鬼术，是否学习？是否？叶盛虽然看不上，但还是选择了学习。毕竟自己还有天师之心这个强大被动嘛，可以让普通技能升级为毁灭。学习成功后，果不其然触动了天赋被动天师之心。叮，侦测到新技能异鬼术，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触发，异鬼术自动升级为毁灭级。第28章居灵潜降。叶盛瞪大眼睛看去，只见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触发后，技能栏亮起一阵强烈白光，等到白光消失，技能栏中的信息变了。叶盛定睛看去，这一看呼吸立马变得急促。毁灭级技能居灵潜降 LV1， 道家高阶秘术之一，异鬼术进阶版，捕捉鬼物成功率 100%， 捕捉数量10只。提示：由异鬼术升级而来，可捕捉高于自己一个大境界的鬼物，高于自己一个大境界的厉鬼过于狂暴，慎用。什么？叶盛眼睛瞪大，特别是注意到了最后的提升，可捕捉高于自己一个大境界的鬼物，这意味着什么？现在自己2转鬼失境，高于自己一个大境界，那就是3转鬼降境，意思就是自己可以捕捉3转鬼
将近的鬼物帮自己作战，捕捉数量还是10只，捕捉成功率也是100%，这意味着几乎不会失手啊！就算遇到3转鬼将近猛鬼，可直接将其拘灵为自己所用。叶盛呆住了，这拘灵潜将也过于离谱了，2转便能拘灵3转鬼物，还能带10只，这岂不是无敌了？3转鬼将近鬼物，叶盛在来幽冥城路途中可是见过，这等鬼物可御空而行，所过之处阴气阵阵，呼啸于天地间，就连2转鬼巢都得退避。当初若不是郑刚与自己躲避及时，怕就死在了那尊3转鬼将近猛鬼的手中。可现在自己居然能拘灵这种猛鬼，叶盛感到不可思议。良久，叶盛感慨道：“不愧是天师啊，每一个技能都无比强大。”感慨之后，叶盛想一想也正常，天师能位列天道榜单第1，横压那么多 SSS 级怪胎职业，岂是简单职业？这每一个毁灭级技能才能配得上天师的身份。接下来去拘灵10尊3转鬼将近鬼物，自己升级将无比轻松，都不用自己动手了，躺着就能升级。一想到那种10尊3转鬼将近鬼物给自己免费打工的场面，叶盛就忍不住哈哈大笑一声，觉得有趣无比。叶盛将杯中的咖啡一饮而尽，眼睛发亮道：“也该出发了。”先设法升级到2转100级圆满境。到了2转100级圆满境，好处还是有着不少的，可以直接成为玄冥阁的黄金执事。黄金执事具备不少特权，远比现在的青铜执事强得多。郑刚现如今是白银执事，享受到的待遇便比叶盛好处太多，也曾与他提过这件事，叮嘱他努力提升境界，这样在玄冥阁中的地位才能越来越稳固。特别是在幽冥城中，一切都是以实力说了算。这种事情就算郑刚不叮嘱，叶盛也会去做。他现在急于变得强大，总不能一直生活在白家的阴云下。叮！叶盛正准备起身离开咖啡馆，一声消息提示音响起，是玄冥阁的那枚青铜执事令。叶盛轻咦了一声，取出那枚青铜执事令，发现是有人借助青铜执事令联系了自己，是那支自己分配进去的小队。叶盛扫了一眼，不由蹙眉。加入玄冥阁后，玄冥阁便随机给他组队了4人。此刻，这支小队的4人借此联系了自己，称要开始执行任务了，催促他到玄冥阁大厦见面。这么快就来任务了？叶盛皱眉，但很快释然。郑刚曾提过，加入玄冥阁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到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必须完成。一是要新成员对玄冥阁尽快做出贡献，二是通过这次任务考验新成员能力，如果不及格会被直接剔除出去。玄冥阁虽然松散，但也不养废物，不然如何成为幽冥城的一流势力？罢了，完成任务后还有贡献点可拿，也不白做。叶盛收敛思绪，看了一眼与那4人约定的地点，便离开了咖啡馆，直奔玄冥阁大厦而去。玄冥阁大厦一间休息室中，4道身影不耐烦地等待着。这4人气息都极为强大，悉数都是2转鬼师境，分别是一名魁梧大汉，一名秃顶老者，还有一名抱着一柄长刀沉默坐在那里的青年，以及一名身上时刻散发着寒气的女子。这时，一名美女侍者将一份茶水点心送了进来，小心地看了一眼4人，认出4人皆是玄冥阁的白银执事，几位慢用。美女侍者放下东西后，躬身一礼，小心退出了休息室，不敢惊扰4人。此人好大的架子，让我等4人等了他这么久。魁梧大汉开口了，面色阴沉道。秃顶老者嘿嘿一笑，大家将来都是一个小队的，等等也无妨嘛。说着，看向一直沉默寡言的抱刀青年，以及那全身寒气四溢的女子。寒气四溢的女子目光一扫3人，冷哼道：“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小队，还要看了你们实力后再说。若是不够格，大家还是分散行动的好。”呵，好大的口气，要不要现在比划一下？魁梧大汉不服气道。秃顶老者忙打圆场道：“两位稍安勿躁，想要看彼此实力，这次外出幽冥城后自然可以看到，没必要在这里大动干戈。”至于那抱刀青年，则一直闭目，始终没有看3人一眼，沉默寡言的很。秃顶老者道：“等最后这位小友到了之后，我们便能启程了。”几人说话间，一道身影走入了休息室，吸引了几人的目光，就连一直闭目的抱刀青年也都睁开了眼睛看去。诸位，久等了，抱歉。叶盛走入休息室后，微笑冲4人抱拳。几人相约的地点正是这间休息室，4人也都是2转鬼师境强者，叶盛觉得应该没找错。4人打量了叶盛一眼，魁梧大汉率先开口：“你的执事令呢？”说话间取出了自己的执事令，这是要确定叶盛的身份。秃顶老者几人也都取出了自己的执事令。叶盛看去，目光微动，这4人手中的执事令竟然都是白银执事。接着，在4人目光中，
叶盛取出了自己的执事令。第29章提升熟练度。青铜执事。等叶盛取出执事令后，魁梧大汉四人不由都愣住了，怔怔地看着叶盛掌中的执事令。你只是出他二转鬼师境？魁梧大汉有些不可置信。叶盛此刻收敛了气息，只能感知到是一位二转鬼师境强者，具体多少等级却是无法准确感知到的。没错，叶盛点头，这没什么好避讳的，他的确是出他二转鬼师境。这……魁梧大汉不说话了。寒冰女子则直接冷笑道：开什么玩笑，这玄冥阁为何给我们匹配了一名青铜执事？这不是给我等天雷坠吗？他的话语直白，盯着叶盛冷笑不已，丝毫面子不给，现实的很。秃顶老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他们四人实力虽然有些许差距，但都是白银执事，境界等级都达到了二转武师级以上。这个境界使他们每一个人在二转鬼师境中都摸爬滚打了很久。叶盛一名初踏二转鬼师境的新人，与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寒冰女子继续冷笑道：此行任务乃是前往血月谷，那血月谷中的厉鬼皆是二转武师级左右，他一个初踏二转的新人去了就是找死，最重要的是会拖累我等。寒冰女子盯着叶盛说道，已经将叶盛视作了一个累赘看待。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的抱刀青年开口了：要我说，有你我四人便足够了。他说完又闭上了眼睛。此言一出，秃顶老者一愣，这是要舍弃掉叶盛，只有他们四人行动。我同意。片刻之后，魁梧大汉率先说道，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四个人吗？寒冰女子冷笑，不错，足够完成这次血月谷任务了，我也同意。接着三人看向秃顶老者。秃顶老者看了一眼叶盛，无奈点了点头。这种事情少数服从多数。寒冰女子看向叶盛，冷哼道：小子，你只能一个人来完成了，若是完成不了被逐出了玄冥阁，那也是你自己倒霉，怨不得别人。说完率先起身走出了休息室外。魁梧大汉与抱刀青年起身也一起跟了出去。二人离开前都没瞧叶盛一眼。秃顶老者临行前怜悯地看了一眼叶盛，但也没说什么，走出了休息室。须臾，休息室中便只剩下了叶盛一人。我这是被踢出了小队。叶盛摸了摸鼻子，随即道：这样也好，自己一个人行动反倒方便不少。叶盛咧嘴一笑，能一个人单独行动，他也乐得轻松。他有毁灭级技能，根本用不着与人组队，任何任务在他这里都不是什么问题。叶盛查看了一下此次玄冥阁给出的任务内容：前往血月谷，收集100株血月草。叶盛抬头看了一眼任务内容后，不由沉吟。任务中还讲述了，这血月草乃是玄冥阁中一位4转鬼宗境大佬要使用，这才在阁内发布了任务，正巧落在他们这支小队的头上。还真是上面一张嘴，下面跑断腿，而且是前往这等危险之地，只为了一些血月草。叶盛感慨，这个世界的强者可谓有着种种特权，只要他们想，下面人就算拼了命也得去做，只有成为最强者才是王道啊。叶盛不由明白了这个道理。出发吧。那血月谷虽然都是2转武师级鬼物，但对自己来说也算不得什么。叶盛起身离开了休息室。幽冥鬼域极为广袤，叶盛离开幽冥城后，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前往血月谷完成任务，而是深入了幽冥鬼域。黑色山林中，叶盛一边纵跃前行，一边思索道：这幽冥鬼域随处可见2转鬼巢，刚好拿来练手，磨砺2大毁灭级技能。鬼巢的密度是最大的。叶盛此次进入幽冥鬼域，打算先升级9天神雷和金刚伏魔剑2大毁灭级技能，先将2大技能提升到 LV2 级再说，使其威能再度暴涨，不然自己战力将大打折扣。这1转暗金级套装在自己进入2转已经落后了，现如今战力增幅还得依仗毁灭级技能才行。叶盛说道。至于血月谷任务，最后完成也不迟。叶盛思路明确，定下了目标，一个纵跃，继续向着幽冥鬼域深处而去，要寻找2转鬼巢来干2大毁灭级技能的熟练度。1日后，幽冥鬼域一处地域突然间阴云密布，接着有无数金色雷电在云层中游走，稍许酝酿后便疯狂向着下方密密麻麻的鬼巢中倾泻。此刻被轰击的下方鬼巢乃是由2转鬼物汇聚而成，足有数千之数，每一只鬼物都相当于2转鬼师境强者，凶厉无比，远比1转鬼物强大得多。而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在金色雷电洗礼下，不少2转鬼物竟然可以扛下数道雷电不死，嘶吼着冲击。但金色雷电过于密集了，到了最终，这数千只2转鬼物形成的鬼巢终究是全部被轰灭了。整个过程的场面
都显得极其震撼。嗖！一轮9天神雷过后，叶盛的身影出现。此刻的空气格外湿润，每次9天神雷的出现都会下起暴雨，同时一片地狱都将被雷电轰击的焦黑。叶盛看了还冒着青烟地狱，摸了摸下巴道：不愧是二转鬼物，竟然能抗住9天神雷的轰击。叶盛多少有些不可思议。9天神雷攻击力提升正10000%，这个倒还罢了，最恐怖的是对鬼物的克制，对鬼物伤害提升正20000%，这个才是最要命的，一般鬼物根本扛不住，但二转鬼物居然能抗下数道雷击，属实让叶盛意外。叶盛灭掉这数千只二转鬼物后，拉出属性面板，看了一眼现在的等级，还不错，灭杀了这数千只二转鬼物，已经提升到了2转10级。叶盛点了点头，紧接着又摇了摇头，感觉到了晋升二转鬼师境后，等级提升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即便只是提升1级，所需经验也是极为夸张，远不是1转10可比。这都1天时间了，他也才提升了10级，从2转0级提升到了2转10级。第30章迅猛提升。叶盛摇摇头，按道到了2转之后升级还蛮困难的，自己有9天神雷这种覆盖面极广的毁灭级技能，提升都这般困难，换做其他普通修士，怕是只能依靠时间来慢慢积累了。这期间与凶厉鬼物搏杀，不知要经历多少凶险。叶盛道：如此看来，那些能晋升入2转50级的修士都不简单，怕是都有自己的保命手段，难怪能成为玄冥阁的白银执事。到了此刻，叶盛方才体会到那些白银执事的不凡。叶盛不由想到了魁梧大汉、秃顶老者，还有那沉默寡言的抱刀青年和寒冰女子，这4人怕是都有着压箱底的手段。不想了，看一下2大毁灭级技能的熟练度吧。叶盛收敛思绪，拉出了技能面板，发现9天神雷的熟练度从 2% 提升到了 23%， 金刚伏魔剑的熟练度则从 12% 提升到了 46%， 进度喜人。1天时间提升了这么多熟练度，还算不错。叶盛将技能面板收起，呼出一口浊气道：继续干吧，尽快将2大毁灭级技能提升到 LV2 级。叶盛抬头辨认了一下幽冥鬼域的方向，纵身一跃，继续寻找鬼巢去了。这幽冥鬼域鬼物如潮水一般，随处可见，远不是鬼山城外的野外可比。3日后，一处山谷中的上万只鬼物被叶盛几轮9天神雷横扫了个干净，接着他的身体上亮起一道刺目的升级白光。哈哈，2转50级了！叶盛哈哈大笑，笑声畅快。经过3日爆肝，灭杀了无数鬼物后，叶盛终于将等级提升到了2转50级，与魁梧大汉那4人成为了同级别存在。2转50级已经相当于2转中期了，比起2转初期时的气息不稳，变得极为成熟，力量也飙升极大。叶盛神色喜悦，又看向技能面板，这一看，心情更加舒畅。金刚伏魔剑在1天前便升级到了 LV2 级，威能大涨。9天神雷麻烦一些，可此刻熟练度也达到了 100%， 出现了可提升按钮。叶盛点击了提升后，9天神雷顺利升级到了 LV2 级。瞧一瞧2大毁灭级技能的变化，叶盛忙不迭向升级后的2大毁灭级技能看去。毁灭级技能9天神雷 LV2， 道家至高秘术之一，招引9天神雷除秽诛邪，覆盖范围方圆100里，攻击力提升正2万，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4万。提示：由引雷术升级而来，由于威能过大，覆盖范围过广，慎用。毁灭级技能金刚降魔剑 LV2， 单体攻击技能道家顶级降魔剑术之一，攻击力提升正3万，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正5万。这么强！叶盛目光一扫，脸上神色大喜。9天神雷原本攻击力提升只有正1万，现在达到了正2万，对鬼怪类伤害提升也从原来的正2万提升到了正4万。威能提升这么大，接下来灭杀2转鬼物就更轻松了。叶盛说道。之前灭杀2转鬼物多少有些吃力，强大的2转鬼物需要数道金色雷电才能轰灭，可现在威能翻出这么多，怕是能做到瞬秒了。如此一来，从2转50级提升到2转100级效率，怕是反而会更快。金刚降魔剑威能也一样翻了无数倍。叶盛说道。金刚降魔剑的攻击力提升达到了惊人的正3万，对鬼怪类伤害提升更是恐怖，正5万。如此高的伤害，没有任何2转鬼物能够扛下一剑。这金刚降魔剑单体攻击增幅恐怖，是用来对付 BOSS 的利器。叶盛对其威能是颇为满意的，可惜这几日没有遇到2转 BOSS 级鬼物，只有不少2转精英级鬼物。另外，除却这2大毁灭级技能外，
还有居灵潜将。不过居灵潜将叶盛这几日没能用上。居灵潜将可以捕捉3转鬼将进鬼物，极为强大。可叶盛这几日并没有碰到这种级别的鬼物，若只是用来捕捉2转鬼物，多少有些大材小用，还是等机会捕捉3转鬼物。叶盛说道。2转50级。叶盛摸了摸下巴，现在可以申请成为白银执事了。叶盛手掌一翻，一枚青铜执事令便出现在了掌中。青铜执事令品相粗糙，色泽暗淡，远没有秃顶老者几人手中白银执事令品相好。最重要的是，成为白银执事后，又会在玄冥阁中增加不少特权。申请白银执事后，便能成为与魁梧大汉以及郑刚这种强者等同的存在了。叶盛把玩着手中的青铜执事令，沉吟道：“他的条件已经满足了申请白银执事，而申请流程也极为简单，并不需要回到玄冥阁大厦，只需借助青铜执事令联系玄冥阁一位执事长老便可。过程简单，难得是2转50级修为。”唰！叶盛想了片刻，却是将青铜执事令收了起来，不打算申请白银执事了，还是等晋升到2转100级圆满境之后，再直接申请黄金执事吧，一步到位，省得麻烦。叶盛笑了笑，改变了念头。升级到2转100级圆满境，对于别人来说或许麻烦，但是对于叶盛来讲，也就几天的时间而已。特别是在2大毁灭级技能悉数升级到了 LV2 级，威能大涨的情况下，这个速度就更快了。与其申请2次，不如一次到位，也省得玄冥阁哪位执事长老跑2次不是？叶盛一笑，在短暂停留后便动身了，向着幽冥鬼域深处而去。5日后，猛鬼坡。猛鬼坡即便在幽冥鬼域，也是一处赫赫有名的凶险地，很少有修士敢于踏足这里。只因猛鬼坡中的鬼物皆是2转100级厉鬼，即便单拎出来一只，也能轻松屠灭魁梧大汉、秃顶老者这等2转50级小队。加上猛鬼坡有着如潮汐一般的鬼物，让此地就变得更加生人勿近了。往日里，这猛鬼坡都寂静得很，很少有人来这种地方。可就在这几日，猛鬼坡却是来了一道强横身影，将此地当作了刷怪圣地。第31章猛鬼坡。海量的经验值。自从此人到来之后，猛鬼坡上空便雷云不断。5日时间内，在一轮又一轮金色雷电轰击下，猛鬼坡不少地方已经变得焦黑一片。轰隆隆！此刻，一波9天神雷刚过，空中的雷云尚未消散，紧接着天空中便再次有点雷云汇聚，再汇聚下一波的9天神雷。这中间的间隔时间竟然只有区数分钟，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少顷，雷云在短暂酝酿后，又是一波金色雷电如雨点一般落下，洗礼着猛鬼坡。大片大片的2转100级厉鬼，像是被割草一样收割着，继而变成了海量的经验值。而猛鬼坡也不愧是有名兄弟，鬼潮宛若灭杀不尽，一波波涌来，向着一道白衣身影冲去。快了！叶盛凌空盘坐，周身劲气变得无比强大，隐约间，一抹即将圆满的气息从他身体上溢散而出。若是有2转顶尖高手在此，一定会吃惊认出，这是即将踏入2转100级圆满境才会有的气息，说明其等级已经到了2转98级以上，甚至2转99级。10余分钟后，随着一道无比惊人的白光在叶盛身体上亮起，轰！一股圆满气息终是在叶盛身体上溢散开来。哈哈！随着圆满气息溢散，叶盛发出一声长啸。经过5日爆肝，他终于从2转50级一路晋升到了2转100级圆满境。说起来，这属实不可思议。要知道，叶盛从2转0级到2转100级圆满境，前后细数也才用了不到10日时间而已。10日时间，别人怕是升1级都难，叶盛却飙升了整整100级，这说出去都很难让人置信。这猛鬼坡果然名不虚传。叶盛大笑，猛鬼坡的厉鬼皆是2转100级，击杀这种猛鬼，经验值无疑是最高的。而且叶盛没有与任何人组队，全程都是一个人在独享最高经验值，经验值可谓拉满。这才仅仅5日时间，便晋升到了2转100级圆满境。当然，这离不开9天神雷提升到 LV2 级的功劳。另外，随着等级提升，叶盛体内的能量如一条大江，早已脱离了之前动不动就能量枯竭的局面。现如今，只要是能量溢满状态，叶盛可以接连使用2次9天神雷，不至于力竭。这无疑更加提升了升级速度。没经验了，叶盛扫了一眼经验条，发现猎杀鬼物已经无法再得到经验值了。叶盛清楚，这是达到2转100级之后的现象，与1转100级时一样。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从 BOSS 身上爆出转职道具，照引来2转雷劫。只有度过2转雷劫，晋升至3转鬼将境，才能继续提升。这么快便要冲击3转鬼将境了，叶盛自己
都感觉有些不可思议，这速度太快了！距离他转职这才多久？不到1个月，自己便要冲击3转鬼将境，这种事情说出去，别人怕都不会信，太不现实了。但这种事情放在排名世界第1职业天师的身上，就又正常不过了。那天道榜单上的前100名怪胎职业，怕是也不乏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叶盛可从未小看过那天道榜单上的100种怪胎职业，排名世界前100，这可不是说一说那么简单。叶盛清楚自己将来的竞争对手怕都是这些人。先离开这猛鬼坡，叶盛转身向着猛鬼坡而去。就算是连续轰杀了5日，这猛鬼坡深处仍旧有厉鬼不断涌出，就像是猛鬼坡中有一处鬼巢一般，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鬼物。叶盛虽不惧这些鬼物，但不停来骚扰多少有些麻烦。离开猛鬼坡后10余分钟，叶盛找了一处清静之地盘坐了下来，可以申请成为黄金执事了。叶盛沉吟，根据玄冥阁的规矩，只要成为2转100级圆满境，便可成为玄冥阁的黄金执事。黄金执事在玄冥阁中的地位颇为不俗，是拥有了一定身份的人。毕竟这种级别的强者数量已经开始变少，每一位2转100级强者对于玄冥阁来说都极其珍贵，是重要的战力来源。很多2转50级白银执事处理不了的事情，都得由2转100级黄金执事出手。所以对于黄金执事，玄冥阁也是极为优待，有着比白银执事多了许多的特权。叶盛取出青铜执事令，这青铜执事令现在已经配不上他的身份了。接着叶盛借助青铜执事令打开一道光幕，光幕中有着关于黄金执事种种特权的介绍，叶盛需要了解一下。片刻之后，叶盛看完了介绍，这黄金执事的特权还真是不少。叶盛有些惊讶，成为黄金执事后，可以在幽冥城中分到一栋500平的独栋大别墅，还配备了管家和仆人侍奉。500平的独栋大别墅价值在幽冥城有多么惊人，叶盛是了解的。最重要的是，这么大的别墅怕是有钱也买不到，因为幽冥城的土地一般都掌握在各大势力的手中，被他们霸占着。他们开发出来后，只供自己势力内部人员享用，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的。可这独栋大别墅还只是基础，许多特权叶盛看了都不由啧舌。最后叶盛的目光落在最为实在的一项特权上，薪水。没错，成为了黄金执事后便有了薪水，1个月100枚鬼灵石，也可以一次性预支年薪1200枚鬼灵石，是一笔不菲的报酬。按照1亿联邦币兑换100枚鬼灵石的比例，成为黄金执事1个月便有1亿联邦币的工资，这可是躺着不动也有的固定收入，好处还真不少。叶盛摸着下巴说道。旋即叶盛也不迟疑，打算申请成为玄冥阁的黄金执事。没什么坏处，在幽冥城中有这种大势力庇护，能让很多强者忌惮，不敢轻易灭杀。不然就是与玄冥阁结怨，普通玄冥阁成员便罢了，若是一位黄金执事被杀，就算是玄冥阁也得重视，这可关乎玄冥阁的面子。这个场子若是不找回来，那今后谁都敢对玄冥阁随意动手了。第32章，差点惊掉执事长老下巴。申请。叶盛看向手中的青铜执事令，借其联系了玄冥阁的一位执事长老。片刻之后，青铜执事令上浮现出一道人影，人影乃是由光幕组成，是一种远程通话技术。这道人影是一名老者，穿着宽松的武道服，但气息强大，是一名3转鬼将境强者。什么事？李正堂背负双手，打了一个哈欠，懒洋洋地看了一眼叶盛手中的青铜执事令，神色随意。对于他这等长老级人物，一名青铜执事而已，李正堂平日里都懒得多看一眼，此刻有事，怕也是什么小事。小子，随意召唤长老，若是小事，是要受到惩罚的。李正堂瞥了叶盛一眼，警告意味十足。叶盛一笑，道出自己目的：前辈，我要申请黄金执事身份。李正堂正打了哈欠，闻言嘴巴都没合上，他一脸错愕向叶盛看来。你说什么？李正堂掏了掏耳朵，以为自己听差了。一个青铜执事而已，都没能成为白银执事，就直接申请成为黄金执事，这小子和自己开什么玩笑？申请成为黄金执事，叶盛无奈，只好再说了一次。李正堂面色一沉，小子，你拿我开涮？李正堂只以为碰到了一个愣头青，在拿他这位长老开涮，可下一刻，李正堂下巴差点惊掉下来。是叶盛无奈，只好溢散出了2转100级圆满境的气息给他看。2转100级圆满级，还真是。李正堂一呆，察觉出叶盛还真没拿他开涮。2转100级的确够资格申请成为玄冥阁的黄金执事了。片刻，李正堂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看着叶盛笑骂道：“你小子有这等实力，是怎么成为青铜执事的？”
叶盛的实力，就算之前没有达到2转100级，也该是一位白银执事才对。可奇怪的是，竟然只是青铜执事，这事情挺奇怪的，让李正堂着实想不通。叶盛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他总不能说自己刚刚从2转0级提升到了2转100级，但这件事情多少有些惊世骇俗。怕吓到李正堂。实力够了，身份也对，是我玄冥阁的人。旋即，李正堂极为认真地验证了叶盛的身份。青铜执事令没有作假，再加上叶盛2转100级战力，的确有资格成为黄金执事了。唰，叶盛身前蓦然构建出了一个微型传送阵，是对面李正堂所为。很快，一枚黄金灿灿的执事令牌便被传送了过来，到了叶盛的手中。叶盛看着手中的黄金执事令，脸上浮现笑容。拿到这黄金执事令后，便意味着得到玄冥阁的种种特权。这青铜执事令没用了，我便收回去了。李正堂看向叶盛手中的青铜执事令说道：“这个自然。”叶盛将黄金执事令收起，又将青铜执事令交给了对方。处理完这一切后，李正堂便要离开了。不过在临行前，李正堂冲着叶盛笑容满面道：“小友，无名李正堂，乃是玄冥阁长老堂一位长老，今后有事大可来找我，你我之间多亲近亲近。”说罢，李正堂的光影便消散了。叶盛笑了笑，知道李正堂这是在拉拢自己。黄金执事在玄冥阁数量也不多，而且每一位黄金执事都投靠在一位长老麾下，长老麾下的黄金执事越多，势力便越强，在玄冥阁中的地位便越巩固。这些长老在玄冥阁中也是分山头的，遇到了利益之争，要看彼此的势力强弱。这一点叶盛是知道的。成为黄金执事只是叶盛计划中的第一步。叶盛打开了贡献阁。贡献阁其实类似于联邦交易平台，不同的是，贡献阁独属于玄冥阁内部，其中有着许多联邦交易平台没有的珍贵宝物。除了可以拿贡献点兑换外，贡献阁也接受鬼灵石的买卖，因为这贡献阁上的不少宝物都是玄冥阁内强者挂上去的。这些3转乃至4转强者也一样需要鬼灵石这种硬通货。叶盛现在没有鬼灵石，但成为黄金执事后可以提前预支1年的薪水，也就是1200枚鬼灵石，应该足够在贡献阁中买到不少东西了。叶盛借助手中的黄金执事令打开了贡献阁，一面淡蓝色光幕呈现在了眼前。一眼看了过去，叶盛发现贡献阁中的宝物还真是不少，就连3转鬼将境乃至4转鬼宗境的装备都有，其中不乏暗金级装备，但那价格就异乎寻常的惊人了。而2转暗金级装备就更多了。叶盛一个个看去，2转暗金级胸甲、黑魔甲，售价1320枚鬼灵石；2转暗金级武器火云枪，售价1480枚鬼灵石。叶盛一一看去，看了片刻便皱眉不已，发现这些2转暗金级装备价格都不菲，若是想要凑出一套2转暗金级装备，没有上万枚鬼灵石根本下不来。而且就算凑出来，也都是零散的2转暗金级装备，并不是暗金级套装。想要凑出套装，叶盛看了一眼贡献阁，就连贡献阁里面也凑不齐，难度极大，价格都这么贵。叶盛吐槽，他方才还信心满满，可现在一看价格，自己那1年薪水1200枚鬼灵石根本不算什么，连一件2转暗金级装备都买不起，这多少有些离谱。至于2转暗金级套装，那就想都别想了，太穷了。叶盛头疼。另外，这段时间运气也属实不好，竟然没有遇到一尊2转 BOSS。暗金级装备，普通鬼物爆率极低，很难爆出来，只有 BOSS 级鬼物爆率才相对高一些。可这段时间，叶盛并没有碰到2转 BOSS 级鬼物。算了，有金刚降魔剑在，暗金级装备也不是那么急迫。叶盛收敛思绪，暂且先不打算购买暗金级装备了。毁灭级技能金刚降魔剑的增幅足够恐怖，比一整套暗金级套装增幅都要强大。他就算一件2转暗金级装备也没有，也不影响他在2转之境无敌。毁灭级技能才是他最大的依仗。第33章，价值12亿的鬼物船。不再看2转暗金级装备，叶盛扫了一眼其他品级的装备，兴趣不大。虽然也能提升战力，但对拥有毁灭级技能的叶盛来说可有可无，买了也是浪费鬼灵石，不如积攒着到了关键时刻用。咦，飞行法宝？叶盛一阵翻找，发现了不少飞行法宝，眼睛一亮。装备可以等一等，可这飞行法宝不能少。一直以来，叶盛都是凭借双脚赶路，这无疑严重影响了效率，把不少时间都浪费在了赶路上。就比如这次前往猛鬼坡，便浪费了足足1天时间。最重要的是，只凭借双腿双脚赶路太累了。正刚的鬼木舟，他可是垂涎已久了。
鬼木舟需450枚鬼灵石。叶盛在贡献阁中看到一艘鬼木舟在售卖，比起使用联邦币购买便宜了不少。不过现在的叶盛有些瞧不上鬼木舟。鬼木舟乃是最基础的代步工具，速度只能达到每小时300公里。在贡献阁中，叶盛看到了不少飞行法宝，速度都能达到每小时800公里，一些甚至能达到每小时上千公里。这黑煞舟每小时能达到2000公里，不过价格也太贵了一些，足足6000枚鬼灵石。叶盛啧舌，虽然眼热无比，但以现在的能力还买不起。算了，还是购买这鬼物船吧。每小时能达到850公里，而且够大，船上铭刻有鬼物阵法，可以隐蔽行踪，性价比最高。叶盛看了一眼那鬼物船，价值1200鬼灵石，刚好1年的薪水，比起鬼木舟这种基础代步工具要强了不止一筹。而且鬼物船也算是热销品，郑刚曾与叶盛吹嘘过，就快积攒够钱才买这鬼物船了。他没买到，现在倒先轮到叶盛买来了。决定了要购买这鬼物船后，叶盛借助黄金执事令联系了玄冥阁，提前支取了1年的薪水，1200枚鬼灵石。接着在贡献阁中直接购买了鬼物船。片刻之后，叶盛面前构建出一个微型传送阵，亮光一闪，一艘只有巴掌大小的鬼物船被传送了过来。叶盛看着这像极了模型的鬼物船，暗道神奇。鬼物船现在虽然看着小，像是模型一样，但只要抛入空中就可以瞬间变大，与郑刚的鬼木舟道理是一样的。这飞行法宝可爆不出来，全都是炼器师炼制而成。叶盛说道，这个世界除却战斗职业外，也有许多辅助系职业，炼器师便是其中一种。高级别的炼器师地位比战斗系职业还要高，还要富有。就比如这鬼物船，只要炼制出来一艘，就可以大赚一笔。不少集团势力一般都供养着这类炼器师。叶盛把玩这鬼物船，爱不释手。换算成联邦币的话，这鬼物船可比什么豪车昂贵多了，足足价值12亿。有了这鬼物船，赶路速度可就快多了。赶路速度快了，叶盛的想法也就不由自主地活络了起来。他眼珠子一转，萌生了一个想法。有了这鬼物船，大可前往幽冥鬼域深处捕捉几尊三转鬼，将进鬼物，为自己所用。这一念头升起，便无法遏制住了。三转鬼将进鬼物战力极为强大，而居灵潜将又有100%捕捉成功率，数量是10只。自己只要找到三转鬼将进鬼物，就可以瞬间捕获。若是捕捉10尊三转鬼将进鬼物带在身边，无疑给自己多了10个强大帮手。再遇到2转强者，可就能轻松吊打对方了，甚至都不用自己动手。有鬼物船在，进入深处也用不了多久。念及于此，叶盛便打算出发了，将手中鬼物船抛到空中。鬼物船来到空中后，迎风便涨，转瞬间化作一艘高达12米、长20余米的楼船。鬼物船船身漆黑如墨，铭刻着一道道阵纹，这些阵纹每时每刻都散发着缕缕鬼雾，将鬼物船遮蔽了起来，使得整个船身看起来都极为神秘。叶盛知道这是鬼物船身上附带的鬼物阵法，催动之后，鬼雾会越发浓厚，甚至都看不到船身。飞到空中可以避开鬼雾的视线，只以为是一片云雾飞了过去，提升了不少安全性。不错，叶盛纵身一跃，来到了鬼物船甲板上盘坐了下来，继而催动鬼物船。嗖！鬼物船虽然笨重，可速度丝毫不慢，立刻化作一道盾光，以每小时850公里的速度向远空飞去。2个小时后，叶盛便抵达了幽冥鬼域深处，鬼物船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来到幽冥鬼域深处，2转鬼物便很难看到了，再遇鬼物都将是3转鬼将近的鬼物，极为凶险，只在外围转转就好。叶盛极为谨慎，3转鬼将近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又一次完成了蜕变，生命层次发生了跃迁，战力极其强大。若是具体衡量的话，战力是2转鬼失境的上千倍。上千倍，这并无多少夸张成分。3转鬼将因为体内能量浩瀚，甚至都能御空而行了，这是2转鬼师绝对办不到的事。作为同样3转鬼将近的鬼物，战力自然同样恐怖得很。上千倍的差距，自己就算有毁灭级技能，也远远不是对手。叶盛头脑清楚得很，小心驾驭着鬼物船，贴着幽冥鬼域外围转悠，不敢深入。10余分钟后，叶盛眼睛一亮，看到远方天空中有一团阴云横空而过，犹如鬼王出境，一条条恐怖发丝从阴云中席卷而出。这是一尊女鬼，每一条发丝都足有数百米长，3000青丝在凌空乱舞，所过之处阴气森然。叶盛认得这女鬼，名为3000青丝，一头青丝长发就是她的武器，甩动间
比最锋利刀都要锋锐。轰隆！一声轰鸣，在叶盛目光中，那青丝女鬼的长发扫中一座小山，瞬间将那座小山搅碎了。就是他了！叶盛眼睛发亮，打算捕捉这尊三转鬼，将进鬼物。第34章，居灵潜将3000青丝。嗖！叶盛驾驭鬼物船，向着3000青丝急速追去。也就是有着鬼物船了，不然叶盛都未必能追得上这等三转鬼将进鬼物。不仅能御空，而且速度奇快。10余分钟后，叶盛有惊无险，他盘坐在鬼物船上，身边则多出了一枚灰色小球，正环绕着他身体飞舞。这灰色小球正是那三转鬼将进3000青丝。在居灵潜将的威能下，这3000青丝尚未来得及反抗，便被他捕捉了，不费吹灰之力。哈哈，这可是一强大战力！叶盛开怀大笑。这尊3000青丝是一尊三转10级鬼将进鬼物，一身阴气极重。不够，一尊哪够？叶盛将灰色小球收起，也不敢轻易将这3000青丝放出来。这女鬼放出来，模样还是颇为恐怖的，有碍观瞻。居灵潜将还有9个名额，要捕捉满额。叶盛一笑，驾驭鬼物船继续在深处外围搜寻。接下来，叶盛可能是靠近了3000青丝的聚集地，接连又撞见了9尊。他也懒得再寻找其他三转鬼将进鬼物，都是使用居灵潜将一一捕捉。半日时间，叶盛身边便环绕着10个灰色小球了，皆是三转鬼将进3000青丝。够了！叶盛一脸满足，看着环绕在身体周围的10个灰色小球。若是接下来遇到强敌，将这10尊3000青丝放出去，绝对可以做到三转之下无敌。做完了这件事，叶盛收敛思绪，道：得将血月谷的任务做掉。血月谷的任务并没有因为叶盛晋升黄金执事便消失，仍然还在，而且是必做的。不过以他现在2转100级圆满境的实力，完成这种任务已经很轻松了，浪费不了多长时间。出发吧，完成之后也好回返幽冥城。叶盛调转了方向，驾驭鬼物船直奔血月谷。血月谷因为有一轮血月日夜高悬，故而得名。在血月的映照下，整座血月谷一片猩红之色，透露着一抹诡异的氛围。谷内一道道血影在谷中煎熬着穿梭，若是有生人踏入谷中，顷刻间便会被这些血影附体，吞吸掉全身精血而死。此刻4道狼狈身影踉跄着从血月谷中逃了出来。等踏出血月谷的瞬间，4道身影终于坚持不住了，纷纷瘫倒在地，一个个剧烈喘息着，每一个人脸上都透露着一抹劫后余生的清醒。这4人并不是别人，正是与叶盛一个小队的成员。嫌弃叶盛是累赘，便决定只有他们4人启程，进入血月谷完成任务。可血月谷一行，4人险些都死在谷中。这次能从血月谷中活着出来，还真是运气啊！哈哈！秃顶老者瘫倒在地，劫后余生般的哈哈大笑。沉默寡言的抱刀青年此刻面色诡异，时而苍白，时而脸上闪过一阵红光。这是被血月谷中的血影鬼附体过所致，体内残留的浓郁血阴气一时半刻驱散不掉。而他怀中的长刀也出现了一个豁口，也不知是在血月谷中经历了怎样残酷的战斗，落得一个如此凄惨的局面。都怪玄冥阁给我们匹配了一个青铜执事。寒冰女子面若寒霜，她的肩膀被鬼手洞穿了，若不是依仗着2转鬼师境强横的体质，怕是早已失血而死。现在抱怨着玄冥阁给他们匹配了叶盛这种青铜执事。魁梧大汉道：这血月谷任务本就是5人才能完成，现在少了一个，难度自然大了，但好在完成了，嗨嗨。魁梧大汉说话间一阵剧烈咳嗽，咳出了几口鲜血，他也受了不轻的伤势。诸位，不管怎么说，我们完成了任务，还活着出来了。秃顶老者笑着说道。他手掌一翻，掌中出现了20几株血月草，正是这次的任务目标。这次需要100余株血月草，分到5人头上，便是1人20余株血月草。他们每人20余株，加起来有接近90株。至于剩余的缺口，那就是叶盛的事情了，与他们无关。他们只需将自己的任务配额交回去就行。此地不宜久留，还是速速离开吧。魁梧大汉起身道，稍许的休息让他恢复了一些精力。几人点头，知道此地并不安全。抱刀青年伤得最重，阴气不断侵蚀他的身体，但此刻也不得不强打着精神站了起来。寒冰女子体外罩上一层寒气，这寒气对鬼物有极大杀伤力。走！他一声娇喝，率先纵身向远处跃去，其他人紧随其后。几人离开血月谷没多久，远空便有一团鬼物急速飞来。哗！那鬼物来到血月谷上空后，猛地停下，接着鬼物散开，露出一艘船身漆黑的楼船。叶盛盘坐在鬼物船甲板上，看到下方的血月谷后，不由露出一抹笑意。
这鬼物船的行进速度果然够快，这才多久，便从深处外围赶了回来。若是让自己赶路，怕是得数天时间。叶盛哈哈一笑，收了鬼物船，纵身向着下方血月谷落去。片刻，叶盛双脚踩踏在地面上，看向血月谷内。此刻的血月谷笼罩在一抹血色月光下，一道道血影在谷内来回穿梭，发出凄厉的鬼嚎声。整个血月看着极为阴森恐怖。不过叶盛对此却是不甚在意，这血月谷只是2转60级显地而已。对于叶盛这种2转100级圆满境强者，血月谷只能算是低级显境，对他造不成丝毫影响。那4人应该已经离开了。叶盛向着血月谷深处看了一眼，并没有发现魁梧大汉4人。想一想也正常，这都快10天时间了，4人应该早已完成任务回去了。快些完成血月谷任务吧，也好回返幽冥城。叶盛迈步，可没走2步便又停了下来。不知何时，怀中的黄金执事令开始发烫，而且烫得惊人。叶盛知道，这是只有玄冥阁有了紧急要务才会发出的信号。发生了什么？叶盛蹙眉，将黄金执事令取了出来。第35章血红色邮件。敲竹杠。叶盛看到了一封血红色的邮件，那血红色邮件散发着刺目的红光，代表了事态紧急，急需处理。点开邮件，叶盛看向里面内容。片刻，叶盛目露沉吟。这是一封紧急任务，是派发给他一个人的，要叶盛火速赶往冰封谷，越快越好。邮件中提到，因为冰封谷附近只有自己一位黄金执事，所以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而且任务报酬极为丰厚，有惊人的2000贡献点，属实不可思议。要知道，在贡献格中，1点贡献点相当于1枚鬼灵石，2000贡献点便相当于2000枚鬼灵石了。一件2转暗荆棘装备也才价值1500枚鬼灵石而已。对方这是以一件2转暗荆棘装备作为了报酬，出手不可谓不阔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要紧急调令一位黄金执事？叶盛却是沉吟。黄金执事平日里还是颇为悠闲的，没什么大事，很少惊动他们。但现在要自己一位黄金执事出手，怕是事情极为棘手，而且报酬还这么丰厚，这任务难度怕是不小，甚至极为凶险。要不要接这个任务？叶盛目露思索。这个任务并非强制性的，是玄冥阁内的一位大佬发布的，他可以接，也可以不接。就在叶盛犹豫之际，任务报酬竟然再次提升了，达到了3000点贡献点，可见对方的急迫。这，叶盛吃惊，2000贡献点就已经不少了，相当于一件2转暗荆棘装备。可现在自己只犹豫了片刻，竟然又涨到了3000点贡献点。看来发布任务的那位玄冥阁大佬是真急了。叶盛说道，同时可能也与冰封谷附近只有自己一个黄金执事有关。要不要再等等？对方这么急切，怕是还会涨报酬。叶盛摸着下巴，他其实是不怕任务凶险的，以他的战力，只要不是3转鬼将近强者，他都能应付。在看到那2000点贡献点后，便决定接下了。之后涨到3000点，叶盛实在没有拒绝的道理。算了，做人要厚道，对方这么急，就全当交下一个善缘吧。叶盛摇了摇头，不打算敲对方竹杠了。发布任务的有可能是玄冥阁中一位4转鬼宗境大佬，现在竹杠敲得爽，有可能会得罪这位大佬，从长远来看并不划算。叶盛一时半刻还不打算离开玄冥阁，没必要与人结怨。旋即，叶盛也不再考虑，直接接下了这个任务。但在此之前，还是要先把血月谷的任务完成掉。这血月谷的任务费不了多少功夫。叶盛纵身一跃，向着血月谷中而去。步入血月谷中后，无数血影鬼扑来，叶盛毫不在意，一路横冲直撞，向着血月谷深处而去。对于魁梧大汉、秃顶老者4人来说，凶险无比的血月谷对叶盛来讲就像是自家后花园。血影鬼虽然诡异，但毕竟只是2转60级鬼物，对叶盛造不成丝毫威胁。血月草只有血月谷深处才有。叶盛闯入深处，轻松拿到20余株血月草。仅仅10余分钟后，叶盛便走出了血月谷，完成了任务。若是让魁梧大汉、秃顶老者4人看到这一幕，非气到吐血不可。他们千辛万苦，险死还生，接近10天时间才完成的任务，在叶盛这里却仅仅用了10余分钟便完成了，这差别之大，可谓天壤之别。拿到了20余株血月草，叶盛也不拖延，以免让任务失败。那任务发布的如此急迫，怕是情况万分紧急。赶往冰封谷吧。此地距离冰封谷只有1000余里，以鬼物船的速度很快就能赶到。叶盛将鬼物船抛到空中，鬼物船迎风便长，转瞬化作了一座高达12米的楼船，悬空停在那里。叶盛跃上鬼物船甲板，催动鬼物船化作一道急速遁光，
向着西北方向的冰封谷而去。就在叶盛赶往冰封谷的同时，魁梧大汉、秃顶老者4人正在返回幽冥城的路上。诸位，好在这次有惊无险。秃顶老者伤势恢复了一些后，神色轻松笑道。魁梧大汉也一脸满足，是啊，这次回去交了任务，可以得到100贡献点，100贡献点相当于100枚鬼灵石了，兑换成联邦币也有1亿，报酬还算丰厚，可以弥补他们这次险死还生付出的代价了。魁梧大汉笑道，几位，今后你我4人便是一个小队了，大家要多亲近亲近。这是自然。秃顶老者附和道。这一次就连寒冰女子都神色缓和了一些，并没有反驳。4人经历了这次血月谷之行后，彼此的实力都得到了对方的认可。他是一名冰系鬼法，肉身羸弱，这次血月谷魁梧大汉几人都将他保护得极好，特别是抱刀青年，为了救他被血影鬼附体，受了不轻的伤势。寒冰女子扭头看向抱刀青年，柔声问道，你的伤势如何了？无妨。抱刀青年摇摇头，难得咧嘴笑道，区区一些阴气而已，已经被我驱散了。那就好，那个我欠你一个人情。寒冰女子咬着嘴唇说道。大家都是一个小队，无需说这些。抱刀青年摇头。魁梧遗憾道，可惜我们只有4人，若是有5人就好了，实力会更强一些，执行任务也能更轻松一些。寒冰女子冷笑，哼，那小子此次必定无法完成血月谷任务，任务完成不了，他就会被踢出玄冥阁，到时候玄冥阁自然会给我们重新添补一位队友。秃顶老者笑道，是啊，只要再添补一位白银执事，我们小队的实力便够了。一同经历了一次生死，4人交情都升温了不少。几人交谈间，面色却是齐齐一变，他们怀中的白银执事令一同发烫起来。几人被迫停下脚步，纷纷取出自己的白银执事令看去。是紧急调令。魁梧大汉看了一眼，抬头后面色大变。其他3人脸色也都好不到哪去，他们都打算回返幽冥城休整了，此刻却是突然间接到了这种紧急调令，不理会不行吗？寒冰女子说道。第36章，走吧，去见那位黄金执事大人。不行，这可是紧急调令，是强制性的，无法拒绝，一旦拒绝会被驱逐出玄冥阁。魁梧大汉神色严肃道，直接打消了寒冰女子的心思。秃顶老者也道，是啊，我们只是白银执事，黄金执事才有特权，选择接还是不接。我们这种白银执事一旦看到紧急调令，就必须尽快赶往，迟一刻都不行。可是我们现在的战力只能维持巅峰时期的70%。寒冰女子脸色难看，见几人都神色凝重，魁梧大汉主动压了压手，安抚道，诸位莫急，这任务中提示说，这次任务不是有黄金执事带队吗？有这位大人在，我们承受不了多少压力。这倒是。秃顶老者点头，看到有黄金执事带队，一颗心稍稍放松了下来。黄金执事皆是2转100级圆满境强者，距离3转鬼将境也只是一步之遥，比他们这些2转50级鬼师境修士不知强了多少。魁梧大汉道，诸位，还是尽快去见这位黄金执事大人吧，去的迟了，怕是会被问责。好吧。寒冰女子一脸无奈，遇到这种事情，不遵从也得遵从。几人只好转身，向着汇聚地冰封谷而去。冰封谷常年寒气肆虐，使此地的温度一直保持在零下70度左右，这等惊人低温，普通人根本无法靠近，若是随意擅闯，只能被冻成冰雕，逃都逃不出去。更何况冰封谷中还有着成群结队的2转70级寒冰厉鬼，数量也是奇多。此刻前往冰封谷的路途上，只见一道道强大身影急速纵掠，向着冰封谷赶去。这些人每一人都是玄冥阁2转50级以上的白银执事，气息浑厚，目光冰凉，放在外界都有着不俗的身份。片刻后，距离冰封谷10余里地外的一片寒霜山林中，已有30余位白银执事抵达这里，盘坐在布满寒霜的山林中，静静等待其他人的到来。嗖嗖嗖，4道身影赶来，进入寒霜山林后，惊讶地看向此地已经盘坐着的30余位白银执事。这4人不是别人，正是魁梧大汉几人。这么多白银执事！寒冰女子进入寒霜山林后，看到这种场景，一脸震惊。她是第一次看到有如此众多的白银执事汇聚在一起，那场面足够惊人。秃顶老者面色严肃，究竟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白银执事被紧急调到这里？而且看样子还有更多的白银执事在赶来的路上。这个疑惑不止4人有，此刻寒霜山林中的每一位白银执事都有，都在嘈杂地议论着。诸位，稍安勿躁。一名白银执事起身，压了压手，道：等人到齐了之后，
我们便知道任务目标了。人群渐渐安静了下来。秃顶老者进入寒霜山林后，在人群中看到了不少故友，上前与这些白银执事打着招呼：“赵老鬼，你也被征调来了。”一名白银执事看到秃顶老者后，哈哈一笑道。秃顶老者苦笑，凑到此人近前：“可不是吗？刚在血月谷完成任务，还没来得及缓一口气，便被调来了这冰封谷，真是要了老命了。”说着，拍了拍自己隐隐作痛的肩膀。那白银执事笑道：“此次征调的都是距离冰封谷最近的人，看来事态紧急，而且有一位黄金执事压阵。赵老鬼，你也无需担心，有这位黄金执事压阵，你我安全无虞。”黄金执事的强大，这些白银执事还是有深切体会的。秃顶老者看了一眼冰封谷方向，点头道：“是啊，这冰封谷乃是2转70级险地，我这等2转50级白银执事起到的作用很小，此次被召集而来，也只是辅助这位黄金执事大人。你倒是活得明白。”那名白银执事哈哈一笑。秃顶老者看了一眼四周，好奇问道：“那位黄金执事大人可曾到达？”“还没有。”白银执事摇头：“耐心等着吧。”10余分钟后，随着2道身影跃入寒霜山林，寒霜山林中便凑齐了50位白银执事。这等强大阵容，也只有玄冥阁才能在短时间内凑齐。够了50人之后，一众白银执事的令牌发烫，都收到了此次的任务内容，一个个好奇看去。片刻，众人抬头，一个个面露古怪之色，竟只是救一名被困在冰封谷中的小辈。一位白银执事沉声道：“这次的任务内容很清楚，就是救出一名被困在冰封谷内的小辈。可这小辈并非一般人，乃是玄冥阁内一位4转鬼宗境大佬的孙子，天赋奇高，拥有 S 级职业，被玄冥阁这位4转鬼宗境大佬给予了厚望。因为与人冲突，杀了修罗教一位小公子，被赶来的2位修罗教强者堵在了冰封谷中。而这2位修罗教强者皆是2转圆满境，若不是有另外2个势力与修罗教周旋，人怕是已经被杀了。”一位白银执事起身凝重道：“诸位，这次任务牵扯到2位2转圆满境强者，我等当慎之又慎。”闻言，不少白银执事嘈杂起来。他们只是白银执事，而2转圆满级强者相当于玄冥阁的黄金执事，让他们面对这等强者毫无胜算。2名2转圆满境强者看清楚任务内容后，秃顶老者与魁梧大汉也是面面相觑。若是对付冰封谷中的寒冰厉鬼，他们还有些把握，可对上2名2转圆满境强者，一丝胜算都没有。秃顶老者道：“别担心，我们只是在测印，真正出手的是那位尚未到来的黄金执事。”魁梧大汉闻言点头，心下稍安。走吧，任务内容中提到，让我们前往冰封谷外围与那位黄金执事会合。魁梧大汉说话间，已经有不少白银执事动身，向着冰封谷外围而去了。他们4人也急忙跟了上去。冰封谷坐落在2座大山之间，只有一处谷口可以通往谷内，两侧则是如刀削一般的峭壁。整座冰封谷寒风四溢，刮出的寒风如一枚枚冰刀一般，割得人皮肤生疼。此刻的谷口，两方人马正在对峙。第37章，我玄冥阁的黄金执事来了。两方人马在冰封谷谷口对峙，一方乃是修罗教的2位2转圆满境强者，盘坐在谷口，另外还在谷口布下了一座大阵。那大阵黑色雾气翻滚，仿佛对无数鬼物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无数鬼物嘶吼着钻入其中。而在阵法中，一尊巨大的鬼影正缓缓凝聚，像是要凝聚出某种更为强大的鬼物一样。另一方则是被修罗教堵在了谷口外的2方势力，一个是白家，一个是古月楼。白家与古月楼加起来的人马足有上百人，分别由一位2转圆满境强者带队，但如此强的力量仍旧被堵在了冰封谷外，难以进去救人。玄冥阁的人还不到。古月庆秀眉微蹙，神色间已经有了些许不满。不急。一旁白庭玉面带微笑。不急。古月庆冷目看向他，困在冰封谷中的可是我古月楼一位嫡系子弟。这一次被困在冰封谷中的，除了玄冥阁的一位小辈外，还有古月楼的一名嫡系子弟与一名白家子弟。3人是组队进入冰封谷冒险，碰到了修罗教小公子起了冲突，之后便联手斩杀的修罗教的那名小公子，闯下了大祸。而修罗教赶到的高手也非要取了3人性命不可。冰封谷中有不少修罗教高手在围攻3人，而谷口则有2名修罗教2转圆满境强者堵住了谷口，拦下了白庭玉和古月庆。白庭玉哈哈一笑，笑声粗犷：“古月庆，我白家的子弟不也被困在其中吗？我与你一样着急。”哼！古月庆一声冷哼，目光凝望向冰封谷谷口。那2名修罗教高手身穿一身黑袍，身后的阵法黑雾已经越来越浓郁了。
白廷玉看出他的心思，想要冲入冰封谷内救人，道：“只有你我二人的话，很难突破这二人的阻拦。加上他们布下的修罗阵，根本没机会进去。”说着，白廷玉眯眼道：“这修罗阵布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怕是已经凝聚出了一尊三转鬼将进鬼物。你我二人若是随意闯入阵中，这2名修罗教高手便够棘手了。若是再加上三转鬼将进鬼物，你我二人怕是要陨落在其中。三转鬼将进鬼物，就算是白廷玉与古月庆对付起来也颇为棘手。毕竟二转鬼师竟与三转鬼将进之间力量差距上千倍，这是一条巨大的鸿沟，很难弥补起来。”白廷玉笑道：“古月庆小姐，还是等玄冥阁的黄金执事一到，及你我3人之力冲阵的把握更大一些。”白廷玉安抚着古月庆。古月庆清楚他说的有道理，但内心的焦急让他烦躁不安，只觉得玄冥阁的速度太慢了。就在古月庆焦躁之际，远处山林中有一道道身影跃出，身影数量足有50余位，个个都是玄冥阁的白银执事。这些白银执事出现在冰封谷外后，便汇聚在了一处，散发出强大气息。白廷玉见状，冲着古月庆笑道：“玄冥阁这不就到了吗？”古月庆目光一扫，很快冷哼道：“只是一些白银执事而已，玄冥阁的黄金执事仍旧未到。”白廷玉被他一提醒，也注意到玄冥阁的黄金执事没到，不由皱眉：“是玄冥阁的人到了。”白家、古月楼不少强者向一众白银执事看去，嘈杂了起来。他们已经等了玄冥阁很久，此刻终于将人盼来了。怎么不见玄冥阁的黄金执事？是啊，难不成这次玄冥阁就派了一些白银执事来？白银执事能有什么用？根本冲不破修罗教的阻拦。玄冥阁这是在搞什么？白家、古月楼不少强者都抱怨出声。他们等了半天，竟然只等来一帮没用处的白银执事。白家一名强者冲着一众白银执事喊话道：“喂，你们玄冥阁难不成连一名2转圆满级强者都没有吗？”“是啊，这也太拉胯了，就这样还敢称自己是幽冥城的一流势力。”就连古月楼的人也嘈杂了起来。远处玄冥阁一众白银执事闻言，一个个面色涨红，相互看了一眼，一时间无可辩驳。他们的黄金执事的确到现在还没到，只有他们一众白银执事赶到了。放屁！谁说我们没有白银执事？一名白银执事受不了这闷气，开口骂道。另一侧，白家、古月楼的人见玄冥阁还敢还嘴，立刻开始嘲讽。白银执事毕竟也有50余人，一时间双方开始了骂战。人群中，魁梧大汉、秃顶老者4人看着这混乱场面，不由面面相觑。秃顶老者奇怪道：“我们玄冥阁的黄金执事为何还不到？”魁梧大汉与对面吵得面红耳赤，闻言道：“怕是因为什么事情迟了吧？”抱刀青年一如既往的沉默寡言，没有参与这种闹剧，只是偶尔睁开双眼，向着远处看去，似乎也在等待黄金执事的到来。古月庆看着这混乱一幕，并未开口制止，想要借此宣泄自己对玄冥阁的不满。白廷玉也看着，同样没有出言制止。就在一片混乱中，远空终于有一片云雾姗姗来迟。来了，是一艘鬼雾船。有人指着远空大声道：“是玄冥阁的黄金执事吗？”谁知道，也可能不是。白家、古月楼不少人的目光向着那一团云雾看去，玄冥阁的一众白银执事更是翘首以盼。单单他们一众白银执事还真压不住场面。应该是我们的黄金执事到了吧？一众白银执事一脸希冀。方才的骂战中，他们堂堂玄冥阁被说成没有高手，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们玄冥阁好歹也是幽冥城中的一流势力，这种耻辱怎么能忍？他们也从未在幽冥鬼域中受过这种气，定然是我玄冥阁的黄金执事。魁梧大汉、秃顶老者同样瞪大眼了眼睛，向着那一团云雾看去，目光中满是希冀之色。就连一直闭目不言的抱刀青年，此刻也都睁开了双眼，向着那一团云雾看去。第38章，怎么会是他？我一定是在做梦。是玄冥阁的黄金执事吗？古月庆向着远空看去，秀眉微蹙。白廷玉背负双手，同样遥望着那一团云雾，笑道：“待会儿看看不就知道了。”远空，鬼雾船笼罩着一层云雾，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冰封谷而去。鬼雾船甲板上，叶盛盘坐，遥遥看到了冰封谷。这次的任务竟只是救人。叶盛目光闪烁，在赶来冰封谷的路上，叶盛已经得知了全部的任务内容，竟是要救一个年轻子弟。不过这年轻子弟可不一般，乃是玄冥阁内一位4转鬼宗境强者的孙子，拥有 S 级职业天赋，平日里都宝贝的不行，怪不得愿意出高价。S 级职业天赋的孙子的确值得培养。叶盛一笑 ，S 级职业已经极为罕见了，若是能够顺利成长起来，未来的战力极强，上限怕是比玄冥阁这位4转鬼宗境强者都高。不过
对手是修罗教2名2转圆满境高手。叶盛摸了摸下巴，取出一枚灰色小球放在手上把玩着。这灰色小球正是3转鬼将进鬼物3000青丝，而这种灰色小球，叶盛族有10个，有着10尊3转鬼将进鬼物，可以轻松解决任何2转鬼师。嘿嘿，叶盛嘿嘿一笑，期待放出10尊3000青丝的场景。到了，鬼物传的速度极快，眨眼间便抵达了冰封谷。下面人还不少，还有数十位白银执事。叶盛目光向下一扫，看了不少人，同时也注意到了数十位白银执事。这次任务内容中倒是提示了，会有不少白银执事作为辅助，在一旁协助他。叶盛没有在意，以为只有10余人，没想到却是一下子来了接近50余名白银执事。不愧是玄冥阁幽冥城的一流势力，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凑齐这么多高手，换做普通一些的势力可是做不到的。叶盛摇摇头，嗖，驾驭着鬼物船向着下方落去。冰封谷谷口，在所有人目光中，一艘鬼物船落了下来，停在了玄冥阁一众白银执事前。这一幕落在不少人眼中都是目露异色。哗！鬼物船停下后，船身上的云雾消散，露出了甲板上的身影，是一名身穿白袍的青年，神色淡然，目光扫向冰封谷一众人，而他身上则溢散着属于2转圆满境的气息。看到这个，所有人便已经确定来人正是玄冥阁的黄金执事无疑了。叶盛的出现宛若一根定海神针一般，瞬间让一众白银执事兴奋不已。他们玄冥阁的黄金执事终究是来了。不少白银执事目露的色，看向了不远处的白家、古月楼2方人马，似乎在说：你们不是说我们玄冥阁没高手吗？瞧瞧，我们黄金执事这不就来了吗？还是赶紧将那张嘴闭上吧。见过大人。50余位白银执事齐齐拱手，声若洪钟。不远处，白家、古月楼的人都安静了下来，都在打量着叶盛这位黄金执事。一众白银执事中，魁梧大汉拱手后哈哈一笑，心中畅快。方才他与白家、古月楼的骂战骂得最狠，但心底多少是有些虚的。此刻黄金执事的到来，让他底气顿时足了起来，就像是找到了靠山一样。秃顶老者也面带笑容。4人拱手行礼后，都抬头齐齐向着这位黄金执事看去。只是这一看，4人都亚麻呆住了。4人都看清楚了叶盛的面容，怎么会是他？寒冰女子花容失色，一眼便认出了叶盛，不正是那个被他们视作累赘，踢出了小队的青铜执事吗？怎么此刻摇身一变，成为了玄冥阁的黄金执事，身份还要在他们之上，被他们视作了靠山？这，我一定是眼花了。魁梧大汉语无伦次，狠狠揉了揉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抱刀青年看到叶盛后，目光一缩，瞳孔巨震，显然也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怎么会？秃顶老者眼珠子差点惊掉下来，同样一眼认出了叶盛。我一定是在做梦，他怎么成了玄冥阁的黄金执事？寒冰女子像是在做梦一样，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了。秃顶老者晃了晃脑袋，定睛向叶盛看去。片刻，2转圆满境气息，没错呀。秃顶老者喃喃自语。此刻的叶盛并未收敛气息，他反复辨认，的确从叶盛的身体上感受到了属于2转圆满境强者才有的气息。可如此一来，秃顶老者眼中的迷茫之色就更甚了。仅仅10天，叶盛是如何成为一名黄金执事的？这也太过神话了。难道是当初看错了？有眼不识泰山，这位本就是黄金执事，只是拿着青铜执事令。种种猜想在4人脑海中快速划过，但很快4人面色都不由变了。特别是寒冰女子，一张面容苍白无血，她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知道自己怕是闯了大祸。当初她对这位黄金执事可是极尽嘲讽，也是第一个投票将这位黄金执事丢下的，这无疑狠狠得罪了这位。魁梧大汉3人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去，一个个目光躲闪，低着头，生怕叶盛注意到人群中的他们。哗！叶盛收起鬼物船，从空中缓缓而落，目光向着50余位白银执事一扫，看着人头攒动的高手，不由目光复杂。10天前，他还只是一名小小的青铜执事，初入玄冥阁的新人。正刚这等白银执事是他高不可攀的存在，可转眼间，自己不仅超越了对方，还成为了玄冥阁的黄金执事，身份远不是这些白银执事可比。此刻，他们更是还得仰仗自己的战力。叶盛可以从他们目光中看出，这些白银执事都将他视作了靠山。叶盛独自感慨，目光在人群中扫视着。紧接着，叶盛轻咦了一声，目光落在了人群中。是他们？叶盛看到了4名白银执事低垂着脑袋，目光极力躲闪，像是在躲避什么人。叶盛目光扫去后，4人虽然低垂着脑袋，可也一眼认出了4人。
正是当初将他视作了累赘的魁梧大汉4人。第39章，身份暴露，各怀鬼胎，还真是够巧的。叶盛冷笑，从4人身上收回目光，暂且没有理会。你就是玄冥阁的黄金执事？一道清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叶盛扭头看去，便见是一名面容绝美的女子。女子看向自己的目光神色清冷，且带着一抹不满之色，似乎是在责备自己这么久才到来。正是。叶盛拱了拱手，敢问阁下是？这次的任务内容中有提到，不只是玄冥阁一家势力，另外还有2方势力参与到了这次冲突中。不过任务内容中并没有提到这2方势力的底细，故此叶盛并不知道眼前女子是何人。古月楼，古月庆。古月庆冷哼了一声，但还是报出了自己的来历。在下白廷玉，白家。另一侧，白廷玉笑着拱手。叶盛向他看去，听到他来自白家，目光不由微微一缩，继而试探性地问道：白家？哪个白家？白廷玉挺了挺胸脯，自傲道：鬼山城白家。鬼山城白家在幽冥城也算得上是一流势力，有5转鬼王境强者坐镇，似乎还不是一位，实力极强。就算是幽冥阁也对其极为忌惮。叶盛在听到白廷玉爆出鬼山城白家时，脑子里便是一阵轰鸣。白家也许有很多个，但是鬼山城白家却只有一个。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悬赏他的白家强者。叶盛少许震动后，抬头看向白廷玉，不动声色，免得被对方看出什么端倪，同时也打量起了白廷玉。白廷玉身材颇为魁梧，身穿一身战甲，这身战甲尽皆散发着暗金色光泽，这意味着白廷玉一身装备皆是暗金级，甚至有可能不是散装，而是一整套暗金级套装。以白家的势力，白廷玉有一整套暗金级套装，这很有可能。叶盛在打量白廷玉的同时，白廷玉也打量着叶盛，特别是叶盛身上的装备让白廷玉目露异色。叶盛身上的装备虽然也是暗金色光泽，但从气息来看，却都只是1转级别的装备。一位2转圆满境强者，装备一身1转暗金装备，这多少有些怪异。一时间，白廷玉就感觉玄冥阁这位黄金执事怪穷的。不止白廷玉如此，古月庆也是一脸异色。大家都是2转圆满境强者，白廷玉拥有一身暗金级套装，他古月庆也不差，同样也是一身2转暗金级套装。如此比较下来，就更显得叶盛寒酸无比，和2人不是一个层次。阁下似乎对我白家颇感兴趣。白廷玉看到叶盛不断打量自己，更是追问起自己的来历，不由奇怪道。叶盛打了个哈哈，收回目光，搪塞道：只是略感好奇而已。幽冥城中白家可是有不少。白廷玉哈哈一笑道：还不知阁下名讳？阁下看着眼生得很。玄冥阁黄金执事不少，我为何从未见过尊驾？玄冥阁中黄金执事也是有数的。白廷玉认识不少，却从未在一众黄金执事中见过叶盛。在下叶盛，刚刚加入玄冥阁不久。叶盛拱手，神色平静。见过叶兄，今后可要多亲近亲近。白廷玉哈哈一笑，他极善交际，朋友不少。玄冥阁作为幽冥城一流势力，他自然愿意交往。可白廷玉的笑声很快就是一僵，只因他空间手环中的一枚追踪符却是突然亮了起来。这枚追踪符正是当初在无头鬼谷时，他刻印了那名神秘强者气息制作而成。一旦靠近那名神秘强者，追踪符便会亮起，锁定自己要追踪之人。他在冰封谷许久了，这追踪符一直没动静，可现在靠近叶盛后，追踪符却是亮了微光。这说明了什么？已经无需多言了，叶盛就是无头鬼谷中的那名神秘强者。白廷玉一瞬间目露煞气，看向了叶盛，可旋即他便很好的遮掩了眼中的这一抹煞气。眼下还不是动手杀叶盛的好时机，接下来还需借助叶盛之力突破修罗教的阻拦，将困在冰封谷中的白家子弟救出来。此刻若是与叶盛冲突，不仅没有把叶盛留下来的把握，而且会耽误正事。不管怎么说，眼前的叶盛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2转圆满境强者，与他乃是同境高手。只是让白廷玉疑惑的是，叶盛堂堂一位2转圆满境强者，竟然会对白家2个小辈动手，也不知是何原因。叶兄，白廷玉脸上的微笑不变，再次拱了拱手，打算先稳住叶盛。不过白廷玉方才眼中转瞬即逝的凶戾之气也没能逃过叶盛的眼睛。虽然不知道对方用了何种手段发现了自己，但也清楚自己怕是已经暴露了。叶盛看到对方仍旧一副笑脸，也笑着拱了拱手，不动声色道：白兄。一时间2人表面上虽然风平浪静，但心底都已经开始谋算着如何弄死对方了。一旁古月庆自然不清楚2人之间的勾当，催促道：人既然已经齐了，那还等什么？杀了修罗教这2人，
赶紧冲进冰封谷中救人。这个自然。白廷玉笑道，眯着眼睛扫了一眼叶盛。叶盛也点了点头。白廷玉看向此刻被黑雾遮拢的冰封谷谷口，又道：不过那修罗阵怕是已经凝聚出了三转鬼将境猛鬼。你我三人虽然能压制得了修罗教二人，但这三转猛鬼却是有些棘手，需要使一些手段才能快速冲进去。修罗阵。叶盛抬头也看向了冰封谷谷口。这修罗阵他曾听闻过，是一种有名凝鬼阵法，可以将无数低等级小鬼凝聚成一尊高级别猛鬼。在布阵之后，修罗阵便会对厉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厉鬼会不受控制地冲入其中。之后，这些厉鬼受到阵法影响，会在阵中彼此吞噬，最终凝聚出一尊更高境界的厉鬼，正是修罗教的拿手好戏。不过，修罗阵也不是没有弱点。这种强行凝聚出来的三转厉鬼战力有限，比不得真正的三转鬼将境厉鬼，最起码比起他捕捉的3000青丝，战力上差了不止一截。第40章血影术，冰封谷前的激战。当然，毕竟是三转鬼将境厉鬼，对于二转鬼失境强者来说还是颇为棘手的。就算是古月庆、白廷玉这等高手对上了三转鬼将境鬼物，胜算也不高，上千倍的战力差距还是很难弥补的。古月庆看向白廷玉问道，你有什么办法？莫要再卖关子，里面的人怕是就要撑不住了。古月庆神色焦急。血影术。白廷玉嘴巴微动，却是没有发出什么声音，只有古月庆与叶盛听到了他的讲话。传音入密。叶盛一愣，听着耳畔白廷玉的声音。传音入密乃是一种特殊技能，不需要什么职业，只要得到技能书就可以学习。不过传音入密的技能书过于稀有，价值不菲。血影术。闻言，古月庆脸色不自然起来。叶盛却是有些疑惑，不清楚这血影术是什么技能，但白廷玉单独将其提起，怕是对眼下局面有什么帮助。白廷玉扫了一眼古月庆、叶盛，看出叶盛不了解这血影术，便继续传音入密解释了一番。叶盛听后面色也是微变，原来这血影术乃是以人为饵，只要在人的身体上施以血影术，便会对鬼物有极大吸引力，会穷追不舍，不死不休，只有灭杀鬼物或是被鬼物灭杀才会结束，极其歹毒。白廷玉的计划很简单，便是打算让人做饵，进入修罗阵中，将三转鬼将境鬼物吸引住，也好让他们冲进去救人。但三人都清楚，被三转鬼将境鬼物追杀，其凶险程度极高，多半有死无生。这个饵谁去做，就是一个问题。白廷玉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笑意，提议道：你我三方势力各派出5人做饵，我会在他们身上施以血影术，到时候你我3人将修罗教2位高手解决后，便让他们进入修罗阵，替我们引开三转鬼将境鬼物。闻言，古月庆脸上露出不忍之色，一旦这样做，这些人必定是活不了的。白廷玉看到古月庆脸上的不忍之色，奉劝道：月庆姑娘，你古月楼客卿多的是，派出5人便是，我们这些势力供养他们这些客卿，不就是起这些作用吗？说着，白廷玉冷笑，他自然也不会派出白家子弟，而是要派出白家供奉。这些供奉白家多的是，死几个对白家来讲无伤大雅，再招便是。古月庆内心一番纠结，最终还是同意了。毕竟困在冰封谷中的乃是古月楼嫡系。叶兄，你意如何？古月庆同意后，白廷玉扭头看向叶盛。叶盛颔首，他心中已经有了人选，只是好奇问道：为何非要5人？白廷玉嘿嘿一笑，人若是少了，可拖延不了那三转鬼将近鬼物太长时间。原来是担心这个。叶盛冷笑，这些世家大势力之人还真是人命如草芥。须臾，白家走出5人，古月楼也一样走出5人，都是2家势力的供奉，并没有核心子弟。这些人走出后都颇为疑惑，但自家首领下令，他们也不好拒绝。另外有3位2转圆满境强者在，他们也不认为有什么凶险。玄冥阁一方，则是魁梧大汉、秃顶老者、寒冰女子以及抱刀青年走了出来，几人脸色都不大好看，心底莫名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虽然不清楚叶盛为何单独让他们4人走出，但结合他们之间的过节，怕也不是什么好事。他们本想拒绝，但奈何叶盛是黄金执事，若是违令大可直接杀了他们。怎么只有4个？白廷玉皱眉。叶盛淡然道：就只有4个了。见状，白廷玉摆了摆手，也不与他计较，差一个也不碍事了。接着白廷玉悄然在14人身上施以了邪引术，也未提前告知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只是等着听令便可。动手吧。古月庆一双美目含着煞气看向修罗教的2位高手。动手。白廷玉最先冲了出去，大笑着扑向一位修罗教2转圆满境强者。
古月庆紧随其后。叶盛目光一动，这个时候也不好摸鱼，也踏步跟了上去。三人冲来，修罗教两位强者一声冷哼，他们早有准备，起身应战。顷刻间，5名二转圆满境强者厮杀在了一起，冰封谷谷口轰鸣声不断。古月庆凌空甩出一条火红色绸缎，那火红色绸缎燃烧着熊熊烈焰，有恐怖高温，看着柔弱，但甩动间犹如强劲的鞭子。轰！火红色绸缎撞在一侧的山壁上，那山壁顿时崩碎，威势恐怖。叶盛看去，目露金色。这火红色绸缎一眼便能看出是一件二转暗金级武器，加上古月庆一身二转暗金级套装，让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极为恐怖。叶盛若是没有毁灭级技能，单论气息是不如他的。二转暗金级套装，战力提升是极其恐怖的。那修罗教高手一身黑袍，仓促间拍出一掌，黑色大手硬撞开火红色绸缎。他的手上同样是一件二转暗金级手套，身上也是一整套二转暗金级套装。不输古月庆，白廷玉就无需多说了，自然也是一整套二转暗金级套装。他身材魁梧，迈步间身上土黄色光晕暴涨，竟是牵动了大地土系之力。无数岩石向着他双臂包裹而来，短时间便形成了2条粗大的岩石手臂，挥动间向前砸去，伴随着汹涌的土系之力轰鸣，宛若有万钧之力能撼山震岳。看到这一幕，叶盛不由汗颜。这交手的4人尽皆一身二转暗金级套装，只有他寒酸的要命，仍旧穿着一身1转暗金级套装。叶盛象征性的展出一剑，金色剑光横空，伴随漫天八卦符文闪烁，但威能却是并不高。一名修罗教高手也是轻松挡下。这一剑之所以这么弱，只因叶盛只用出了1成力。金刚降魔剑到了 LV2 级后，叶盛已经能够很好控制其威能。叶盛清楚得很，接下来真正的对手乃是白廷玉，二人免不了一场真正的生死搏杀，不死不休。他要留着力气对付此人。还有，此刻若是全力出手，难免会被对方看出自己底细，有了防备。这时异变突生。第41章寒冰女子的尸体。白廷玉与古月庆趁着叶盛拖住一人，竟是骗了一名修罗教高手，骤然间联手袭杀向一人。那人猝不及防中招，轰鸣着倒飞了出去，撞在后方一座山壁上，狠狠喷出一口鲜血。低头看去时，他的胸甲已经碎裂了，这让他脸色大变。他的胸甲可是2转暗金级装备，就这样碎掉了，可见方才这2人是多狠，要取他的性命。同时也一脸庆幸，若非如此，他怕是就要死在这2人的联手之下了。可是随着胸甲碎裂，套装属性立刻就消散了，让他战力大幅度下降，与白廷玉、古月庆拉开了战力差距。强者间交手本就瞬息万变，特别是战力上出现了些许差距，就更是容易被对手抓住弱点，一击毙命。退入修罗阵，借助3转鬼将尽厉鬼袭杀3人。胸甲碎裂掉的修罗教高手一声厉喝，在招呼被叶盛拖住的同伴。好！修罗教高手轰开摸鱼的叶盛，与那人汇合，向着后方的修罗阵中退去。眨眼间，2名修罗教高手遁入了后方黑雾翻涌的修罗阵中。你们进去！白廷玉终于看向了那14名被施加了血影术的人。14人面色一变，这是要他们率先进入修罗阵，这不是要他们的命吗？白廷玉面色缓和，哄骗道：放心，我们随后压阵，你们只是探路。白廷玉一边说着，一边面带威胁之色，大有14人若是拒绝就直接杀掉的架势。临阵抗命，这是任何高层都不能容忍的。14人无奈，只好遵从，起身跃入了修罗阵内。期间，魁梧大汉几人都面色苍白。我们也进去。看到14人进入修罗阵后，古月庆立刻道。白廷玉却是伸手制止，残忍笑道：不急，先让这14人将3转鬼将尽厉鬼引开。古月庆张了张嘴，最终没说什么。叶盛目光一扫，神色冷硬。魁梧大汉4人的死活他并不关心，当初4人挤兑自己，若不是自己还有2把刷子，怕就要被逼入窘境了。他叶盛绝非什么善男信女，前世便讲究一个睚眦必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人若是欺辱到了他头上，就别指望他和颜悦色。数个呼吸后，白廷玉觉得差不多了，方才徐徐开口：可以了，我们进去吧。说罢，率先向修罗阵中闯去。古月庆、叶盛随即跟了上去。修罗阵中有汹涌的黑雾翻滚，遮拢了整座冰封谷入口，无数厉鬼被吸引而来，涌入其中。唰！3道身影追了进来。叶盛目光一扫，双眉微凝，在这修罗阵中并没有看到3转鬼降尽鬼物，
应该是被14名施以了血影术之人引走了。那2名修罗教高手也不知所踪。跟我来。白庭玉像是能够锁定那2名修罗教高手的位置，一步踏出，向着修罗阵深处而去。古月庆、叶盛2人跟了上去。随着深入，叶盛目光闪烁，沿途之上已经看到了4、5具尸体，正是那14人中的修士。这些尸体破碎，皆是被鬼爪撕裂。其中，叶盛看到了寒冰女子的尸体，胸口被鬼爪洞穿了，心脏被掏了出去，毫无生机地倒在路边。已经身死的他瞪大了眼睛，目光惊恐，像是死前看到了恐怖存在，也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就这样陨落了。叶盛也只是略微扫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这个世界弱强势太正常了，每天都有不知多少修士陨落。至于秃顶老者3人，叶盛暂时还没有看到，应该是在3转鬼将进鬼屋的追击下逃到了深处。再行了片刻，尸体更多了。这些人毕竟只是2转修士，被3转鬼将进鬼屋追杀，很难逃出升天。很快，叶盛便看到了抱刀青年和秃顶老者的尸体，2人的身体已经被抓烂了，只留下了一颗沾满了血污的脑袋。叶盛目光冷硬，跟在白庭玉身后向深处追去。片刻，3人便听到了一阵猛鬼咆哮声，汹涌的阴气在前方翻滚。只见一尊3米多高的厉鬼极为凶悍，正追杀着所剩不多的几道逃窜身影。不远处，2名修罗教高手脸色难看，他们想制止那3转厉鬼停止追杀这些人，可是3转厉鬼根本不受控制。特别是看到紧随而来的白庭玉3人，便知道大势已去。3转鬼将进厉鬼被拖住，只有他们2人根本不是白庭玉3人的对手。若是恋战，很可能今日得陨落在这里。2名修罗教高手万万没想到，他们布下的修罗阵就这样被破掉了。你们的手段还真是狠毒，足足血祭了14人。一名修罗教高手看向叶盛等人，冷笑连连。走！说罢，2名修罗教高手极为果断，见势不可为，便果断放弃了这次任务。别追了！古月庆开口拦下了白庭玉。他这次的目标乃是救人，并非与人厮杀。特别是2名修罗教高手乃是2转元满境强者，若是一心要逃，根本留不下对方。好！白庭玉停下了脚步，面露微笑。这次危机顺利解决了。就这些人吗？古月庆看向被3转厉鬼追杀的仅剩几人。白庭玉摇头，不救，还得靠几人拖住3转厉鬼呢。好吧。古月庆咬了咬嘴唇，他古月楼的5人已经尽皆身死了，此刻剩下的人都是白家供奉与玄冥阁的人，他自然不关心了。嗖！2人动身向着冰封谷深处而去，叶盛紧跟了上去。这次任务叶盛还是颇为看重的，不仅有3000贡献点，还能让一位4转鬼宗境大佬欠下自己一个人情，报仇丰厚。救我！路过3转厉鬼时，一道狼狈身影看向叶盛，惊恐呼喊。叶盛扭头看去，发现是魁梧大汉还没死，但却受了重伤，一身的血污，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叶盛冷哼了一声，直接收回了目光，根本没有救他的打算。这魁梧大汉也不是什么好鸟，要怪就怪自己当初心思不正，结了恶果，今日要还了。用前世网友一句话说，就是把路走窄了。第42章，你玄冥阁的高手呢？冰封谷深处，3道年轻身影背靠背，看年龄似乎都只有12、13岁，此刻正在与人竭力搏杀。围杀3人的是数十名修罗教高手，出手狠辣，想要在最短时间内杀了3名年轻人，为自家小公子报仇，快要撑不住了。白子玉面色苍白，叫苦连天。一旁宋小天咬牙道，撑不住也得撑，待会儿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古月娇一身粉色衣衫，瞥了一眼白子玉，冷哼道，我一个小女子都没叫苦，你一个大男人却是叫苦连天。3人说话间，一阵大笑声从谷外传来。子玉，八叔来救你了。笑声粗犷，震耳欲聋。白子玉听了后却是面色大喜，扭头向谷外看去，只见一道全身笼罩在土系能量中的魁梧身影出现，一路横冲直撞，向着深处而来。在他身边跟着不少白家供奉。见状，白子玉哈哈一笑，冲着古月娇、宋小天得意道，我白家来人了，我们有救了，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白家。白子玉神色得意，古月娇冷哼，见不得他那副得意样，目光不停向着谷外张望。他不信古月楼没人来救自己。果然，在白庭玉身后，一名周身飞舞着火焰绸缎的女子出现，气息同样强横，是2转元满境修士，是月庆姐姐。古月娇看到来人，面色一喜，眼睛亮晶晶的。白子玉则看向宋小天，夸张道，宋小天，你玄冥阁的人呢？怎么也没人来救你？小天，你这次可是沾了我们的光。古月娇也嘻嘻一笑。宋小天神色一暗，无可辩驳，
他还没有看到玄冥阁的人出现。不过他也不信爷爷会放弃他，一定会派人来救自己。须臾，在白廷玉、古月庆身后，一道身影姗姗来迟。这道身影一身白袍，背负双手，身上溢散着属于二转圆满境的气息。宋小天疑惑，他并未在玄冥阁中见过此人。就在宋小天不确定这道身影的身份之际，大批玄冥阁的白银执事出现在了这道身影身后。是我玄冥阁的人，一位黄金执事。宋小天面色一喜。白廷玉三人出现后，修罗教数十名高手很快就被剿灭。白子玉三人脱离了险境，便各自去找自家的长辈。你就是宋小天？宋天辉前辈的孙子？叶盛看向面前的宋小天。正是。宋小天点头，面露喜色地看着叶盛，对这名将自己解救于危难中的大哥哥极有好感。我叫叶盛。叶盛笑道，感觉到了宋小天对自己的善意。叶大哥。宋小天乖乖喊道。他今年只有12岁，但天赋惊人，拥有 S 级职业，前途不可限量。众人交谈，一个个都放松了下来，特别是玄冥阁的一众白银执事。这次任务虽然凶险，但最终好在完成了。轰隆！也就在这时，整座冰封谷一震，接着土黄色光芒大盛，无穷的土系能量从地底升起，凝聚成一根根土黄色巨柱，引动着冰封谷大地震颤不已。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一个个扭头看去，只见白廷玉不知何时竟在布阵，全身土系能量汹涌，将手中一枚枚价值惊人的土黄色符箓打入附近的山石中，牵动大地之力，形成惊人阵法。土灵阵！白廷玉，你在干什么？古月庆怒喝，看向白廷玉。这土灵阵乃是困敌的阵法，一旦布阵成功，很难再突围出去。白廷玉动手极为突然，连他都没有反应过来，阵法已经完成了大半。只是古月庆不明白白廷玉这是要做什么。修罗教的人可是已经退走了，这又是要针对谁？轰！土灵阵眨眼间布阵成功，将所有人都困在了其中。土灵阵布阵成功后，众人身处土灵阵中，顿觉身体一沉，感受到了巨大的重力袭来，抬脚都变得极其困难。这无疑限制了所有人的速度。布下了土灵阵，白廷玉大局在握，哈哈一笑，看向古月庆道：“古月庆，此事与你无关。”说着，他看向了叶盛，目露寒光。终于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刻。叶盛面色平静，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幕，心中毫无波澜。就算白廷玉不动手，他也要找机会弄死对方。这白廷玉似乎知道的不少。你们，古月庆看出白廷玉针对的是叶盛，不由一呆，但确认了此事与他无关，便也不打算掺和到其中，带着古月楼的一众人马向后退去，以免殃及池鱼。古月庆退出老远，站定后看向叶盛，摇了摇头。他并不看好玄冥阁的这位黄金执事，虽是一位黄金执事，但弱得很。一身一转暗金级装备不说，方才在与修罗教动手展露出来的实力也很弱，与他以及白廷玉这等拥有一身二转暗金级套装的强者根本不在一个层次。月庆姐姐，他们怎么回事啊？古月娇奇怪道，这怎么转眼间就要打起来了？与我们古月楼无关，莫要多管闲事。古月庆摸了摸他的脑袋，说道：哈哈，有好戏看了，八叔要发威了。白子玉退出老远，看到自家八叔要动手收拾一位二转圆满境强者，不由兴奋了起来，看向远处宋小天的眼神中也满是怪异之色。白家，你们这是要做什么？玄冥阁不少白银执事反应了过来，这白廷玉竟是要劫杀自家黄金执事，一个个不由一惊，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不妙啊！一名白银执事面色凝重道。一众白银执事都能看出自家黄金执事与对方有着不小差距，这若是打起来，多半会以自家黄金执事陨落为结局，到时候也不知会不会牵累到他们。一时间，不少白银执事都慌乱了起来。叶大哥，宋小天一脸担忧的抬头看向叶盛，叶盛冲他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去后面找一众白银执事，将宋小天安抚走后，叶盛看向白廷玉，手掌一翻，10枚灰色小球便出现在了掌中，继而被他把玩着，抬头看向白廷玉的目光也变得玩味起来。第43章3000青丝的恐怖。叶盛目光玩味儿，他捕捉的10尊三转鬼将近3000青丝还地方试验呢。这白廷玉倒是迫不及待地冲上来让他试刀，也不知被10尊三转鬼将近3000青丝围攻后，白廷玉会是何种表情。叶盛嘴角挑起一抹有趣的笑意，神色间丝毫不慌。不远处，古月庆看到这一幕，一双秀眉微蹙，真不知道叶盛的底气来自于何处，都这个时候了还有恃无恐。小子，这次能撞到你还真是意外之喜啊！白廷玉哈哈大笑，
没有向众人解释什么缘由，直接便动手了。他恐迟则生变。一瞬间，白廷玉周身土系能量澎湃，身体拔高到惊人的2米，全身上下覆盖上了一层岩石铠甲，开始大踏步向着叶盛冲来，同时嘴角露出一抹嗜血笑意。而土灵阵产生着强大的重力，影响着叶盛的速度，对白廷玉却是没有丝毫影响。不少人都闭上了双眼，不敢再看。叶盛只是一名普通2转圆满境高手，空有境界，装备都没有凑齐，而白廷玉则是拥有一身2转暗金级套装，战力飙涨了几百倍，二者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白廷玉一人便可灭杀10个叶盛。叶大哥，后方躲在一众白银执事身后的宋小天一脸骇然。古月庆摇了摇头，觉得这次叶盛必死，而叶盛也像是吓傻了一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竟然没有丝毫动手的打算。可很快，就在白廷玉接近叶盛不远后，在所有人目光中，叶盛抛出了手中一直把玩的10枚灰色小球。嗖嗖嗖，10枚灰色小球像是10枚利箭，向着白廷玉飙射而去，在空中留下了道道灰色残影。这是做什么？古月庆看到这一幕，却是一呆。面对狂暴无比的白廷玉，叶盛不思如何防御，却是扔出了10枚不知为何物的灰色小球。这是要干什么？砸死冲上来的白廷玉吗？不止古月庆没能搞懂叶盛的动作，其他人也都是一呆。扔出10枚毫无威能的灰色小球，这也太儿戏了，真被吓傻了不成？白廷玉哈哈大笑，目光扫了一眼向自己飞射而来的10枚灰色小球，察觉出没威胁后便毫不理会，他甚至都懒得去防御。这10枚灰色小球虽然呼啸着向他撞来，但是没有丝毫威能，怕是连他的岩石护甲都无法击碎。小子，你怕不是已经被吓傻了？白廷玉眼中浮现一抹戾气，就要取了叶盛的性命。可下一刻，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也让白廷玉一脸悚然。只见那10枚灰色小球在飞向白廷玉的半途中，赫然开始了幻化，变化为一尊尊长发凌空乱舞且面目狰狞的厉鬼，尖叫着向白廷玉扑去，并且随着这10尊厉鬼的出现，整座冰封谷内爆发出恐怖的阴气。一时间，漫天阴气如潮水一般翻滚，遮蔽了天地。啊！突然间的变故，有人骇然大叫，只觉得身体瞬间陷入一种极度冰寒状态，只因那10尊厉鬼携带的阴气实在是太恐怖了，到了宛若实质的地步，阵阵阴寒之气侵袭着众人的身体，同时内心则更加恐惧。这是什么？3转鬼降精厉鬼！有人恐惧大喊，不可思议地看着变化而出的10尊恐怖厉鬼向着白廷玉扑去，一个个身体冰凉，感受到了大祸即将临头。不可能！古月庆花容失色，难以置信地看向10尊3000青丝。3000青丝他自然认得，真正的3转鬼降精厉鬼，绝非堵在谷口那尊3转厉鬼可比。那尊厉鬼只是由无数2转厉鬼拼凑而成，底子弱得很。可眼前的3000青丝可是货真价实的3转鬼降精厉鬼，而且还是10尊。他是如何驾驭的，竟能将3转厉鬼收为己用？古月庆骇然看向叶盛的时，心底掀起了滔天巨浪。2转鬼师竟收服3转鬼降精厉鬼，这绝对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与他的职业有关吗？一个念头在古月庆脑海中闪过。叶大哥！宋小天瞪大了眼睛，亲眼看着叶盛放出了10尊3转鬼降精厉鬼，属实觉得不可思议。那可是3转鬼降精厉鬼，战力是2转修士的上千倍。白廷玉虽强，拥有一身2转暗金级套装，但是战力提升充其量也只有数百倍，距离上千倍还有着巨大差距，怕是连一尊3转鬼降精厉鬼都难对付。不好！白廷玉看到10枚灰色小球幻化为10尊3转鬼降精厉鬼向自己扑来，一瞬间他脸色变得煞白。他千算万算也没能算出叶盛居然还有这种逆天手段，不仅能够驾驭3转鬼降精厉鬼，而且还一次就是10尊，这还让他怎么玩？有10尊3转鬼降精厉鬼，岂不是在2转之境无敌了？退！白廷玉反应极为迅速，全身土黄色能量汹涌，向后暴退。可惜若是遇上其他3转鬼降精厉鬼还好，可他遇到的乃是3000青丝，极善困敌。果然，就在白廷玉要退走的瞬间，10尊3000青丝的长发猛然暴涨，如瀑布一般向着白廷玉猛卷而去。只一瞬间，白廷玉都没来得逃跑，就被无数发丝缠住了身体，继而包裹成了一个大号的粽子。不！粽子中发出一声惊恐大叫，接着只听一声轰鸣，无数发丝收紧，像是锋利的钢丝一样切割过白廷玉的身体，让他爆碎成了无数块。哗啦啦，天空中下起了血色小雨，整座冰封谷变得死一般沉寂。一阵清风拂过，
带动血色小雨洒了不远处白子玉一头一脸。八叔！白子玉傻傻地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渍，然后身体无意识地颤抖了起来。他有些不可置信，自家八叔居然就这样战死了，前后连一个呼吸时间都没有就被秒杀了。一时间，白子玉仿若陷在梦中，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不仅是他，其他人也像是堕入了梦中，一个个傻呆呆的不说话了。第44章，叶盛，无敌境的存在。这一切都太快了，只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堂堂二转圆满境强者白庭玉，竟就这样被秒杀了，被十尊三转鬼将精力鬼撕成了碎片。白庭玉死后，十尊3000青丝却是没有就此罢手，白家人遭了殃，被十尊3000青丝屠戮。片刻之后，血腥气弥漫了整座冰封谷。后方看到这一切的玄冥阁一众白银执事干咽了一口唾沫，再次看向叶盛的目光已满是畏惧之色。特别是看到屠戮了白家人，此刻飞舞在冰封谷上空的十尊三转鬼将尽厉鬼，一个个内心就更加恐惧了。无敌之境！玄冥阁中有人呻吟了一声，拥有这十尊三转鬼将尽厉鬼，自家这位黄金执事已经踏入了二转无敌之境。有十尊3000青丝在，二转之境谁还是他的对手？与此同时，古月楼一众人一个个也是面色煞白，抬头看着空中嘶吼飞舞的十尊三转鬼将尽厉鬼。这些鬼物可是刚刚屠戮了白家人，另外三转鬼物可都是能御空飞行的。若是叶盛此刻动了杀心，他们没一个人能够逃走。叶兄，古月庆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他也害怕叶盛灭口，毕竟叶盛杀了白庭玉，这白庭玉可是白家的嫡系，被杀之后白家定然不会善罢甘休。叶盛冲他咧嘴一笑，古月庆看到后差点吓哭，叶盛这模样多少有点像催命的阎王，特别是笑起来就更加瘆人了。古月庆发誓，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如此惧怕一个人。古月庆噤若寒蝉，叶盛却是没有理会他，他又不是杀人狂魔，古月楼与他无冤无仇，他不会平白无故动手。若是杀了这些人，又要与古月楼结怨了。叶盛纵身回到了玄冥阁一众白银执事身前。叶大哥！宋小天一脸喜悦之色，惊喜地看着叶盛。经过这一战，显然所有人都小觑了这位叶大哥。大人！玄冥阁一众白银执事齐齐拱手，目露敬畏之色。之前对叶盛恭敬，那也只是浮于表面的恭敬，此刻一众白银执事是发自心底的敬畏。叶盛绝对是一位二转无敌之境的强者。无敌之境啊，这是极其难得的。类似于古月庆、白庭玉这种拥有一身二转暗金级套装，战力增幅达到数百倍的高手其实很多，但是能称之为二转无敌境的强者却是极为稀缺的，因为这太难了，谁人敢在同层次中轻言无敌？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都是拥有特殊手段的，可以在这一层次中处于无敌状态。叶盛便正是这种了，在二转之境便能驾驭十尊三转鬼将尽厉鬼，几乎没有敌手，是真正敢言自己无敌的，别人也不会有意见，只会发自心底的敬畏。这个世界本就是如此，强者为尊，一切都是拳头说了算。唰！叶盛抬手，飞舞在空中的十尊3000青丝顿时向着他飞来，阵阵阴寒之气扑面而来，让站在叶盛身旁的宋小天打了一个寒战。须臾，十尊3000青丝化做了10枚灰色小球，环绕着叶盛飞舞，阴寒之气也都悉数消散了，这才让周围的一众白银执事好受了一些。但看着叶盛轻松的掌控十尊3000青丝，望向他的目光更加敬畏了。走！叶盛将10枚灰色小球收起，扫了一眼古月楼众人后，率先向着冰封谷外而去。宋小天以及一众白银执事紧随了上去。这一次，他们可是在古月楼这些人面前扬眉吐气了。半日后，幽冥鬼域一处天空中，一艘鬼物船不疾不徐地向前飞着。甲板上，叶盛一身白衣盘坐，一旁宋小天则百无聊赖地躺着。二人离开冰封谷后，便遣散了一众白银执事。叶盛带着宋小天回返幽冥城，只要将人送回去，他这次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可以顺利拿到3000贡献点。叶盛盘坐，此刻却是目露沉吟，在思索着接下来的局面。白庭玉死了，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他杀了。此事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接下来一定会是雷霆风暴，定然不会就此结束。以白家睚眦必报的性格，怎么可能会放过他？上一次自己杀了白家2名小辈，白家都要悬赏，更何况是白庭玉这等重要人物，必然不会善罢甘休。自己与白家的梁子是越结越深了。叶盛摇摇头，有些无奈。踏入修世界就是如此，难免与人产生纠葛，但最终的结果都是
谁强谁火。实力弱，你就等着被对方按在地上摩擦吧。接下来又该如何？叶盛思索自己接下来该如何应对白家的狂风暴雨。玄冥阁这杆大旗终于要起作用了。叶盛沉吟，这次情况有些特殊，自己虽然是众目睽睽之下把白廷玉杀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事情才好处理。只因所有人都看到是白廷玉先向他动手的，而且从表面上看去还没有任何缘由，别人根本不知道白廷玉因何动手，就只是看到白廷玉骤然发难，要轰杀他。叶盛在被迫还手，这才杀了白廷玉。如此一来，叶盛便站在了道理的制高点上。难不成你出手要杀我，还不允许我还手了？天下哪有这种道理？这件事情就算传回了白家，白家怕是也不好说什么。技不如人被人杀了，你能怨得了谁？另外，玄冥阁也不能坐视自己就这样被白家针对。自己这次是去完成玄冥阁的任务，才被人无故发难。现在出了事，你玄冥阁倒躲起来了，不管手底下人的死活，当一个缩头乌龟。玄冥阁若真是这么做，怕是要让整个幽冥城笑掉大牙，到时候谁还敢投靠玄冥阁？这其中的影响太大了。凡此种种，才是叶盛在冰封谷中选择毫不犹豫灭杀白廷玉的理由，既能杀了追杀自己之人，又能利用玄冥阁将此事压下去，一举两得。他叶盛何乐而不为？叶大哥，这时宋小天开口了，打断了叶盛的思绪。叶盛疑惑向他看去。第45章值守任务的郑刚。宋小天咧嘴一笑道：前面有我们玄冥阁一处驿站，我们去歇歇脚吧。我累了。叶盛闻言想了一下，便也点头答应了。此去回返幽冥城还有7、8千里路程要赶，加上宋小天困在冰封谷这么久，精气神早已疲累不堪，的确是该休整了一下了。就算是叶盛出来这么长时间，也觉得有些累了。前往驿站休整一晚，第二天出发也好。驿站，一种设立在荒野中的临时停靠点，进入其中可以短暂休整。一些强大势力有条件都会在野外设立这种驿站，供自己势力中的强者休整。同时，驿站也是一处收集情报的情报点，每日都会将得到的情报传回到总部，作用极多。玄冥阁作为幽冥城一流势力，自然在荒野中设立了数量众多的驿站。鬼火驿站是设立在鬼火山的一处小型驿站，此地常年会有数人驻守，游人不停轮换。此刻，鬼火驿站外有着一株干枯大树，树上吊着几枚枯黄的枝叶，风一吹便摇摇晃晃地飘落了下来。而在这株大树下，正有2人在一骑，一枚枯黄枝叶飘落，恰巧落在了棋盘上，挡住了其中一人的棋子。那人将枯黄叶子捏走，笑盈盈地看向坐在对面的人，道：郑刚兄，你来鬼火驿站多久了？闻言，郑刚苦笑一声，在棋盘上落下一子，道：已经快有半个月之久了。不过明日我的值班时限便到了，可以回返幽冥城了。孙卓抱怨道：你我这种白银执事其实苦逼得很，也就比那些青铜执事略强了一些而已。2人都是白银执事，负责值守鬼火驿站。鬼火山虽然不太凶险，但也需要至少2转50级以上的白银执事值守才行。另外，鬼火驿站中除了2人负责安全外，还有几名服务人员打理着日常。2人闲着无聊，便一起来打发着时间。要不然，在这寂静的鬼火山极为难挨。是啊，郑刚点点头，深以为然。他前一段时间带着叶盛抵达幽冥城报道之后，便被派出执行任务了。任务便是在这鬼火驿站值守半月之久，时间一到便可回去。郑刚落下一子后，却又想起一人，喃喃自语道：也不知道叶盛现如今如何了。这都半个月了，这小子一点消息都没有。郑刚摸了摸下巴，叶盛出入玄冥阁，只是一名青铜执事而已。而在玄冥阁中，青铜执事日子可是并不怎么好过，一些白银执事不愿干的苦差事都会落在他们的头上。叶盛怕是也被派出执行任务了。郑刚猜测，这半个月内他联系了叶盛数次，都未得到回复，猜测叶盛应该是极为忙碌，顾不上回他的消息。孙卓道：郑刚兄，你还好一些，有蒋浩这位长老作为靠山，很多苦差事都落不到你头上。我就不同了，下次任务怕又是九死一生。郑刚闻言嘿嘿一笑，到了任何地方，有靠山和没靠山是两码事。有靠山，很多事情都能轻松一些，特别是有了好处之后，也是第一批享用。可没有靠山，那就大不同了，什么危险任务都是你先上，就算死了也没人替你做主，这之间的差别极大。郑刚是深有体会。蒋浩身为3转鬼将境强者，贵为玄冥阁长老，地位不俗，有他撑腰，郑刚不知轻松了多少。玄冥阁内不少白银执事都为此羡慕不已。
将来若能找一位四转鬼宗境强者作为靠山，就更好了。郑刚暗自想着。蒋浩是我老同学。郑刚一脸得意，颇有几分炫耀的意思。孙卓果真一脸羡慕，还真是羡慕你，有这样强大的同学作为靠山。二人一边闲聊着，一边继续下棋。你听说了没有？前不久一次性陨落了4名白银执事。孙卓八卦，他没事便喜欢在玄冥阁内部群中看新闻。郑刚一脸惊讶，一次性死了4名白银执事，他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白银执事好歹是2转50级以上的强者，哪是那么容易陨落的？一次性陨落4名白银执事的事就更少见了，除非遇上了势力间的大战，才会有数量众多的白银执事陨落。平日里很难见到白银执事陨落，能成为白银执事的都已经经验十足，危险之地往往不会踏足。什么时候的事？在何地？郑刚好奇问道。据说是在冰封谷，消息只是刚刚传出来的，还没有确切消息。孙卓说道。冰封谷，那可是2转70级的凶险地，这4名白银执事没事儿跑这种地方干什么？这不是嫌命长吗？郑刚无奈摇头。幽冥鬼域有太多险地了，他们虽是2转50级以上的白银执事，可在幽冥鬼域中还真不算什么，胡乱去闯，仍旧容易丢掉性命。孙卓道，有些时候身不由己吗？二人说话间，孙卓收到一条消息，他打开消息一看，旋即一惊，慌忙抬头看向郑刚说道：郑刚兄，快准备一下，有一位黄金执事要路过我们鬼火驿站了，随行的还有一位玄冥阁小公子，这2人可都不是你我能招惹得起的。黄金执事要来。郑刚闻言一呆，鬼火驿站这种鸟不拉屎地方竟然会有黄金执事路过。接着2人还没来得及通知驿站中的服务人员，便看到远空有一艘鬼雾船向着这边飞来。孙卓看到那鬼雾船，神色一慌，来不及了，你我还是先赢一赢吧，以免被这位大人视作你我轻慢。有道理，先赢一赢，要做足了姿态。郑刚觉得颇有道理，赞同的点了点头。2人迈步站到了鬼火驿站前，双手肃立，神态恭谨地望着向这边飞来的鬼雾船。空中，叶大哥，前面便是鬼火山的鬼火驿站了。宋小天一脸兴奋，坐在鬼雾船甲板上，低头向着下方大山中看去。只见鬼雾蒙蒙的鬼火山中，一座古旧的驿站坐落着，门前有着一株枯萎掉的老树。第46章，起猛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叶盛道：天色黑了，我们在此休息一晚，第2日便启程前往幽冥城。1晚足够了。宋小天满足的点点头。大家都是修士，休息1晚，精力便可恢复巅峰。他已经极为满足了。谢谢叶大哥。宋小天极有礼貌，向叶盛道谢。鬼雾船的速度也是极快，划过长空，可以说眨眼即到。很快来到了鬼火驿站的上空，接着缓缓落了下去。来了！鬼火驿站前，孙卓、郑刚抬头看着向鬼火驿站落下的鬼雾船。鬼雾船船身笼罩浓郁的云雾，让人看不清楚上面的人物。孙卓神色激动，一位黄金执事落踏他值守的驿站，这是一次很好拍马屁的机会，若是拍得好了，说不准便可巴结上这位黄金执事。孙卓受尽了没有靠山的苦，削尖了脑袋想要考上一位大人物。一旁郑刚神色还算平静，他有蒋浩作为靠山，无需再巴结其他人，除非是一位4转鬼宗境强者。但郑刚的神色间也是极为恭敬。黄金执事在玄冥阁中远比白银执事地位要高，是2转圆满境强者，轻易得罪不得。2转圆满境啊！郑刚望着渐渐落下来的鬼雾船，一脸唏嘘。曾几何时，郑刚一直希冀自己踏入2转圆满境，但是这太难了。到了2转50级之后，即便升1级也要用去数年时间。想要横跨50级提升到2转圆满境，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如果没有特殊际遇，怕是到老才能积攒够。嗖！鬼雾船从空中落下，笼罩在船身上的鬼雾缓缓消散。接着2道身影从甲板上走了下来。见过大人。孙卓、郑刚垂首，没有第一时间抬头去看。叶盛走下鬼雾船，扫了一眼简陋的鬼火驿站后，方才将目光落在2名白银执事身上。驿站都有白银执事驻守，叶盛是知道的，只是等看清楚2名白银执事中的其中1人后，叶盛不由一愣。郑刚！叶盛诧异出声，没想到能在这种地方碰到半月没见的郑刚。郑刚疑惑，身前这位黄金执事竟然喊出了自己名字，而且声音有些熟悉。他下意识抬头看去，叶盛！郑刚抬头，当看清楚是叶盛之后，不由失声惊呼。他身体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他万万没想到站在自己眼前的人会是叶盛，哪里是什么黄金执事？你们认识？孙卓看向2人，奇怪道：这2人的模样分明是相识的，何止认识？
郑刚苦笑，接着说道：“孙卓兄，你我怕是等错人了。我这位叶胜兄弟只是一位青铜执事而已，我们要等的人怕是另有其人。”郑刚说完，整个人放松了下来。他还以为从鬼物船上下来的是一位黄金执事呢，没想到却是叶胜。还有，那鬼物船应该是旁边那年轻人的。以叶胜的经济实力，哪能买得起这种飞行法宝？孙卓闻言一呆，等错人了？怎么会？你确定？孙卓问道。郑刚万分肯定，摆了摆手，随意道：“确定，他不是我们要等的人。”你们在说什么？宋小天看不下去了，一脸奇怪地看向郑刚与孙卓。这两名白银执事好生奇怪，神神叨叨的，竟在说他们不是二人要等的人，这不是小看人吗？瞧不起谁啊？想到这里，宋小天有些气愤了，他挺了挺胸脯，斜睨孙卓、郑刚二人道：“喂，让你们接待的消息是我通知玄冥阁发给你二人的，你们要等的人就是我与叶大哥。还有，叶大哥可不是你口中说的什么青铜执事。”宋小天面带警告意味的看向郑刚，这个人竟然侮辱叶大哥，竟说叶大哥是青铜执事，这世界上有这么强的青铜执事吗？真是的，郑刚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孙卓彻底糊涂了，郑刚也有些懵了，看了看宋小天，又望向叶胜，他的目光中满是疑惑。叶胜见状，苦笑了一声，知道自己该解释一下了。此刻的他收敛了气息，以郑刚的修为根本看不透他。郑刚，你要等的人的确是我。叶胜说着，也不再收敛二转圆满境的修为气息了，缓缓释放而开。随着叶胜气息释放，在场几人顿感一座大山压了上来，的确是二转圆满境气息。孙卓目光一闪，虽然不知道郑刚是怎么回事，但已经再无怀疑，恭谨称呼道：“大人。”郑刚感受着叶胜身上的气息，眼睛瞬间瞪得老大，眼珠子差点从眼眶中掉出来。他语无伦次道：“怎么可能？叶胜，你什么时候晋升到二转圆满境的？”郑刚懵了，脑袋轰鸣不已，内心更是犹如有惊涛骇浪拍击。他分明记得认识叶胜之初，叶胜只是初踏二转鬼师境而已，这怎么转眼间便晋升二转圆满境了？我莫非是起懵了，还在做梦？郑刚拍了拍自己脸颊，阵阵痛觉袭来，感觉不像是在做梦，可这一切又太不真实了。一旁，孙卓也不理会疯疯癫癫的郑刚了，看向叶胜堆满了笑容，伸手邀请道：“大人，请入驿站。”叶胜看了一眼郑刚，知道他一时半刻消化不了，便也不再理会。在孙卓的招呼下，带着宋小天向鬼火驿站走去，郑刚则浑浑噩噩地跟在后面。是夜，鬼火驿站中亮着微弱的灯光，大堂内摆放着十几张可供堂食的桌子，其中一张桌子上，郑刚仍旧一脸懵逼地坐着，一旁只有孙卓陪着他。郑刚兄，你真的认识这位黄金执事？孙卓有些不可思议，这位郑刚兄认识的强者还真是不少，认识一位三转鬼将近的蒋浩长老便罢了，这又出来一位黄金执事。孙卓暗自羡慕。认识。郑刚木讷的点点头，短时间内还是接受不了叶胜超越了他，成为了黄金执事。孙卓看了一眼四周，低声道：“听说这位刚从冰封谷回来。”冰封谷？郑刚疑惑：“怎么？你还不知道？”孙卓瞪大眼睛：“冰封谷可是发生了大事，很可能与这位有关。”第47章，杀神。冰封谷发生的大事？冰封谷发生了什么大事？郑刚转过脑袋向他看去。孙卓瞪大眼睛道：“你还不知道吧？就在前不久，冰封谷发生了一场惨烈大战，白家数十位供奉尽皆被屠戮了。还有，我之前与你说的死了4位白银执事，就是发生在冰封谷，死了数十位白家供奉。”郑刚闻言一呆，能成为白家供奉的可都是二转鬼师境强者，一次性被屠了数十位二转鬼师境强者，这的确是大新闻。孙卓紧接着道：“被屠数十位供奉还是小事，还有更劲爆的呢？”还有更劲爆的？郑刚傻了。孙卓看了一眼四周，方才凑到郑刚近前，压低了声音道：“白廷玉被杀了，此人可是白家的核心人物之一，一样被人在冰封谷毫不手软的屠了。”什么？郑刚震动，眼睛蓦然一缩，是什么人所为？他刚刚问出这句话，便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一间客房，颤抖着指着客房道：“你不会是说是他所为吧？正是这位黄金执事大人。”孙卓点点头，心有余悸地看向那间客房，屠戮数十位二转鬼师境，这种战绩可不是谁都能有的，不仅得有强大实力，而且还得是疯子。这……郑刚语无伦次，他抬头看向那间客房，
就像是重新认识了一番叶盛一样。这位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杀神了，双手之上，血腥气弥漫。孙卓拍了拍郑刚的肩膀，道：“你认识这样一位朋友，也不知道是福是祸。”郑刚无言。第二日一早，休息了一整夜的叶盛、宋小天一扫之前的疲累模样，重新变得精神饱满。特别是宋小天恢复了年轻人该有的生龙活虎样子。鬼火驿站门前，叶盛、宋小天踏上了鬼雾船，而这一次也多了一人。郑刚选择与二人同行，回返幽冥城。他值守的日子刚好已经到了，可以回去了。搭乘叶盛的鬼雾船将省力不少。大人慢走！孙卓脸上堆满了笑容，冲着叶盛拱手。片刻，鬼雾船腾空而起，向着远空而去。呼！终于送走了这尊瘟神。看到鬼雾船离开，孙卓反倒松了一口气。他原本是要拍叶盛马屁的，若能攀附上一位黄金执事，自然是好事。可自从听闻了叶盛在冰封谷的所为，他便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是一位杀神不假，但在冰封谷闯下这等弥天大祸，接下来能不能活下去还是另说呢。白家被屠这么多人，用屁股想都知道不会善罢甘休。他这个时候攀附叶盛，这不是找死吗？主动卷入这个风暴漩涡，他孙卓还没这么傻。这件事情闹大了。孙卓摇摇头，看了一眼远去的鬼雾船，转身回到了鬼火驿站中。空中，鬼雾船以每小时850公里的速度前行着。甲板上，叶盛一身白衣盘坐，旁边是宋小天和郑刚。郑刚看着身边换了一个人一般的叶盛，多少还是有些不适应。叶盛，那白廷玉为何突然向你出手？郑刚奇怪道。方才，郑刚还是没能忍住心中的好奇，提及了冰封谷的事，想要确定是不是叶盛所为。叶盛便笑着与他解释了全部过程，并未隐瞒。郑刚听了全部后，虽然唏嘘叶盛的强大，竟然拥有驾驭10尊三转鬼将经厉鬼这种逆天手段，但还是想不通白廷玉为何会莫名其妙向叶盛动手。叶盛摇头，自然不会说出其中缘由。他的身份还不能暴露，一旦暴露，玄冥阁便会认定这是自己与白家的私仇，有了理由不保自己。不露身份，自己就还是玄冥阁的黄金执事，是为玄冥阁办事才与白家起的冲突，玄冥阁就不得不保他。不清楚，或许只有白廷玉他自己知道吧。说完，叶盛面带微笑。真是奇怪。郑刚挠了挠头道，不过接下来事情怕是有些麻烦，白家若是追究起来，还不知道玄冥阁高层如何看待这件事。叶盛点头，他的计划虽然完美，但最终还要看玄冥阁高层的意见。玄冥阁高层若是不顾影响，非要把他送给白家，平息白家的怒火，他一切计划都是白搭。宋小天拍了拍胸脯道，叶大哥，玄冥阁一定不会做这种事。退一步讲，不是还有我爷爷他老人家吗？你爷爷是谁？郑刚好奇道。一直只知道宋小天身份不简单，但其背景究竟是什么，郑刚却是不太清楚。宋天辉就是我爷爷。宋小天一脸自傲道。宋天辉，玄冥阁的4转鬼宗境强者。郑刚闻言不由一呆。半日后，有鬼雾船代步，速度极快，只用了半日时间，幽冥城雄伟壮阔的城墙便遥遥在目了。幽冥城的城墙宛若一面大山，漆黑如墨，其上铭刻着无数阵法铭文，让任何鬼物都难以踏入城中半步。嗖！叶盛3人驾驭鬼雾船而来。到了幽冥城这种大城，各种奢华飞行法宝随处可见，鬼雾船看起来便寒酸无比了，登不上大雅之堂。叶盛甚至看到有100米长鬼龙横空而过，向着幽冥城落去，而鬼龙头顶上则站着一名气息浑厚的强者，至少是一位4转鬼宗境强者。叶盛摇摇头，感觉自己仍旧像是一个乡巴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快到了城门前不远处后，叶盛便收起了鬼雾船。到了幽冥城，若是还敢驾驭着飞行法宝进入城池，就只会被城墙上守卫用弓弩射杀。城墙上的守卫最弱的都是2转鬼师境，甚至有不少3转鬼将在巡狩。除非你是5转鬼王境，才可以不惧幽冥城的防卫力量，肆无忌惮的御空而入，否则就只能乖乖步行走入幽冥城。走吧。叶盛落地后，带着2人穿过幽冥城城门，进入了这座大城。叶盛有些唏嘘，上一次他离开幽冥城还是出他2转鬼师境，等再次归来，已经是2转圆满境了。第48章，成为了玄冥阁风云人物。玄冥大厦足有上百层高，楼前各种豪车停靠，不少上流人士以及白领进出，更多的则是玄冥阁的强者。叶盛带着宋小天、郑刚踏入了这座大厦。大厦一层大厅内人来人往，高手随处可见，不乏3转鬼将境强者走过。叶盛步入大厅后，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他就是那个叶盛吧？
大厅中不少人驻足了下来，看向了叶盛。有人将他认了出来。没错，就是他，我查过咱们玄冥阁内部资料，上面的照片就是他。嘿，这可是一位杀神，了不得呀！性格我喜欢，你喜欢？他这是闯了大祸。有人冷笑，这位黄金执事还真是什么都敢做，竟然屠了白家数十位供奉，外加一位核心人物。人们议论，显然冰封谷的事情已经传回了玄冥阁，而且闹得沸沸扬扬，似乎整个玄冥阁都知道了。有人却是在关注叶盛的实力，这位可是一位罕见的二转无敌境高手啊！有人神色严肃，认真打量着叶盛，就像是在看什么稀罕物种。无敌境，既是对一个境界层次的描述，也是一种敬称。只因能达到这一层次的人太少了，也太困难了。有谁敢称自己无敌？可一旦到了这个层次，便是拥有无敌的手段。这等二转无敌境天骄，即便就是玄冥阁这等一流势力，也就那么几位而已，少得可怜。现在玄冥阁又多出了一位叶盛，这想不出名都难。据说这位的无敌手段是驾驭10尊三转鬼，将近厉鬼。死！真的假的？二转驾驭三转鬼物就离谱，还能驾驭10尊？有人瞪大了眼睛。若是真的，还的确能称得上是无敌境，甚至那几位无敌境都未必是他对手。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驾驭10尊三转鬼，将近厉鬼，这手段足够逆天，难怪能轻松虐杀了白庭玉这等高手，又屠尽了白家数十位供奉。的确有这种实力。郑刚听着周围人的议论，他站在叶盛身后，此刻看向叶盛的背影，不由目露羡慕之色。无敌境啊，虽只是二转无敌境，可那也是无敌境。他若是能有这样一个成就，够他郑刚吹一辈子的了。特别是在同学群中，腰杆都能挺得老直了。可惜郑刚自觉没这等天赋。叶大哥，看来你在玄冥阁已经出名了。宋小天听着周围人的议论，不由一脸兴奋，替叶盛感到高兴，同时鞭策自己今后也一定要达到叶大哥的高度。二转无敌境，他一定也行的，毕竟他可是拥有着 S 级职业呢。就连爷爷宋天辉都对他寄予了厚望。叶盛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却是蹙眉，他可不想成为众人的焦点，这与他一向低调行事的风格不符。另外，杀了白庭玉和屠尽白家数十位供奉，这件事情似乎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走吧。叶盛抬脚向着玄冥大厦中走去。回到玄冥阁，郑刚便离开了。叶盛安全将宋小天送回，算是成功完成了任务，得到了3000贡献点。接下来的3日，叶盛便一直待在玄冥阁分配的住处中打磨修为，同时关注着冰封谷事态的进展。正如叶盛所料，白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极为蛮横地向玄冥阁施压要人。玄冥阁对此态度也是分为了2派，一派选择力保叶盛，怒斥白家。道理简单得很，叶盛乃是为玄冥阁做任务期间与白家人发生了冲突，而且还是白庭玉无故率先向叶盛动手，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不仅50余位白银执事看到了，就连古月楼的人都看到了，事后也得到了证实，白家无可辩驳。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将人交出去了，那他们玄冥阁的面子往哪搁？今后还有人敢投靠玄冥阁吗？力保派不仅认为人不能交，甚至还要问责白家，白庭玉为何要无故对他们玄冥阁的黄金执事动手？白家要给出一个说法。另一派则是受不住白家的施压，认为犯不着为了一个黄金执事死磕白家，与白家结怨，玄冥阁的损失会很大，甚至于玄冥阁在外成员会被白家追杀，到时候牺牲的可就不是一个黄金执事了。整整3日，2派争论不休，但也一直没有一个结果。白家的施压也是愈发紧迫起来。不管怎么说，叶盛在玄冥阁中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了。房间中，叶盛略感沉闷，起身走到窗边，看向窗外的景色。他很不喜欢这种局势不在自己掌控中的感觉，特别是自己的生死还要让别人来讨论，实力还是太弱了。叶盛看向窗外的目光闪烁，眼下虽然拥有2转圆满境的实力，但是在面对白家这种庞然大物时，仍旧像是一只蝼蚁。若不是有玄冥阁挡着，对方可以随意将自己踩死，还是要尽快渡劫，踏入3转鬼将近才是王道。良久，叶盛吐出一口浊气。这次依仗玄冥阁只是权宜之计，且不说能不能度过当下危机，就算度过了，也不可能长远。唯有自身强大才是正理。咚咚咚！这时房门被人从外敲响，请进。叶盛收敛了一下思绪，让自己看起来从容一些。他的性格前世便是如此，越是压力巨大，越是不露声色，不想被外人看出来。吱呀，
房门被人从外推开了，率先走进来的是郑刚。这3日，郑刚几乎每日都会跑过来一趟，替叶盛的事情着急上火，想尽办法，这让叶盛格外感动。这3日，玄冥阁的其他人可都是看到自己就有多远躲多远，生怕沾染上麻烦。叶盛，你看我带谁来了？郑刚嘿嘿一笑，侧身让出了身后一人。蒋浩。叶盛闻言看去，站在郑刚身后的人正是蒋浩。蒋浩看到叶盛，叹了口气。叶盛的事情他当然知道，原本是不打算去管的，毕竟叶盛只是郑刚在路上结识的一位朋友而已，与他关系不大。而这次叶盛的事情又尤为棘手，可这3日耐不住郑刚的软磨硬泡，这才来见叶盛一面。第49章，觊觎居临潜将，你还真是让我意外。蒋浩坐在叶盛的对面，目光复杂地看着他。当初见叶盛时，只是一名出他2转鬼视境的修士而已，完全没有将其当作一回事。可这才几日，叶盛摇身一变，便已经成为了2转圆满境强者。不，准确的说，应该是2转无敌境强者。那御鬼之术，连他都眼热无比。以2转修士之能驾驭10尊3转鬼降境厉鬼，这手段多少有些逆天。不过这也让人想通了，叶盛为何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提升到2转圆满境了。有10尊3转鬼降境厉鬼在，升级速度自然是非常快的。这几日，玄冥阁中不少强者没少议论这一点。一旁，郑刚听了蒋浩的话，也是一脸复杂。侥幸。叶盛笑了笑，他的底牌其实多得很，远不止一个区区居临潜将。蒋浩问道：“你的御鬼术可是秘术？”秘术不同于技能，秘术是人人都可学的。蒋浩之所以这么问，就是想要知道叶盛的御鬼术是秘术还是职业技能。若是秘术，只要叶盛肯交出来，完全可以让玄冥阁不少大佬出面将他保下，白家都奈何不得。可若是职业技能，就没办法了。谁都知道职业技能是无法传授的。说实话，就连蒋浩对叶盛的御鬼术都极为眼馋。蒋浩没有明言，只是讳莫如深地看着叶盛。叶盛看到他的目光，自然读懂了他的意思。且不说居临潜将是他的职业技能，就算是某种秘术，他也不可能交出来去度过这次危机。抱歉，是我职业的技能。叶盛摊了摊手。蒋浩盯着叶盛看了2秒，继而颓然一叹，他看出叶盛并未撒谎，那御鬼术的确是职业技能不假。这就没办法了，职业技能是无法外传的，就算杀了叶盛也没用。这无疑也堵死了玄冥阁一众强者的心思。蒋浩咳嗽了一声，言归正传道：“叶盛，你的事情很棘手，我只能答应你，尽力为你斡旋，但能否成事，就要看你的造化了。”多谢。叶盛笑了笑，没当作一回事。蒋浩说白了，也只是玄冥阁一名长老而已，能量有限，还左右不了玄冥阁一众高层的决定。现在对方能有这个心思，就已经很不错了。蒋浩说完，便起身告辞了。郑刚嘴巴张了张，无奈道：“叶盛，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郑刚有些惭愧，以他的能力，只能做到这一点。叶盛拍了拍他的肩膀，微笑道：“你这份人情我记下了。接下来2日，白家施压更重，要玄冥阁将人交出来。”玄冥阁高层2派也是争论不休，迟迟做不出决定。就在所有人焦灼之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玄冥阁一位大佬出面了，要力保叶盛，绝不交到白家手中。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宋小天的爷爷宋天辉，玄冥阁中的一位4转鬼宗境强者。宋天辉的表态，无疑让这件事情尘埃落定了。2派人马立刻就哑火了。宋天辉本就是玄冥阁高层之一，有他开口作保，大家自然都会给一个面子。之前之所以有些人同意将叶盛交出去，那也是因为叶盛只是一名毫无背景的小子而已，对玄冥阁来说可有可无。但既然有高层愿意出面作保，味道立刻就变得不一样了。不过宋天辉的出面虽然保下了叶盛，但也仅限于能够保证不将叶盛交出去，只能保证他在玄冥阁内的安全，并不能真正化解他与白家的仇怨。叶盛若是离开玄冥阁，一样会遭到白家的追杀，这一点就算是宋天辉都没有办法。他虽是4转鬼宗境强者，可白家也不是没有这种级别的强者，就算以他的面子，也不可能让白家妥协。果然，事后白家放出话来，极含讽刺意味地说道：“除非叶盛像是一个缩头乌龟一样，一辈子躲在玄冥阁中不出来见人，一旦踏出玄冥阁半步，就是他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玄冥大厦一间高规格休息室中，一名白发老者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用手里的遥控器调着频道。老人神态随和，气息四平八稳，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位4转鬼宗境强者。爷爷，您就再想想办法嘛，总不能让叶大哥一辈子都困在玄冥阁中吧？宋小天摇晃着宋天辉的身体，
正软磨硬泡着。叶盛的事情看着像是解决了，但又像是没有解决。宋小天有些不甘心，宋天辉被他晃得有些眼花，苦笑道：“小天能保下他不交给白家，已经是爷爷能做到的极限了。至于走出玄冥阁，白家要追杀他，我也是没有办法的。我就算出面说和，白家也不会给我老头子这个面子。怎么会嘛？您可是四转鬼宗境，白家一定会给面子。”宋小天不死心，在他看来就没有爷爷办不到的事情。爷爷可是四转鬼宗境强者。宋天辉苦笑连连，觉得有必要给孙子说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小天，这次杀的可是白廷玉，白家核心人物之一，这种人物死了，白家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他们不要脸面的吗？除非有五转鬼王境强者出面，不然怕是谁的面子都不好使。一听这件事情得五转鬼王境强者出面，宋小天立刻就哑火了。开玩笑，五转鬼王境，他哪里能请得动这种级别的强者？玄冥阁倒是有2位，可那都是老祖级的人物，怎么可能因为这种事情去惊动他们？宋小天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张脸都垮了下来，颓然道：“真就没办法了吗？叶大哥可是为了救我才遇上这种事情的，是我连累了他。”宋天辉道：“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出面。可我若是继续下场，便是与白家不死不休了。到时候，你爷爷我都有可能陨落。”说着，宋天辉认真道：“你可别小觑白家，白家作为一流势力，不仅拥有五转鬼王境强者，四转鬼宗境强者也不在少数。你爷爷我还撼动不了这种世家大族。”第50章，他不要命了。宋天辉叹了口气道：“这小子只要留在玄冥阁，性命便可无忧。等时间久了一些，事情或许会有转机的。白家人也不可能一直盯着他。”宋天辉拿出遥控器，继续换着电视频道。宋小天闻言一脸无奈，听了爷爷宋天辉的分析，这件事情似乎也只能如此了。就是苦了叶大哥，今后怕是只能待在玄冥阁中不能外出了，只能寄希望白家能将这件事情忘却。可谁都知道这有多难，甚至不可能。玄冥大厦46层，一间办公室内，郑刚来回踱步，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蒋浩摇摇头，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他只要待在玄冥阁，就没有性命之忧。时间一久，白家或许就不关注他了。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蒋浩的观点竟是与宋天辉出奇的一致。郑刚叹了口气，也只能帮他到这里了。蒋浩笑道：“过段时间我要外出一趟，你自己在玄冥阁小心一些。”“你要外出？去哪里？”郑刚一愣。蒋浩点头：“我要去一趟谷地，那边最近发生了不少了事，玄冥阁要调我过去策应。”“谷地？”郑刚闻言深吸一口气。若说幽冥鬼域中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非谷地莫属。这种地方一般只有3转强者才有资格踏足，当然也有不少2转修士前往淘金。若是运气好，可以在谷地得到重宝，这重宝指的是传奇级装备。谷地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古宝地，只因其出高品阶装备的几率极高，就连爆率极低的传奇级装备在谷地中也是频繁爆出，甚至能出红色神话级装备，吸引了无数高手前往。郑刚道：“我听说上官隐就在谷地中。”提到上官隐，蒋浩面色复杂。上官隐，他们的同学之一，少数几个晋升到了4转鬼宗境的同学，天赋极高，一身战力极为强横。在学校时，不仅是他们班的班花，也是校花之一，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即便是蒋浩对上官隐都只有仰望的份儿。是啊，他也在谷地中。蒋浩目光复杂，他一直想要追上上官隐的步伐，可是晋升4转鬼宗境太难了，难比登天。特别是4转雷劫，更是九死一生。就在2人谈话之际，一道身影匆匆走入了办公室。蒋长老，有大事发生。此人是蒋浩的助手，走入办公室后焦急说道。蒋浩皱眉，急什么？慢慢说。助手道：“您那位朋友叶盛离开了玄冥阁。”什么？郑刚听了，几乎是从沙发上弹射而起，他一声惊叫：“叶盛他离开了玄冥阁？怎么可能？他不要命了？”蒋浩闻言却是不慌，一脸诧异的看向自己助手问道：“你确定？”“确定，就在方才发生的事。”助手万分肯定的点头。事实上，叶盛不仅离开了玄冥阁，而且极为高调，并未掩藏行踪，就这样堂而皇之的踏出了幽冥城。这一举动，不知看呆了多少玄冥阁强者，都暗道这位疯了，这不是不要命了吗？没了玄冥阁的庇护，白家会立刻动手。一名2转修士而已，虽是无敌境，但碰上真正的3转鬼将近强者，怕是顷刻间就要被震杀。他不要命了！郑刚焦急，蒋浩却摇摇头，
嘴角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道：“我还真是小看了他。”第一次讲号对叶盛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在这种压力下，叶盛不仅没有龟缩在玄冥阁，反倒高调离开了幽冥城。叶盛的性格之刚烈，可见一斑。这是不打算向白家低头了，而是选择了正面硬刚，就是不知道他的底气来自于何处。蒋浩摇摇头，叶盛的勇气虽然可嘉，但此举无疑是取死之道。难道就凭借那10尊三转鬼将尽厉鬼吗？蒋浩失笑。三转鬼将尽厉鬼虽然厉害，但那也是针对2转修士有奇效，若是对上真正的三转鬼将尽修士，一点机会都没有。另一侧，宋天辉也得知了消息，神色显得颇为惊讶。你这位叶大哥还真是不一般。宋天辉笑呵呵道。宋小天却是一脸震惊，他没想到叶盛会做出这种选择，选择独自一人硬刚白家这样的庞然大物。爷爷，宋小天看向爷爷。宋天辉还莫等他开口，便道：“我能做的已经做了，他既然这样选择，接下来就只能看他的造化了。”叶盛选择，就连白家都猝不及防。等到反应过来后，叶盛已经离开了幽冥城。这种举动给白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叶盛要逃。就在叶盛离开幽冥城半个小时后，白家的反应也是极为迅速。3道身影踏出了白氏集团的大楼，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笑意。其中有2位3转鬼将尽强者，以及1位白家的2转无敌境天骄。3人走出后，离开幽冥城，御空向着叶盛追去。这一幕很多人看在眼中，玄冥阁的人都摇摇头，已经认定了叶盛不可能活下来了。被2名真正的3转鬼将尽强者追杀，区区1名2转鬼失境修士根本不可能活下来。玄冥阁高层听闻后，也只是略感诧异，随即便不再关注这件事了。叶盛充其量只是1名2转修士，还不值得他们过多关注。这次既然是叶盛自己的选择，那生死就与玄冥阁无关了。幽冥城外，叶盛独自一人出城之后，便抛出了鬼物船，化作一道遁光，向着幽冥城深处而去。逃？他自然是不可能逃的。这次主动离开玄冥阁，叶盛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直接破进入3转鬼将尽。一旦踏足这个领域，就算是白家也别想轻易奈何自己。至于另外一条路，让他一直龟缩在玄冥阁中，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不符合他的性格。鬼物船甲板上，叶盛回头看向幽冥城，冷笑一声：“白家吗？我在幽冥鬼域深处等着你们，看一看是你白家能杀得了我，还是我将你们白家强者屠尽。”叶盛说完，哈哈大笑一声，驾驭鬼物船而去。第51章升级居灵潜将。接下来数日，白家2名3转鬼将尽强者，外加1位2转无敌境天骄一直在追踪叶盛。这小子还挺滑溜。白振平蹙眉，他是1位3转鬼将尽强者，即便在白家的地位也颇为不俗。这次白家派出了白振平、白振宇2位3转鬼将尽强者追踪叶盛，势必要将此子击杀。2位叔伯，此人逃不掉的。白子栋冷笑道，一脸傲然之色。他是白家1位2转无敌境天骄，在2转层次中拥有无敌手段，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能达到这种成就，使他在年轻一辈中威望极高。白家对他也是极为看重，这种好苗子将来踏入3转鬼将境，战力也会远超同层次人，甚至有望达到3转无敌境。这次白子栋在听闻叶盛也是1位2转无敌境后，便升起战意，主动请缨加入了猎杀行列，想要与叶盛一较高下，看一看谁才是真正的无敌境。白振平一笑，没错，有这追踪符在，他逃不掉的。不过让我意外的是，此子竟然没逃离幽冥鬼域，而是在其中乱逛。白振平蹙眉，有些不解。按常理来说，被他们2名3转鬼将尽强者追杀，叶盛应该逃离幽冥鬼域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这小子并没有这样选择。白振平转动手中的追踪符，等追踪符指向西南方后，追踪符立刻亮起了微弱的黄光。看到这个，白振平微微一笑，此子在西南方位，我们追上去。好。白振宇点头。白子栋目露战意道：“2位叔伯，见到此人一定要将他交给我，他将是我无敌路上的踏脚石。”说话间，白子栋眼中射出璀璨的光芒。另一侧，叶盛这几日一直辗转于幽冥鬼域深处边缘，一边寻找2转100级 BOSS 鬼物，希冀爆出转职道具，继而照引雷劫渡劫，也好跨入3转之境。另一边则不停刷居灵潜将的熟练度，期待将其升级到 LV2 级。轰！一处地狱中，3转鬼潮涌动，阴气遮天蔽日，10尊3转厉鬼被鬼潮吞没，瞬间被撕碎成了碎片。一处阴暗角落中，叶盛收敛气息，
看到10尊三转厉鬼被撕碎后，立刻又悄然在三转鬼巢中捕捉了10尊厉鬼。接着10尊厉鬼再次被灭，如此周而复始，居灵潜将的熟练度也是飞速提升着。10余分钟后，哗！叶盛惊喜地看着居灵潜将的熟练度达到了100%。够了！叶盛嘿嘿一笑，继而点击了升级。下一刻，居灵潜将这门毁灭级技能便顺利提升到了 LV2 级。叶盛看去，居灵潜将升级到 LV2 级后，捕捉数量暴涨到了50只，比之前的10只多了足足5倍。50只，这么多！叶盛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提升幅度也太大了。50尊三转厉鬼，这个数量足以量变引起质变，相当于一波三转小鬼巢了。嘿嘿，有趣！叶盛向后方看去，他能感知到追他的人已经再度靠近了，就抓这巨斧牛鬼吧。叶盛收回看向后方的目光，扫了一眼不远处的三转鬼巢。这鬼巢中的三转厉鬼尽皆是3转20级的巨斧牛鬼，每一尊鬼躯都身高3米，手持生锈破旧的巨斧，力大无穷。至于3000青丝，早已在叶盛刷熟练度的过程中被鬼巢撕碎了。捕捉！叶盛眼疾手快，这次要捕捉的三转厉鬼足有50尊之多，即便有100%捕捉成功率，那也是一件体力活。足足抓了数分钟，叶盛方才抓够数量。一时间，身体周边环绕着50枚灰色珠子，散发着诡异的气息。走，先离开这里。叶盛起身，向着远处而去。此地距离三转鬼巢太近，一旦被缠住，很难脱身。半日后，一处峡谷中，叶盛盘坐着，像是在休息，也像是在等什么人。片刻，3道身影急速而来，其中2人踏空而行，气息极为强横，一人手中还拎着一个年轻人。可即便拎着一个年轻人，也丝毫不影响他的速度。没办法，三转鬼将境强者过于强大，战力是2转修士的上千倍。跨入这个境界，相当于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如此巨大的差距，让2转修士只能仰望他们。轰！2人拎着一人眨眼即至，强横的气息让周遭气流混乱，在峡谷中掀起一阵狂风。小子，你怎么不跑了？白振平冷哼，奇怪地看向盘坐在峡谷中的叶盛，感觉有些蹊跷。这小子就像是在等他们到来一样，怕是跑不掉了吧？白振宇在侧背负双手道。白子栋望向叶盛，目光灼灼地打量着。你就是叶盛？白子栋开口，不屑一笑。他在叶盛身上看不出什么出奇之处，就这种人也敢称之为无敌境，这不是在抹黑他吗？你也配？白子栋被拎着，仍旧一脸自傲之色。他看向2位叔伯，2位叔伯将他交给我，看我如何取他头颅，让他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境。白振宇哈哈一笑，子栋还真是有无敌姿态。好，这小子就交给你了。那个，放我下来。白子栋扭动了一下身体，有些尴尬。此刻白振平与白振宇仍旧凌空而立，他还在白振平手中被像小鸡仔一样拎着呢，这多少有些折损面子。白振平撒手，白子栋一个纵跃来到了地面上。叶盛睁开了双目，向3人看去，被2位三转鬼将境强者堵在这里，神色依旧从容，看不出丝毫慌乱。白振平看到这一幕，略微蹙眉，不提别的，单单这份心性就让他心中不安，觉得此子不可留，必须杀了，不然将来定然会是白家的祸乱。等了你们许久，真是够慢的。叶盛打了一个哈欠，姿态随意，却将白子栋激怒了。小子，你这是在找死！白子栋眼中浮现一抹厉色。叶盛诧异看他一眼，奇怪道：你这话说的好生奇怪，你不就是来杀我的吗？废话真多。你……白子栋被呛，半晌咽的说不出话来。第52章，我站好，你砍！少废话，让我瞧瞧你的手段。白子栋邪意一笑，踏前一步，身体上轰然间燃起了熊熊幽蓝色火焰，在他身后更是舒展开一双幽蓝色鬼火翅膀。幽蓝色鬼火出现后，周围温度在急速下降，光线似乎都被遮蔽了，让白子栋所站之地仿佛陷入了幽冥鬼府中一般，显得极为诡异。叶盛看到这一幕，目光一缩，眼中升起一抹警惕之意。白子栋身上的幽蓝色鬼火格外诡异，没有恐怖高温，相反有着极度冰寒。幽蓝鬼火从他身上腾起后，周遭地面上便肉眼可见地覆盖上了一层冰霜，让白子栋看起来如同地府中走出的厉鬼一般。白振平、白振宇凌空而立，2人背负着双手，看到白子栋身上的幽蓝色鬼火之后，白振宇笑道：子栋这幽冥鬼火愈发纯熟了。白振平点头笑道：这幽冥鬼火是一项无敌手段，一旦沾染便是不死不休，会燃尽沾染者的全身血肉，
到最后只会留下一具枯骨才会熄灭，特别是对鬼物伤害更大。这就是他无敌境的手段。叶盛蹙眉，能达到无敌境的就没一个简单的，都有一项无敌手段，使其在同一境界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被各方势力重点培养。因为这项无敌手段是可以延续的，2转之时可以达到无敌之境，3转时也可以依仗这一手段成为无敌之境。特别是4转、5转之后，若是仍旧能成为无敌境，那回报是极为惊人的。试想，一位5转无敌境存在，对一个势力是何等重要。白振宇看向叶盛，谨慎道：“这小子据说也是无敌境，不会让子栋出现什么意外吧？”放心，白振平淡然道，一脸自信：“有你我2人在，子栋不会出现任何意外。”那倒是。白振宇略微放下一些心，的确，有他2名3转鬼将近强者在，叶盛就算是拥有一项无敌手段，也翻不出什么大浪。若是有什么意外，2人翻掌间就可以镇杀叶盛，救下白子栋，这是对自身绝对力量的自信。峡谷中，白子栋踏前一步，目光看向叶盛，邪意笑道：“小子，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快使出你的手段！听说你不是能驾驭10尊3转鬼将近厉鬼吗？赶紧召唤出来让我瞧瞧，看是你的无敌手段厉害，还是我的幽冥鬼火厉害。”白子栋一边说着，一边向前逼而去。他有无敌战意，自信在2转领域没有对手，就算对方是与他一样拥有某项无敌手段也不行，他有信心一样镇压。他白子栋才是真正的无敌境，幽冥鬼火可以焚烧任何敌手。叶盛起身看着白子栋摸了摸下巴，谁说我只有一项无敌手段？他的手段可不止一项居灵潜将，只是最近居灵潜将用的多了一些而已，让别人误以为他最大的底牌是居灵潜将。拿这小子试试金刚降魔剑，这一招还没引过人血呢。叶盛自语，金刚降魔剑的威能更加浩大，是单体毁灭性技能，特别是升级 LV2 级后，攻击力提升幅度更是夸张，攻击力提升正3万，谁能挡住？最起码在2转之境中无人可挡。同样是无敌手段之一，也就是3转鬼将近强者战力过于夸张，差距拉大到了上千倍，才让叶盛无可奈何。但若说是同境，他叶盛说第2，就没人敢说自己是第1，是真正无敌境中的无敌境。拿这小子祭剑斩杀一位2转无敌境天骄，白家应该会心疼吧？叶盛不动声色，目光看向不远处2名3转鬼将近强者，他这一剑也有2人能挡下，可若是猝不及防之下，怕是2人也反应不及时。白子栋踏步，全身燃烧着幽蓝色鬼火，所过之处地面纷纷凝结上了厚厚的冰霜。他嘴角挂着怪异的笑容，似乎即将虐杀一位无敌境，这让他很有成就感。还不放出来那10尊3转厉鬼吗？白子栋一步步靠近叶盛，叶盛看了他一眼，目光怪异，按道这小子也太配合了，竟然一步步向他走来，生怕自己够不着他。靠得这么近，这不是伸出脑袋让他砍吗？还选好了位置。哗！既然如此，叶盛也就没什么好客气的了，手中浮现一柄长剑，剑身之上亮起剑光。看着一步步走近的白子栋，叶盛也不啰嗦，金刚降魔剑骤然斩出。剑招！白子栋一愣，他还等着叶盛的10尊3转厉鬼呢。可见光亮起之后，还没来得及反应，眼前的世界就被一道璀璨金色所淹没了。轰！这一剑，叶盛也是卯足了劲，一剑斩下后，整座峡谷都在颤动，两侧山壁崩塌，无数大石滚落，隆隆作响。从高处看去，峡谷中宛若升起一道金色骄阳，继而化作了一道璀璨剑光，横展在了整座峡谷中，景象异常骇人。等到剑光缓缓消散，整座峡谷中变得一片寂静。叶盛挥了挥手，挥散眼前的烟尘，向眼前的空地上看去。只见白子栋所站的地面已经被一道剑光里出了一条深深的沟壑，至于白子栋本人，则是直接没了，被金刚响魔剑蒸发掉了。叶盛无语，这白子栋过于自信了一些。他斩出一剑后，白子栋几乎都没有防御，结结实实的拿肉身扛下这一剑。这种情况下，想不被蒸发都难啊。而此刻不远处，2道身影正呆滞的凌空而立着，傻傻的看着这一幕，仿佛在做梦一般。这也怨不得2人，这一切都太快了，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白子栋走向叶盛，选好了位置，然后叶盛劈头就是一剑，就好像2个人商量好一样。我站好，你砍。然后白子栋就被蒸发了。子栋！良久，白振平终于回过了神来，看向白子栋之前所站的位置，只见那一处地面只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剑痕沟壑，哪里还有白家的无敌境天骄？
第53章50尊巨斧牛鬼。此动，白振平与白振宇都难以置信。他们原本信心百倍，只要有他们在，便自信叶盛翻不出什么浪花来，可以确保白子洞的安全。可是自家无敌境天骄就这样让人家当着他们的面斩掉了，他们都没来及反应，一切都太快了。你好胆！白振平看向叶盛，面色涨红，显然已经暴怒了。白子洞这可是一位无敌境的苗子啊，就这样没了。这一刻，白振平的心都在滴血。白振宇却是震撼道：这小子的无敌手段，不是驾驭10尊3转鬼将境厉鬼吗？这剑道技能又是怎么回事？白振宇突然意识到，眼前这小子竟然拥有不止一种无敌手段。所有人都小觑了他。妖孽！白振宇眼中带着震撼之色。无敌境能拥有一种无敌手段，就已经是极限了。他还从未听说过哪一个天骄能同时拥有2种无敌手段。若是让他知道叶盛所学技能都是无敌手段的话，白振宇怕是下巴都要惊掉。杀了他！白振平一声暴喝，将白振宇从震惊中拉了回来。嘿！叶盛冷笑，看着2名震怒的3转鬼将境强者，心情格外舒畅。就在白振平2人御空杀来之际，叶盛身边蓦然浮现出足足50枚灰色小球，继而抖手间向白振平2人撒去。刷刷刷！50枚灰色小球犹如50颗子弹飞射而出，在白振平与白振宇愣神间，赫然在空中幻化出50尊巨斧牛鬼，每一尊都身高3米有余，手持锈迹斑斑的巨斧，怒吼间向着2人冲去。巨斧牛鬼皆是3转50级精英级厉鬼，力大无穷，鬼躯皮糙肉厚，加上数量足有50尊，一起冲击下，宛若一股小型鬼潮向前涌去，沿途阴气阵阵，卷起浓厚的鬼雾，声势不小，远不是之前仅10尊3000青丝可比。不好，是3转50级精英级厉鬼！白振平面色一变，他反应迅速，拍出一掌，将一尊冲到眼前的巨斧牛鬼震退。可紧接着又被更多的巨斧牛鬼缠了上来，一时间，白振平竟是被拖住了脚步。白振宇一样被拖住了，他傻眼道：这小子不是只能驾驭10尊3转厉鬼吗？还是3转10级左右的3000青丝而已，这哪来的3转50级精英级厉鬼？数量还这么多！白振宇有被震撼到，50尊3转50级精英级厉鬼，这手段又升级了，怕就是白子洞依仗着幽冥鬼火，也要被淹没在50尊3转50级精英级厉鬼的鬼潮之下，毫无生还的道理。白振平暴怒：你管他那么多，解决掉这些3转50级厉鬼，别让这小子跑掉，不然你我回去谁都交代不了。白子洞一死，事情的严重性无疑更大了，这可是让白家损失了一名强大的潜力子弟啊！好！白振宇收敛思绪，开始全力出手。2人虽都是3转30级左右的鬼将境修士，但对付起3转50级厉鬼还是颇为轻松的。只因2人一身装备都颇为不俗，身上竟都有传奇橙色光芒闪烁，这意味着2人至少都有一件3转传奇级装备。3转传奇级装备无疑可以将2人的战力提升到极为恐怖的程度。叶盛看到2人被缠住，转身便走，没有丝毫迟疑，极为果断。叶盛清楚得很，想要凭借这50尊3转50级精英及厉鬼击杀2人根本不现实，除非是50尊3转100级圆满境鬼物。这50尊3转50级精英级厉鬼能缠住2人片刻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同境之下，人类修士远比鬼物要强大，就算相差20-30级也能灭杀鬼物。因为人类修士的手段太多了，加上鬼物智慧不足，很容易被玩得团团转。当然，前提是鬼物的数量不足，若是铺天盖地的涌来，人类修士也只能撒丫子遁逃，难以应风。2位，你们慢慢玩，我就不奉陪了。叶盛哈哈一笑，在2人目光中转身就走，神态从容，仿佛一早便计划好了这一切，就等着他们找上门来吃亏。这一幕显然让白振平气炸了肺，手上一个不稳，险些被巨斧牛鬼的巨斧砍碎了脑袋。叶盛离开，继续上路去寻2转 BOSS 及鬼物，打算爆出转职道具，继而直接渡劫，踏入3转之境。可想要爆出转职道具颇为棘手。接下来3日，叶盛击杀了足足30余尊2转 BOSS 及鬼物，竟然都没有将其爆出来，反倒是凑齐了一套2转暗金级套装，将原来的1转暗金级套装换了下来。一片山林中，叶盛盘坐在一根粗壮的枝干上，手中则捧着一本黄色技能书。黄钟咒，一种防御型技能。叶盛看着手中的技能书，这又是一本道士技能书，是这几日爆出来的。技能书的爆率本就不高，想要爆出本职业的技能书就更难了。叶盛空间手环中的技能书一大堆，但是道士技能书就这几本。叮，侦测到可学习技能黄钟咒，
是否学习？是否学习？叶盛没什么好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学习这门道士技能黄钟咒。将其学习之后，自己大概率又可以得到一门毁灭级技能了。叮！黄钟咒学习成功。道士技能黄钟咒 LV1， 道家防御型法术之一，防御力提升正 25%， 鬼怪减伤正 12%。介绍：凝结咒法召唤一座黄钟罩体，防御外部伤害，随着技能等级提升，防御力可逐步提升。道士的技能还是这么弱。叶盛只扫了一眼，便摇了摇头。这黄钟咒虽是防御法术，但增幅都太弱了。防御力提升正 25%， 鬼怪减伤正 12%。难怪道士的职业评级会那么低，远不如一些 A 级乃至 S 级职业强大。也就在叶盛摇头之际，脑海中不出意外的响起了提示音。有了！叶盛面色一喜，就知道天赋被动会被触发。叮！侦测到新技能，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触发，黄钟咒自动升级为毁灭级。第54章新毁灭级技能震天神钟。天赋被动天师之心触发，黄钟咒自动升级为毁灭级震天神钟。震天神钟，死！叶盛倒吸了一口凉气，光听这名字就觉得这个技能不简单。接着无比好奇新毁灭级技能震天神钟的效果是什么。刷！叶盛迫不及待拉出震天神钟的技能介绍。毁灭级技能震天神钟 LV1， 防御型技能，道家顶级防御法术之一，防御力提升正 15000%， 鬼怪减伤正 25000%。防御提升这么恐怖，叶盛目光一扫便瞪大了眼睛。震天神钟的防御力提升竟然高达正 15000%， 鬼怪类减伤就更是惊人了，正 25000%。黄钟咒与之一比还真是可怜。叶盛唏嘘，黄钟咒防御力提升只有可怜的正 25%， 鬼怪减伤正 12%， 连震天神钟的零头都不到，二者根本不是一个段位，还得是职业强大才是王道啊。叶盛感慨，天师乃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SSSS 级职业，所学技能的增幅完全不是低级职业可比，他就是被称之为怪胎职业的 SSS 级职业也要逊色得多，完全无法与天师相比。叶盛接连学了几个毁灭级技能后，渐渐意识到了天师的恐怖之处，怕是越往后天师展现出来的威能就越强。试想震天神钟若是提升到 LV10 级，防御力提升的有多么恐怖，到时候谁能破他防御？金刚降魔剑提升到 LV10 级，一剑威能怕是如渊四海，甚至居灵潜将居拿的鬼物也是难以想象的存在。1日后，一处黑色平原上，一尊二转 BOSS 级鬼物被叶盛一剑秒杀，庞大的身躯轰然解体，化作鬼火消散。等到这尊二转 BOSS 级鬼物被杀后，叶盛看去，想要看到其能爆出什么。刷刷刷！二转 BOSS 尸体处，一道道各色光柱疯狂掉落而出，其中不乏2道暗金级光柱。但此刻叶盛看到这些暗金级光柱已经没有多少感觉，二转暗金级装备他已经凑够了，就算爆再多都没用了。他想要的是二转转职道具。就在叶盛关注的目光中，哗！一道惊人的白色光柱在一众光柱中出现，出现后散发着乳白色光晕，美轮美奂。看到这道白色光柱，叶盛面色不由大喜，接着畅快大笑起来。终于出了，还真是不容易。叶盛大踏步向着那白色光柱走去，到了近前，挥手间将其收起，又将几道暗金光柱收起。至于其他的装备，他都懒得捡了。走！照影雷劫渡劫，跨入三转鬼将境。叶盛双目射出刺目金光，以他现如今的战力，早已可以轻松跨入三转鬼将境了。三转雷劫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是一直报不到转职道具，这才拖延到现在。一旦跨入三转鬼将境，基础战力将提升上千倍。叶盛隐隐激动，这由不得他不激动。三转鬼将境是一次质变的过程，生命层次将发生重大跃迁，不然战力也不可能是二转鬼世境的上千倍。叶盛一旦跨入三转鬼将境，基础战力提升上千倍，再加上毁灭级技能的恐怖增幅，战力将是一次质的提升，将变得极为恐怖。这二人也快追上来了吧？叶盛回头看去，隐隐可以看到2道身影出现在了天边。这几日，叶盛与二人兜兜转转，一直依仗着居灵潜将捕捉的50尊鬼物拖延二人步伐，让二人头疼得很。等我跨入三转之境，便是这二人的死期。叶盛纵跃而起，目露杀气，向着深处而去。幽冥鬼域，一处黑色山谷中，叶盛一招清空此地鬼物后，盘坐在了一块大石上，手掌一翻，
掌中便出现了一个白色光团，继而定睛看去，只见白色光团中乃是一节金色断骨，金色断骨上飘舞着一枚枚神秘的镇鬼符文，甚至这金色断骨中还蕴含着一丝丝神性。这究竟是谁的腿骨？怎会有这种异象？叶盛好奇，不想了，还是尽快照引雷劫吧。说着，叶盛便毫不犹豫地捏碎了手中的金色断骨。咔嚓！随着金色断骨碎裂，丝丝缕缕的金色光线从叶盛掌中漂浮而起。轰隆隆！黑色山谷上空迅速有劫云汇聚而来，只片刻时间，厚重的劫云便笼罩住了整座黑色山谷。叶盛抬头看去，不由深吸一口气。只见厚重的劫云中有一道道雷霆游走，似在凝聚接下来的9道天雷。此刻100里外，白振平与白振宇跟随追踪符的指引，一路追踪至此。二人的脸色都不怎么好看，一个区区2转修士，竟然兜兜转转溜了他们数日。这种事情若是传回幽冥城，二人怕是要声名扫地，沦为笑柄。堂堂3转鬼将境修士，竟然奈何不了一名2转修士，这说出去谁都不信。这小子也太滑溜了。白振宇抱怨，他还从未见过如此棘手的2转修士。白振平面色阴沉，若不是那50尊3转鬼将境厉鬼，他不可能逃遁这么多天。提到50尊3转鬼将境厉鬼，他便气不打一处来。他原以为解决掉一波50尊3转鬼将境厉鬼后，叶盛便没了这种逆天手段。按常理去理解，2转修士捕捉3转鬼物本就逆天，就算能捕捉，应该也极为困难才是。想要捕捉凑够50尊，怕是没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白振平虽然惊讶叶盛能拿出50尊3转厉鬼，但也并没有当作一回事，只觉得悉数灭掉后，叶盛便抓瞎了。可是事情的发展让他大跌眼镜，叶盛手中的3转鬼将境厉鬼像是源源不绝，他灭杀掉一波后，又是一波涌来，数量还是50尊，一个都不少。这让白振平脸黑，吐槽就算是无敌境手段也没这么离谱的吧？难道3转50级厉鬼就这么好抓？100%成功率吗？怎么可能？这小子应该快要后力不继了。白振平天真的推测道。殊不知叶盛每次都是现抓，还真就是100%成功率。大哥，那小子似乎在渡劫。白振宇突然看着远处的天空震惊道。第55章天师敕令，震天神钟。什么？白振平一愣，倏然扭头向100里外远空看去，只见一处黑色山谷上空，厚重的劫云快速汇聚，短时间内便遮拢了整座山谷。一道道雷霆在劫云中酝酿，散发出恐怖景象。这一幕白振平熟悉得很，他曾经便经历过此劫，是九死一生方才闯过来成就3转鬼将境的。阻止这小子！白振平脸色一变，白振宇却是黑笑道：大哥，这小子是在找死，说不准都无需你我出手，就要自己死在雷劫之下。事有万一，一旦让他突破至3转鬼将境，杀他就更难了。白振平神色严肃，刚好可以借助他渡雷劫之时灭杀他。走！说着，白振平体内修为轰鸣，强大的修为让他整个人御空而起，向着100里外急速而去。白振宇无奈，只好跟了上去。此刻的黑色山谷之中，受到上空劫云的影响，虚空中布满了雷电之力，一团团雷球在空气中游荡着。叶盛面色严肃，这3转雷劫相较于2转雷劫更为恐怖，游走在黑色劫云中的雷霆每一道都尤为粗大，威能也更加浩瀚。即便是第1道天雷，威能都比2转雷劫时的第12道天雷威能浩大。据联邦统计，能度过这重雷劫者不足 30%， 堪称一道鬼门关，不知拦下了多少高手。想要突破至3转鬼将境，难度不小。来了！叶盛瞳孔一缩，眼前的天地蓦然一亮，一道刺目雷电从劫云中窜出，毫无前兆地向他轰落而来。轰！第1道天雷降下，迎接他的是一道金色剑光，金刚降魔剑，漫天八卦符文闪烁，与第1道天雷撞在一起。轰！二者相撞，天地间狠狠一颤，最终第1道天雷还是被金刚降魔剑恐怖威能击散了。不仅如此，剑光甚至冲入了劫云之中，将劫云搅动得一阵翻涌。咔嚓！第2道天雷紧随而至，这一道天雷更加粗大，照亮了方圆100余里，但依旧被金色剑光斩爆。接着，第3道、第4道、第5道、第6道，天雷不断隆隆降下，整座黑色山谷震动不已，宛若陷入了一片汪洋雷海之中，漫天电蛇乱窜，整座山谷被强大的威能震动，无数山石崩碎，隆隆作响着倒塌，此地仿若陷入了末世之中一样。而在一道道雷劫中，一道身影始终岿然不动，从容不迫地接下一道又一道雷劫。唰唰，2道身影出现在黑色山谷外，
震惊地看着山谷内恐怖的景象。白振平一脸震惊，看到了汪洋雷海中盘坐的叶盛，道：“果然是这小子在渡劫，已经到了第7道天雷。这小子好像仍旧游刃有余。”白振宇脸上则出现了一抹慌乱，与别人渡劫时的紧张、恐惧不同，叶盛的神色太从容了，仿佛不是在渡劫，是在度假一样。单单这份心性就让人恐惧，想要除之而后快，否则等此子成长起来，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存在。阻止他！白振平面露焦急，照这种势头下去，此子大概率能够扛过9重雷劫，跨入3转鬼将境，成为与他们同层次的存在。轰！白振平身影化作一道炮弹窜出，向着黑色山谷中踏空而去，想要借此机会轰杀叶盛，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白振宇同样意识到，这恐怕是灭杀叶盛的唯一一次机会了，急忙跟了上去。2大3转鬼将境轰杀而来。黑色山谷中，叶盛抬头看到冲进来的2人后，冷笑一声。他早有准备，身边出现50枚灰色珠子，抖手间50枚灰色珠子如子弹般射出，拦截向2人。这50尊3转厉鬼应该能拖延2人2息时间，足以自己再次渡劫2道天雷了。叶盛扔出50枚灰色珠子后，便不再理会白振平2人，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头顶雷劫之上。至于50枚灰色珠子被投掷出去后，便在半空中幻化出50尊3转厉鬼，张牙舞爪地向白振平2人冲去。又来！白振平看到这一招，不由暴怒。这小子手中的3转厉鬼还真是源源不绝，杀都杀不完。他都不记得灭杀掉叶盛多少3转厉鬼了。另一侧，叶盛继续渡劫，撑过第6道天雷后，第7道、第8道天雷接连降下，都被叶盛从容应对了过去。只是等第8道天雷结束后，叶盛凝重抬头，只见高空中的劫云已经厚重到了极致，竟是短时间内没有降下第9道天雷，而是在疯狂酝酿最后一道天雷了。叶盛认真，9道雷劫中，第9道的威能是最为恐怖的。很多高手能从容度过前8道，但往往会死在这最后一道下，功亏一篑。而另一侧，白振平、白振宇2人终于解决了50尊3转厉鬼，踏空向着叶盛杀来。一时间，叶盛陷入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危境之中，既要面对即将降下来的第9道天雷，又要面对白振平2人的轰杀。小子，去死吧！白振平面露狰狞之色，向着黑色山谷中而来，在靠近叶盛数十丈范围后，手中长枪刺出，一道惊人的枪芒在空中凝聚，向叶盛撞来。哈哈，你死定了！一旁，白振宇策应，同样轰出一击。2人都是3转鬼将境强者，此刻全力出手之下，威能都极为浩大。轰隆！同时，天地间骤然一亮，第9道天雷也在短暂酝酿后落了下来，向着叶盛狠狠劈去，阻挡他进入3转鬼将境。我看你还拿什么挡？白振平面色狰狞，眼中透露着一丝畅快之意。有第9道天雷，加上2人联手一击，这小子必死！挡住！叶盛一头乌发飘飞，双目射出刺目光束，知道到了关键时刻，若能挡住2人联手一击以及第9道天雷，他便能跨入3转鬼将境。天师敕令，震天神钟，多！叶盛手掐复杂法诀，下一刻，咚！天地间响起一声清脆的钟鸣声，旋即一座金光璀璨的神钟蓦然出现，照在了叶盛的身体之上。第56章，这小子究竟有多少无敌手段？震天神钟，这是一座金光璀璨的神钟，高5米有余，钟体之上有着繁复的八卦铭文，无数飞禽异兽显化，有仙鹤飞舞，四灵白虎震啸山林，亦有金龙纵跃入云。凡此种种，无不彰显了这座神钟的神意。不够！叶盛蓦然抬头，双目有金光一射。震天神钟防御力虽有提升正15000%，但毕竟只是 LV1级，威能尚未提升起来，怕是单靠一座震天神钟挡不住第9道天雷以及白振平、白振宇2人的功法。继续！叶盛掐诀，咚！又是一声钟鸣，在第1座震天神钟上，居然再次出现了一座新的震天神钟套了上去，2层震天神钟直接叠加了起来。不够，不够！再来，再来！叶盛疯狂，要做到万无一失，掐诀不断。一座座神钟开始叠加，2座、3座、4座、9座，直到叠加到10座之后，叶盛体内的能量告竭了，无法再叠加新的震天神钟。一时间，叶盛仿若躲在了乌龟壳中，10座震天神钟防护，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毁灭性打击。轰！一道巨大枪芒率先袭来，撞在了层层叠叠的震天神钟之上。在枪芒之后，一道刀芒紧随而来，同样拥有3转威能，一起撞了上去。
2道功罚之后是第9道天雷，第9道天雷速度也是极快，紧接着也撞了上去。咚，咔嚓，第1座震天神钟直接便碎裂了，但却削弱了3道功罚，足足2成威能。接着，第2道、第3道、第4道震天神钟不断碎裂。不过，到了第4道震天神钟碎裂时，白振平、白振宇的枪芒、刀芒已经消散了，威能耗尽，被4座震天神钟完全抵消。这看似简单，实则异常惊人。要知道，白振平、白振宇可是实打实的3转鬼将近强者，比叶盛的基础战力高了上千倍。将白振平、白振宇比作大象的话，叶盛在2人面前最多就是狮子大小，差距太大了。但仅凭4座震天神钟便抵消2人全力一击，属实有些不可思议。不可能！白振平、白振宇看到自己功法被抵消掉了，一时间神色震动不已，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跟见了鬼一样。之前叶盛使用居灵潜将拖延2人，2人只是觉得叶盛取巧，可现在叶盛可是正面硬刚2人，仍旧轻松挡下了2人全力一击，甚至期间还有第9道天雷助攻，就算如此也没能奈何得了叶盛。就仿佛2人只是小丑，从始至终叶盛关注的都是第9道天雷，从未将他2人当作一回事。白振平内心宛若受到了1万点暴击，他被一名2转修士给羞辱了。一时间，白振平一张脸一阵青一阵白，交替变换着。第3种无敌手段，白振宇眼珠子却是差点掉出来，这小子究竟有多少无敌手段？白振宇险些尖叫出声，他竟然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了至少3种无敌手段，这简直匪夷所思。别人能有1种，便是集天地气运的天之骄子了，只要成长起来，战力便无比巨大，可以成为一方势力的底蕴。可叶盛呢？到目前为止，白振宇已经看到其展露出了3种无敌手段。这件事情若是传出去，别人怕是都不会信。天下间哪有这种妖孽？根本不可能。若是有，别人还怎么玩？不提2人的震惊，叶盛却是没有理会2人，关注着威能浩荡的第9道天雷。第9道天雷果然逆天，在撞碎了4座震天神钟后，又接连撞碎了4座震天神钟，8座震天神钟碎裂，让叶盛身体外只剩下了2座震天神钟防护，这让叶盛惊讶，同时意识到震天神钟得到的太晚了，若是早一些得到，便有时间将其等级提升起来。若是能提升到 LV2 级，怕是第9道天雷连1座震天神钟都撞不碎。这不是叶盛夸口，而是根据以往经验，毁灭级技能每一次提升都有恐怖增幅，震天神钟怕是也不例外。但让叶盛松一口气的是，第9道天雷在撞碎了8座震天神钟后，威能也彻底耗光了。余下的一丝电光撞在下一座震天神钟上后，也只是让那座震天神钟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钟鸣声，接着便消散了。度过了。叶盛见状不由哈哈大笑起来。9道天雷悉数度过，这意味着自己将成功踏入3转鬼将境，无人能够阻止自己了。天空中的结云开始消散了，结云所带来的一波暴雨也结束，让空气中散发着潮湿的气息。同时，一股焦糊味飘荡在空气中，是雷劫烤糊了周遭山石以及树木所致。这小子度过雷劫了。白振宇发呆，看向盘坐在金色神钟内的那道身影，他能够感觉到那道身影正在发生肉身蜕变，完成2转到3转的生命层次跃迁。一旦完成，便能成为与他们一样的3转鬼将近修士，基础战力足足提升上千倍。白振平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这小子几乎就是在他眼皮子底下渡劫成功的，他还没见过这等妖孽。渡劫时不仅不需要别人护法，而且有他们全力轰杀捣乱，都没能阻止对方渡劫成功，这简直不可想象。只能说明一点，眼前这小子的潜力过于巨大，天赋之惊奇近乎于妖。他是什么职业？到了此刻，白振平方才惊觉，觉得眼前这小子的职业怕是有些恐怖。S 级职业吗？不。紧接着白振平便摇了摇头，不可能，单 S 级职业不可能这般妖孽。SS 级职业。白振平头脑轰鸣，大哥，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白振平发呆，一道声音将他拉回了现实，是白振宇开口了。叶盛渡劫成功，竟让2人站在原地，一时间手足无措起来，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特别是白振宇看向叶盛的身影，总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退！白振平极为果断，随着叶盛渡劫成功，踏入3转鬼将境，想要杀他已经不可能了。第57章突破3转鬼将境。白振平倒退，眼中虽有不甘，但知道大势已去。
叶盛在2转之时，他们都奈何不了，更何况跨入了3转之境，与他们处于同一层次。白振平头脑清楚得很，只有退回白家禀报此事，才是眼下最正确的选择。一定要让白家派出更强者轰杀此子。白振平倒退之际，发狠道：“此子太过妖孽了，外界怕是还不了解。若是不趁着现在弱小之际轰杀，等其成长起来，将无人可治，对白家将是一场灾难。”白振平暗下决心，但很快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让其身体一僵，停在了空中。“你们要去哪里？”白振平、白振宇身后一道声音传来，这道声音宛若来自九幽鬼域，极其冰寒，不含丝毫感情，像是已经锁定了2人。这让2人身体僵直，继而缓缓转身看去，只见焦黑的黑色山林中，金色神钟消散了，一道身影长身而起。此刻叶盛的气息已经完成了蜕变，身体上溢散着属于3转鬼将近才有的气息，已然与白振平、白振宇处于了同一层次之中，基础战力提升了上千倍，完成了质变。哗！叶盛抬脚，此刻体内能量犹如大江一般奔涌不休，随着叶盛迈步，身体竟是一步一阶梯腾空而起。到了3转鬼将近之后，最大的区别便是能依仗自身御空而行了，这是2转修士所不能媲美的。白振平凌空而立，冷笑一声，讥讽道：“小子，你以为你踏入了3转之境，就能奈何得了我们？笑话！”白振平很自信，叶盛虽然与他们同境了，但只是初踏而已。白振平也只是认为无法再杀掉叶盛了，至于叶盛斩杀他们，开玩笑，3转修士哪是那么容易斩杀的？白振宇看着叶盛，却是有些头皮发麻，他总有种不妙的预感，特别是看着叶盛一步步走来，越是靠近他们，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大哥，我们还是暂且离开吧，这小子妖异得很。白振宇不自信道，这几日多少被叶盛折腾的怕了，瞧你那点出息，他能拿我们怎么样？白振平恼怒，自己这个胞弟也太丢人了，不就是一名初踏3转鬼将近的修士吗？而他们呢，早已在这一境界中经营很久了。而此刻叶盛感觉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基础战力提升了上千倍，弥补了与白振平、白振宇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处于了同一层次。而处于同一层次之后，叶盛自信自己是无敌的。金刚降魔剑虽然还是 LV 2级，攻击力提升正3万，但是基础战力变了，提升了上千倍。再次使用金刚降魔剑所造成的威能自然就不同了，这很好理解。之前是2转修士时，基础战力是1的话，金刚降魔剑只是在1的基础上增幅了正3万，而现在基础战力变为了1000，将是在1000的基础上增幅正3万，两者造成的威能不可同日而语，有着本质的区别。叶盛虽是初踏3转，但有毁灭级技能在，可以保证他一旦踏入一个大境界，便能做到同境无敌，一步登天，成为这一境界中的无敌境，也就是3转无敌境。3转无敌境啊！别人想要达到这种层次，最起码也要晋升3转100级圆满境之后再说。可叶盛初踏3转便做到了，这听起来虽然有些夸张，但叶盛就是能做到这一点。毁灭级技能的增幅过于恐怖了，可以让他一步登天，省却掉别人很多年的功夫。唰！叶盛一步步走来，也不与2人废话，手中径直浮现出一柄长剑。白振平冷笑，手中持着一杆长枪，他要出手教训一下这小子，让这小子分清楚现实。大家同为3转，谁也奈何不了谁。下一秒，叶盛斩出一剑，一道极其夸张的金色剑光腾空，向着2人斩去。白振平看到这道剑光，瞬间就笑不出来了。他从这道剑光中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威能，绝非他能够抵挡得了。无敌境威能，这怎么可能？白振平瞪大眼睛，他在这道剑光中竟然感知到了无敌境的气息，这属实不可思议。接着白振平在感知到这道剑光威能后，第一时间便选择倒退了。不甘阴风，开玩笑，他只是3转30级修士而已，哪里是比3转100级圆满境还要强大的无敌境的对手？凭他自己根本不可能接下这一剑，除非真正的3转无敌境天骄前来，才能与叶盛一战。只是让他无法理解的是，叶盛只是初踏3转，为何能拥有无敌境战力？这太匪夷所思了。可惜剑光太快了，尽管白振平、白振宇2兄弟竭尽所能抵挡，也无法应对属于无敌境层次的一剑。轰隆一声巨响，大地开裂，被犁出一条深深的沟壑，大片山林被夷为平地。等到金色剑光消失后，天空飘落着血雨。至于白振平2兄弟的身影，早已化作了碎片。
叶盛一剑之威，竟是将二人直接蒸发了。咔嚓！叶盛手中的长剑在斩出这威力绝伦的一剑后，便碎裂掉了，化成一堆碎片掉落在地。太脆了！叶盛低头一看，不由摇摇头。这柄长剑乃是一柄2转暗金级武器，可即便是这种品质的武器，也难以承受叶盛跨入3转后的一剑之威，材质还是不够坚固。看来只有3转武器才行。叶盛摇摇头，跨入3转后，提升太大了，基础战力提升上千倍，完全是一次质的飞跃，与2转拉开了太多的距离。2件3转传奇级装备。叶盛目光一扫，只见白振平、白振宇二人陨落之地漂浮着2件散发着传奇橙色光晕的装备。叶盛记得这是穿在白振平二人身上的3转传奇装备，并没有像二人身上其他装备一样被自己一剑斩碎，而是保留了下来。二人的空间手环也碎掉了。叶盛可惜的摇摇头，在二人陨落的地方，叶盛并没有看到属于二人的空间手环，大概率是随着其他装备一样一起碎掉了。而空间手环一旦碎裂，内部空间便会爆炸，物品会流失到无尽空间乱流中，根本来不及抢救出来。这是没办法的事情。空间手环本就脆弱。第58章，退出玄冥阁。他这是有了怨气。哗！叶盛抬手将2件传奇橙色装备收了过来，不愧是3转传奇级装备，果然够坚硬。叶盛赞叹。此刻他手上有一柄传奇长枪以及一件传奇胸甲，两者在扛了他一剑之后并无损伤，仍旧完好无损。这长枪暂时无用，没有相关技能。这传奇胸甲需要3转30级，自己暂时也穿不上。叶盛扫了一眼2件装备后，略微皱眉，将2件传奇装备都收了起来。以他现在的战力，媲美3转无敌境，有传奇级装备可以增光天彩，没有也暂时无妨。另外，这2件传奇装备的等级并不是太高，2件都是3转30级的传奇装备，并不是3转100级的顶级传奇装备。叶盛摇摇头，传奇级装备也是分等级的，每10级是一个级别。譬如最弱的是3转10级传奇装备，之后3转20级，以此类推，最强的便是3转100级顶级传奇装备。根据这个级别，价值也都不同。将2件传奇装备收起后，叶盛深吸一口气，感受着体内如大江奔涌的浑厚力量，心情变得格外舒畅。终于3转鬼将境了，还真是不易。哈哈！叶盛大笑一声，笑声传出很远。踏入3转鬼将境后，他自此便不再是那种小角色了，无论是力量还是身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就算是白家想要奈何他，也绝不可能像2转之时那般随意了。3转鬼将境进入任何一个势力中都是长老级人物，不容小视。唰！叶盛手掌一翻，掌中却是出现了玄冥阁的黄金执事令。看着这执事令，叶盛却是冷笑连连。经此一事之后，叶盛已经看透了这些势力所谓的面目，遇事之后只要不符合自身利益，一样可以将你舍弃，到头来还得依靠自己。既然如此，我还待在玄冥阁干什么？叶盛冷哼一声，继而手掌用力，咔嚓一声，黄金执事令在叶盛掌中直接被捏得粉碎，碎片从指缝间簌簌而落。捏碎了黄金执事令，叶盛向玄冥阁发了一条消息，宣布自己退出玄冥阁。做完这一切，叶盛悬立于空中，目露思索之色。片刻之后，叶盛眼中闪过一抹冷色，被白家追杀这么久，也该是自己收点利息的时候了。他已是3转鬼将境，且拥有3转无敌境战力，完全有能力绞杀白家3转长老级强者。叶盛想得很清楚，既然与白家已经不死不休，不如将白家杀痛杀残，到时候危机自然就解除了。他叶盛自问不是一个吃亏不还手的主，别人对他动手都是要以血的代价10倍奉还的。前往谷地吧，白家在那里有不少基地，3转长老更是悉数汇聚于此。叶盛稍一思忖，便决定了接下来的去向。谷地乃是幽冥鬼域中最危险的一处地狱，那里有着一座又一座上古阴城，阴城中有无数阴兵鬼将镇守，即便是最弱的阴兵都是2转100级圆满境，剩余都是3转4转的强大阴兵鬼将，但危险往往伴随着天大的机遇。谷地的爆率极高，黄金级装备只是寻常，暗金装备在谷地都不算什么，随处可见，非常容易凑出一整套套装。最重要的是，谷地会频繁爆出传奇级装备，甚至偶尔会出一件红色神话级装备造成轰动。为此，源源不断的强者疯狂向谷地涌去，不少强者在谷地中受益，得到一身传奇级套装，拥有难以想象的战力。以一身传奇级套装踏入无敌境层次，除了报复白家，自己想要变得更强，也势必得前往谷地一趟。
叶盛不再多想，抬头便别了一眼方向后，便御空而起，轰鸣着向远空而去。时光匆匆，1日后，玄冥大厦一间高档休息室中格外安静，2名三转长老正在微笑一齐，一旁的桌上焚香袅袅，添了一丝雅意。黄尘兄，你有没有听说姓叶那小子高调宣布退出了我玄冥阁？曹穗落下一子后，笑着说道。姓叶的小子？哪位长老的后辈？黄尘闻言一愣，一时间没有想起姓叶的小子是哪一人。旋即，黄尘像是反应了过来，你说的是被白家追杀的那个后辈小子吧？原本叶盛一名黄金执事是无法引起这么多长老关注的，但是经由白家一事，可谓人人都知晓了叶盛的存在。没错，就是他。曹穗点点头，紧接着面色阴沉了下来。这小子捏碎了黄金执事令，继而高调宣布退出了玄冥阁。现在这件事情整个玄冥阁都知道了，都在议论纷纷。捏碎了黄金执事令，黄尘蹙眉，眼中浮现起一抹不满之色。执事令乃是玄冥阁的象征，同时也是面子，就这样被捏碎，无疑是对玄冥阁的不敬。他好大的胆子，还真将自己当成一个人物了。黄尘冷哼道，从始至终，他们这一众玄冥阁高层就没将叶盛放在心上过，只是一枚可有可无的棋子而已。可现在对方主动捏碎了黄金执事令，这无疑是打玄冥阁一众高层的脸面，是在明着说你玄冥阁无能无用。他这是有了怨气。曹穗手中执着一子没有落下，冷笑连连。黄尘略一沉吟道，不少人都在议论，此子好歹也是一位2转无敌境苗子，当初就应该设法保下，不该这样放弃。对高层的决议，很多人都是颇有微词的。曹穗失笑，黄尘兄，此子非我玄冥阁嫡系，又非哪一位4转大能的子侄，完全就是一个编外人员。这种人极易心生异心，反叛出去。更何况我玄冥阁有多位2转无敌境苗子，哪缺他一个？曹穗一脸不屑，提起玄冥阁那几位2转无敌境苗子，黄尘头疼道，也不知这几人能有几个渡劫成功，踏入3转之境。踏入3转之境太难了，就算是2转无敌境，也非100%把握。第59章，为陆家光宗耀祖。曹穗道，无敌手段形态各异，有些无敌手段并不适合渡劫，只是与人争斗时极难破解。黄尘点点头，是啊，渡劫太难了，不知要筛选掉多少人。曹穗落下一子，笑道，不过叶盛捏碎黄金执事令这件事情已经触怒了一位4转大能，亲自放出话来，谁都不能庇护这小子。黄尘哈哈一笑，颇为自信地说道，就算这位4转大能不放话，今后也没人敢收他入势力，从我玄冥阁出去的人就无人敢收。曹穗一笑，是啊，这小子还被白家追杀，就自求多福吧。鬼山城岳灵小区，陆家。陆树山笑声传出很远，小明还真是出息了，成功度过了雷劫，跨入了2转鬼世境，我陆家的祖坟真是冒青烟了。客厅中，陆树山哈哈大笑，神色极为喜悦。沙发上，陆明坐着，身上溢散着属于2转鬼世境的气息，虽是初踏，但的确是2转气息。爸，我就说过我能为陆家光宗耀祖。陆明嘿嘿一笑，一脸自傲之色。陆家传了几代，还从未有过2转鬼世境强者，他是第1位。就在昨天，他成功度过了2转雷劫，跨入了2转鬼世境，速度看起来很快，但有天风集团资源倾斜，也就极为正常了。等级由强者代刷，转职道具也有强者陪同报取。难的是渡劫，陆明极为幸运，虽然有些吃力，但也有惊无险地渡过去了，成就了2转鬼世境。不远处，陆妈却是在哭泣，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这修行路太危险了，小明差点就死在雷劫下。要我说，今后咱就放弃修行这条道路吧，安稳找一份工作也是好的。陆明渡劫显然将陆妈吓到了，他只希望自己孩子能够平安度过一生，不想再看到他经历那种危险。陆树山见状，脸色一沉，骂道，胡说什么？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只有变得更强，才能在这个世界高质量的生存下去。再说，小明经历9死1生，踏入了2转鬼世境，这是天大的好事，你应该高兴，你哭什么？陆树山神色有些狰狞，他陆家好不容易有一个出息的，哪能说放弃就放弃？陆明也道，妈，您就别担心了，我 A 级职业强得很，区2转雷劫而已，就算接下来的3转雷劫也不在话下。陆明一脸自信，他觉得雷劫也不过如此，3转雷劫怕是也难不住他，一样可以度过跨入3转鬼将境。陆妈缓了片刻，不哭了，担忧道，小胜也不知去了哪里，这都快1个月了，也不见人影。别跟我提这个小子。陆树山闻言立刻一脸扫兴，叶盛已经快有1个月不见人影了，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陆树山还指望叶盛参加工作，往家里送点钱填补家用呢。不过看现在的样子，是一点都指望不上了。爸，我明天要出一趟远门。陆明打断了二人。去哪啊？陆树山一愣。陆明道：谷地。谷地？陆树山一脸疑惑，他一个普通人显然没有听说过这种只有高阶修士才知道的地方。陆明一番解释后说道：我度过雷劫后，天风集团便将我划为重点培养人才，要带着一批像我一样的二转天骄前往谷地集训一番，备考接下来的联邦大考。陆树山听后面色一变，难得担忧道：若真如你所说，那谷地最弱的阴兵都是二转圆满境，还有更强的三转、四转阴兵，那这就太危险了。能不能不去？陆明咧嘴一笑：无妨，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有数位三转鬼将境长老带队，安全是没问题的。而且谷地可是爆装圣地，说不准我能搞到一整套传奇装备。这样一来，接下来的联邦大考也就更有把握了。陆树山听到联邦大考便不吱声了。联邦大考是为考取联邦顶级学府丰都大学设立的一场全球性大考，届时全球天骄汇聚，将进行一场惨烈争夺战，优胜者便能进入这所顶级学府，是所有年轻人的梦想之地。而陆树山看重的则是，一旦从丰都大学毕业，最差也能担任一城城主，若是优秀，甚至一毕业便是一方监察使，位高权重，自此改变了人生。陆明认真道：爸，这谷地是一次机会，我能不能考上丰都大学就看此行了。再者，距离联邦大考也就只剩下1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呀。陆明拥有 A 级职业，自然要冲击联邦大考。听到这里，陆树山也就不再阻拦了。那你务必要小心。好了，不说了，我去休息了，明天就要随三转长老们出发。陆明起身摆了摆手后便回自己卧室了，留下陆树山与陆妈安静地坐着。良久，陆妈开口道：小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会，你没有听到有三转长老带队吗？陆树山摆手，目露敬畏地说道：那可是三转鬼将境强者，能御空而行，战力极其强大，有他们在，小明的安危是没有问题的。小胜呢？真就不管了。陆妈目露不忍。陆树山道：他只是出去工作，又没什么危险，你担心什么？陆妈四下一扫，神秘地压低声音说道：树山，我们这样对待小胜，那些神秘人能同意吗？他们每年可是会给我们不少钱，这些钱是要我们照顾小胜的，可是都被我们挪用，培养了咱家小明。你还让小胜去找工作，就不怕触怒了这些神秘人？听到神秘人，陆树山神色明显紧张了一下。陆妈口中的神秘人乃是一批极为强悍的强者，每一个气息都如深渊一般，但从不露面，每次都是一身黑衣出现，远远看了叶盛一眼后便会迅速离去，显得极为神秘。每年也都会有一笔钱通过特殊渠道给到陆树山，一是感谢陆树山抚养叶盛，二是为让叶盛生活得好一些。无妨，这些人神秘得很，他们似乎有什么忌惮，不敢停留太久，每次都是看一眼便匆匆离去，发现不了我们做了什么的。陆树山压低了声音说道。陆妈叹了口气，心生愧疚道：哎，真是对不起小胜。第60章1个月后，联邦大考上相见。前往谷地的路上，一艘鬼雾船高速行进着，甲板上叶盛一身白袍盘坐着，这鬼雾船多少有些慢了。叶盛摇摇头，对鬼雾船的速度有了些许不满足。现如今他御空的速度都能达到每小时1000公里，鬼雾船却只有每小时850公里。不过长时间御空对体内能量消耗极为严重，叶盛也只好驾驭着鬼雾船前往谷地。有机会得换一件飞行法宝了。叶盛暗下决心。刷，闲来无聊，叶盛便打开了同学群，借此了解一些外界的近况。同学群中显得有些沉寂，说话的人变得很少，这与往日间的热闹极为不同。对此叶盛有些奇怪，这同学群最近的确安静了不少。这时周明在同学群中抱怨道：这几日说话的人都少了。紧接着弹出一条消息，竟是郑刚回复了。没办法，距离联邦大考已经越来越近了，大家都在为此准备。我听蒋浩说，三转鬼将境的同学都已经悉数进入了谷地，想要最后冲刺一把，变得更强。就连蒋浩也在2天前前往了谷地。郑刚说话间像是有些寂寞。蒋浩前往谷地后，这几日他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了。至于他前往谷地，则是没有这种资格。想要前往谷地，实力最弱也得达到2转圆满境，或是有人带着，不然就是去找死。郑刚只是2转50级，距离2转圆满还颇有距离。谷地，周明怪叫一声，他的实力就更加没有资格前去了。叶盛看着二人聊天，从他们只言片语中得知，
那些三转鬼将境同学竟然都一致去了谷地。不过这也正常，谷地是提升实力最快的地方，特别是对三转鬼将境强者，谷地称得上是一处宝地，没有不去的道理。若是运气好，能在谷地凑齐一整套三转传奇级装备，无疑在联邦大考中可以占据绝对优势。联邦大考，丰都大学。叶圣盘坐在甲板上，有些出神。联邦大考是为考取联邦顶级学府丰都大学设立的一场全球性大考，届时全球天骄汇聚，将进行一场惨烈争夺战。蒋浩这些三转同学显然都是要去的，就连四转鬼宗境的上官颖也要参加，并为此一直准备着。他的这些同学就没有一个是不想进入丰都大学的。丰都大学可不仅仅只是一所大学，它是联邦最顶级的圈子。叶盛自语，丰都大学汇聚了联邦无数怪胎、天骄以及无数权贵子弟汇聚一堂。据叶盛所知，联邦90%高官都是毕业于丰都大学，可以说丰都大学就是前世的黄埔军校，只要考上，将来毕业最差也是一城之主，亦或是一方监察使，位高权重，将有机会进入联邦顶层权力中心。这就是考上丰都大学的意义。还有1个月时间就是联邦大考了，叶盛有些心焦。联邦大考他是一定要去的，而且志在必得。不过现在的实力仍旧有些弱，届时的联邦大考可是有无数怪胎参加，就连上官颖这种四转鬼宗境都有，到时候的争夺的有多么惨烈。三转看似很强，但依旧不足，自己还有1个月的时间，至少也要将境界提升到四转鬼宗境，与上官颖持平。叶盛目光望向远处，仿佛已经看到了谷地，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如此大幅度，唯有谷地能帮他做到。叶盛关掉同学群，不再多想。1个月后，他与这些昔日的同学将在联邦大考上相见。等这些同学见到他时，也不知会露出怎样吃惊的表情。半日后，一艘鬼雾船终于进入了谷地区域。谷地的天地黄蒙蒙一片，一道道空间裂缝不时撕裂而开，卷出恐怖的空间风暴。这就是谷地。鬼雾船甲板上，叶盛目光一扫，面色凝重。这谷地的空间壁垒似乎极不稳定，不时便会撕裂而开，露出其内的空间乱流。得小心一些，若是误入一处空间裂缝，很可能就迷失在了无尽的空间乱流中。叶盛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这还只是谷地外围，远远没有抵达谷地。叶盛摇摇头，继续驾驭着鬼雾船赶路。与此同时，谷地区域黄蒙蒙的天地中，有一艘巨大的飞行战船在谨慎前进着，沿途避开那些危险的空间裂缝。这艘巨船足有100米长，高50余米，船首是一颗狰狞巨大的鬼龙头颅，船身也形似一头鬼龙。这战船乃是有名的鬼龙大商，价格昂贵，是由上千位炼器师联手打造的一艘大型飞行法宝，适合大批载人，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势力才能购买得起，非一般势力可以负担。鬼龙大商船舱内，数百道身影不安地盘坐着。仔细看去，这数百道身影竟都是2转圆满境强者，无一例外。这属实有些惊人，是什么势力能够一次性拿出这么多2转圆满境强者？而船舱深处，更是有数名3转鬼将境强者盘坐着，护送着这些2转圆满境前往谷地。其中一名3转中年女子睁开双眼，扫了一眼船舱内的数百名2转圆满境强者，露出了一个满意笑容。我古月楼的强者数量是越来越多了。凤玉庆微笑，他是这次护送长老之一，要送这数百名潜力弟子前往谷地历练。这些弟子个个都不简单，所选都是2转圆满境强者，希望此去谷地，这数百名2转圆满境强者中可以出1-2位3转鬼将境吧。凤玉庆希冀道，3转鬼将境强者对于任何势力来说都是稀缺的，越多越好。此刻数百道身影中，一道身影不安地扭动着，神色有些紧张。此去可是前往异常危险的谷地，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叶盛若是在此，一定可以将他认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在冰封谷中有过一次合作之缘的古月庆。古月庆拥有2转圆满境实力，古月楼这次组织前往谷地历练，他也是极力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可真到了谷地，他还是有些紧张的。第61章阴兵过境，我们已经进入了谷地。一旁，一群古月楼弟子透过船窗向外看去，只见天地间已经变得黄蒙蒙一片，正是进入了谷地后的景象。这里只是谷地外围，我们还没有抵达真正的谷地阴城，那里才是谷地的核心地。听说一整座阴城中的阴兵都是2转圆满境，如潮水一样。众人低声议论着，有人神色严肃点头，没错，的确如此。但那只是最弱的阴城，强大阴城中都挤满了3转阴兵，甚至4转阴兵鬼将，那才叫一个恐怖。据说阴气都凝为实质了。
这也太危险了，是我们能来的地方吗？有人听了胆寒，脸色都变青了。另一人安慰道：怕什么？风险与回报成正比，谷地虽然危险，但是爆率极高，传奇级装备每日都有人爆出，这是我们的一次机会。是啊，我为了争取到这次前往谷地的资格，可是付出了一半身家，贿赂了一位长老。一名青年肉疼道。不远处，古月庆听着众人的议论，不由唏嘘。他们这些二转圆满境，平日里也算是能独当一面的好手，可是来了谷地之后，就成了新晋菜鸟一样，还得让人护送着前往谷地。就比如他古月庆，平日里外出执事，别人也得尊称他一声大人。可现在，古月庆摇摇头，咬牙道：这次一定要设法晋升3转鬼将境。他停留在2转已经好多年了，就连转职道具都已经准备好了，可就是迟迟不敢捏碎，因为他无100%把握度过雷劫。此去谷地也是为了能得到1、2件传奇级装备，增加渡劫的成功率。看到那些空间裂缝了没有？有人嘿嘿笑道：看到了。怎么了？旁边人一脸奇怪。那人道：据说这空间裂缝连接着谷地深处的一座座阴城，偶尔会有阴兵从中过境，我们若是遇到了，多半就死定了。乌鸦嘴，我们哪有这么背？有人呵斥：这么危险？一些人听了则有些害怕，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哆嗦了。看到有人害怕，立刻有人沉声宽慰：大家放心，鬼龙大商防御强大，而且有凤玉庆几位长老护送，不会出什么问题的。说着，此人看向那人警告道：莫要胡言乱语。那人闻言乖乖闭上了嘴巴。古月庆收回目光，望向船舱深处的几位3转长老，神色间有些许阴霾。在他心底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似乎要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一样。渐渐的，船舱中的众人都累了，失去了谈话的兴致，让整个船舱内变得一片沉闷，谁都不说话了，只希望能尽快赶到谷地核心地。在那里有古月楼的基地，还有数量众多的古月楼长老，到了那里反而就安全了。就在众人昏昏欲睡中，鬼龙大商的船身突然一阵猛烈震荡，像是被某种巨物撞击了一下一样，将所有昏睡中的人都惊醒了过来。发生了什么？有人睁开眼睛，一脸惊疑不定道：不清楚。有人摇头。古月庆也机警地睁开了眼，但鬼龙大商在一阵猛烈震荡后便恢复了平稳。这时有人透过船窗斜着向上方看去，下一刻颤声道：你们快看，那是什么？众人闻言纷纷挤到船窗旁，抬头向外看去。只是这一看，一个个面色变得蜡白，不少人更是惊恐地瞪大了眼睛。是阴兵过境，我们遇到了阴兵过境，该死！一时间船舱内乱作一团。此刻若是从远空看去，便能看到恐怖一幕。只见古月楼的鬼龙大商行径中，其上方突然撕裂出一道空间裂缝，继而那处空间裂缝宛如在倾倒黑水一般，黑水疯狂涌向这艘战船。可若是靠近一些看，便能发现这乃是什么黑水？分明是如潮水一般的阴兵。由于数量众多，汇聚在了一起，从空间裂缝中涌出，方才看起来像是在倾泻黑水。面对如此众多的阴兵，鬼龙大商自动发起反击，一道道乌光腾起，烧灭大片阴兵。但是阴兵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更要命的是，从空间裂缝中涌出的阴兵尽皆是3转，强大的战力根本不是一艘战船能够抵挡，直接便将这艘战船淹没了。轰！高空中，鬼龙大商只是坚持了片刻便爆炸了，化作了一团火球，数百道身影从中紧急跃出，如雨点一般向着下方山林中落去。古月庆也在这数百道身影之中，身体如炮弹一般向下放大的落去。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众人还在昏睡，下一刻便发生了这种变故。鬼龙大商直接便被打爆了，接着他便懵懵懂懂地跟随着众人跃出，向着下方大地落去。他还只是2转修士，尚且不能御空，但凭借强大的身体素质，还不至于摔死。少顷，轰！古月庆如一发炮弹般砸落在地面上，砸出一个大坑。他脸色苍白，顾不得双腿的剧痛，抬头向上空看去。只见此刻的上空正发生着一幕惨烈大战，是古月楼数位护送他们的长老与突如其来的鬼潮在厮杀。天哪，还真让我们碰到了阴兵过境，还是3转鬼潮，那个乌鸦嘴！有人恐惧大喊。面对3转鬼潮，他们这些2转修士根本帮不上忙。不好，是凤玉庆长老，他被鬼锁穿透了4肢，擒拿住了。有人目眦欲裂，抬头仰望着天空中的大战。古月庆抬头，双目刹那也通红了。只见凤玉庆与鬼潮激战，只是鬼潮中有数名3转圆满境阴兵盯住了他，手中的锁链洞穿了凤玉庆的身体，将他锁在了那里，
任凭凤玉庆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至于其他长老，也无暇分身救援。轰！下一秒，古月楼一众子弟看到了最不愿意看的一幕：凤玉庆被数名三转圆满境阴兵肢解了，身体爆碎成了无数块，天空中下起了血雨。凤玉庆长老看到这一幕，无数古月楼弟子失声痛哭。与此同时，百余里外，一艘鬼雾船慢悠悠驶来。第62章，随手一剑，危机解除。玉庆，高空，古月楼一名长老看着凤玉庆被三转阴兵肢解，不由悲痛大吼。下方不少古月楼弟子痛哭。以往凤玉庆对他们都是关怀备至，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可现在就这样当着他们的面陨落了，而他们却什么都做不了。你们还不走！一名古月楼长老红着眼睛冲着下方一众弟子怒吼。其余几位长老也是竭力阻拦阴兵潮，害怕阴兵潮冲入下方屠戮数百名二转圆满境弟子。一旦让三转阴兵潮冲了下去，数百名二转圆满境弟子无一人能活。几名古月楼长老都清楚得很，这数百名二转圆满境弟子是古月楼多年积攒下来的底蕴，绝不能有失。一位长老泣血道：“分散开逃，能逃一个是一个，我们挡不了太久时间。”没错，快走，有我们挡着。另一位长老咳血，他胸口被洞穿，但仍旧面带微笑说道：“不想让下方一众弟子担忧。”在这种危境下，古月楼几名长老竟是无一人选择逃生。长老，这一幕让一众二转圆满境弟子大哭。轰！天空中又一名三转长老不知被阴兵肢解，下起了血雨。结！高空中怪笑声不断。这些来自阴城中的阴兵不同于普通鬼物，每一个手中都持着各种古旧武器，有刀剑、弓弩、铁钩、锁链等等。特别是在一些鬼将的率领下，保持着一定军阵阵法，进退有据，似乎还保留着前世的战争本能，极为难缠。一名魁梧青年站在高处，看到又有一位长老陨落，冷静地看向数百名古月楼弟子，道：“大家快走，莫要让几位长老白白牺牲。”没错，走！有人咬牙，虽然心在滴血，但此刻已经顾不得别的了，抬脚向着远处纵跃而去。人群中，古月庆咬着嫣红的嘴唇，脸上满是悲痛之色。他一边向着不远处的山林中遁去，一边不时回头看去。当最后一位古月楼长老也陨落之后，便不打算再回头，全力奔跑起来。没了古月楼长老阻拦，三转阴兵潮即将如蝗虫一般飞来，屠戮他们。就在此时，也不知是谁惊异的大喊了一声，让不少人停下了脚步。快看，那是什么？天哪，是一艘鬼雾船在向这边驶来，他不要命了！随着此人大喊，不少人停下脚步，扭头看去。古月庆难忍好奇，回头看去，只见高空中一艘鬼雾船慢悠悠驶来，而行进方向正是如蜂群一般的三转阴兵潮，就仿佛船上的主人没有看到这三转阴兵潮一样，是三转阴兵潮如无物，就要这样驶过去。此人疯了，竟然朝着三转阴兵潮开了过去，他就不怕被三转阴兵潮撕成碎片？古月楼不少弟子都懵了，这鬼雾船的主人是怎么回事？难道没有看到那遮天蔽日的三转阴兵潮？另外，此刻的天空中可还下着血雨呢，那是古月楼几位长老的鲜血，无不彰显着方才发生的惨烈一幕。他们就不相信船上的主人看不到这一切，既然看到了还这样选择，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了：一是船上的主人已经被三转阴兵潮吓傻了，忘记了调整方向，就这样呆呆地驶了过去；二是船主人根本就不在意眼前的三转阴兵潮。可这怎么可能？那可是三转阴兵潮，让古月楼的数位长老都陨落了呀！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无视这种三转阴兵潮？众人发呆，就这样看着鬼雾船向着三转阴兵潮缓缓驶去。等鬼雾船靠得近了，不少人都闭上了双目，不敢再看，仿佛已经预见了下一秒鬼雾船粉碎，船主人被血腥吞噬的场景。轰！也就在这时，那鬼雾船上的主人终于有了动作。只见一道金色剑芒从船上腾起，这道剑芒太璀璨了，像是一轮金色的太阳升起，伴随着漫天八卦符文飞舞，随手斩向了挡在路上的三转阴兵潮。啊！不少古月楼弟子眼睛被金光刺痛，下意识闭上了双目，但更多的人则是瞪大了眼睛，看着这道金色剑芒竟然将三转阴兵潮淹没了。不知过了多久，金色剑芒消失了，天地间变得极为安静。不少人闭着眼睛，觉得有些奇怪。古月庆睫毛眨动，同样被方才的金光刺痛了眼睛，此刻试着想要睁开眼睛。哗！不少人睁开眼睛后，当即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如蜂群一般，三转阴兵潮消失了，天空中落着阴兵被灭杀后的飞灰。一艘鬼雾船孤零零地悬停在空中，周围空无一物。
三转阴兵巢被一剑清空了，不少人停下了脚步，不再逃了，而是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那船上的主人究竟是谁？竟然如此强大！不少人发呆，只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古月楼数名三转长老都无法抵御的三转阴兵巢，竟然就这样被船主人随手一剑斩灭了。这之间的差距之大，简直不可想象。有人突然面露苦涩，看着鬼物船道：“他若是能早来一步就好了，几位长老就可以活下来了。”是啊，可惜一切都太迟了。不少人共鸣。危机解除后，有人开始失声痛哭。古月楼的几位长老陨落得过于惨烈了一些。古月庆同样神色黯然。这时，一名魁梧青年主动起身，向着天空中悬停的鬼物船抱拳道：“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我古月楼一定铭记在心。”其他人见状，也是纷纷抱拳称谢：“多谢前辈。”古月庆收敛悲痛之情，重新抬头，同样冲着天空中的鬼物船抱拳，声音清脆道：“多谢前辈救命之恩。”天空中，鬼物船悬停着，听到下方不断称谢的感谢声，古月楼一众弟子只见那鬼物船上笼罩的云雾渐渐散去，露出甲板上一道身影。那身影一身白袍，体态修长，盘坐在那里，颇有一股出尘之气。这一幕让不少古月楼弟子都屏住了呼吸。这位前辈竟为他们驻足停下，也不知道要作何。古月庆同样抬头仰望着，只是让他疑惑的是，那道白袍身影似有几分熟悉感。第63章，怎么会是他？鬼物船甲板上，叶盛一身白袍盘坐着，随手斩灭了挡路的三转阴兵巢后，低头向下方看去。那三转阴兵巢虽然强大，但难挡竟深入三转叶盛的一剑之威。是古月楼的人。叶盛俯身，目光向下一扫，对于古月楼叶盛也算熟悉。当初在冰封谷时，曾与古月楼的人接触过，也算是短暂合作过一把。双方之间既无恩怨，也无过节。方才之所以出手，也是仅仅因为三转阴兵巢挡了他的去路而已，并非为了救人。叶盛目光向下扫视间，不由略微一顿，竟在数百道称谢的身影中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是他，古月庆，还真是够巧的。叶盛一脸诧异，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当初在冰封谷中的故人。古月庆他还是印象颇深的，在冰封谷时，带着古月楼一众弟子，以一条火红色绸带展现出了强大的战力。就算是当初的叶盛都对他极为忌惮，可现在叶盛不由摇摇头，二者之间的实力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他不仅晋升入了三转鬼将境，而且拥有三转无敌境战力。可古月庆呢，仍旧还是当初的二转圆满境，拥有着一身二转暗金级装备，见了他都得尊称一声前辈了。唰！下一刻，叶盛升起一个念头，驾驭着鬼物船向下方落去。快看，鬼物船落下来了！下方不少古月楼弟子惊呼，看到那艘鬼物船竟然落了下来，不少人都是一愣，都没想到。古月庆也抬头看着，有些奇怪。他本以为这位船主人在斩灭了三转阴兵巢之后，便会径直离开了，但没想到会落下来。只是当他看着鬼物船径直朝他这边飞来后，不由一呆，朝着我这边过来了。古月庆有些吃惊。接着鬼物船越来越近，甲板上的身影也从模糊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很快，不少人便看清楚了甲板上的身影。古月庆自然也看清楚了。只是当古月庆看清楚甲板上的身影后，脑袋瞬间便是一阵轰鸣。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古月庆一眼便认出了甲板上的叶盛，只觉得整个天地都在倒转。他千想万想也没有想到，鬼物船的船主人竟然会是叶盛。怎么可能是你？古月庆懵了，叶盛他怎么可能不认识？冰封谷的事情才结束多久，他仍旧记忆犹新。叶盛以10尊3000青丝灭杀白庭玉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有人竟能二转时驾驭三转厉鬼，想忘都忘不掉，当时将他震惊的不轻。之后叶盛便被白家追杀，事情搞得满城风雨，他也一样听闻了，一度认为叶盛在劫难逃。可现在他不仅还活着，而且似乎已经晋升了三转鬼将境，战力强大的离谱。就在方才，一剑便斩灭了三转阴兵巢，比古月楼数位三转长老加起来都要强大。我不会是在做梦吧？古月庆只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眼前的一切都显得极不真实。特别是看着叶盛驾驭鬼物船而来，就更加感觉自己像是陷入了一场梦境之中，如何都醒不过来。嗖！一阵劲风袭来，一艘鬼物船就这样停在了古月庆面前，将他一头秀发扬起。古月庆，我们又见面了。鬼物船上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古月庆抬头看去，便见叶盛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叶兄，古月庆下意识称呼道。可在叶盛的目光逼视下，
古月庆又急忙改口：“哦不，叶前辈。”现在的叶盛已今非昔比，古月庆向他看去后，根本看不透叶盛的深浅，只觉得叶盛的气息如汪洋大海一般，加上方才那一剑，已经足够说明叶盛的强大，不止踏入了3转鬼将境，而且是其中绝对强者，战力达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叶盛默然，径直开口道：“随我走一趟吧。”“去哪啊？”古月庆一愣，不明所以。叶盛皱眉：“哪那么多废话？”说话间，伸手一抓，古月庆便感觉到自己身体被一股巨力禁锢住了，根本没有反抗之力。接着便被稀里糊涂地拉到了船上。嗖！将古月庆擒来后，叶盛也不理会古月楼其他弟子什么反应，径直驾驭着鬼雾船腾空而起，向着远空而去。只眨眼时间，便消失在了远方的云雾中，只留下一众古月楼弟子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古月庆师姐被带走了。一名青年发呆，另一人道：“这位前辈似乎一早便认识古月庆师姐，是吗？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有人担忧道：“不会，以这位前辈的实力，若是有歹心，早已动手了，还会等到现在？”有道理。一众人点头。一位魁梧青年看了一眼周围环境后，则道：“诸位，我们深陷古地这等险地中，还是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他话音一落，一众古月楼弟子都愁眉苦脸起来。没了3转长老庇护，这古地可就变得极其危险了起来。另一侧，一艘鬼雾船飞行在古地黄蒙蒙的云雾间，甲板上叶盛盘坐着，一旁古月庆则目光复杂地等待着。他不知叶盛为何将他擒来，但也不敢开口打搅叶盛。他可清晰记得，这位可是一位心狠手辣的主，绝非那种心慈手软之人。你也不问我为何将你擒来？叶盛开口了。不敢问。古月庆低垂着脑袋，一头秀发如瀑般散落，老实道：“他的姿色不错，若以10分计，古月庆绝对能打到8分，加上身材窈窕，也算是一名不可多得的美人。只是修士血腥杀伐太多，平日里都没空关注这个。你是古月楼嫡系吧？”叶盛扭头向他看去，却见古月庆一张小脸不知为何红扑扑的，这让他有些奇怪。难道是这鬼雾船上温度太高的缘故？为何会脸红？叶盛蹙眉，感知了一下温度，奇怪道：“也不热呀。”他脸红什么？我是古月楼嫡系子弟。古月庆低垂脑袋，轻声嘤咛了一声。